想破城门，先从我楚云的尸体上踏过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大前的防线就绝不会破。8座城池，8路大军同时发难，我倒要看看他楚云区区一个人怎么分身去抵挡这天罗地网。去告诉那个懦弱的大前皇帝，要么立刻割地求和，要么就在龙椅上等死。大前皇帝听着，我家大汗有令，和亲公主，岁币100万，割让3城，3条区役，铁骑南下。陛下，北蛮铁骑势大，不如暂且忍一时之辱。请陛下三思，战不得呀！大前满朝文武，连个敢说战字的人都没有。你们朕养你们这群酒囊饭袋有何用？战无钱无粮，和颜面何存？朕再问一遍，谁敢出战？陛下，北蛮铁骑来势凶猛，末将以为当从长计议。陛下，国库空虚，存粮不足3月，一旦开战，军饷粮草捉襟见肘啊！等局面谁去都是死。蛮骑10万，怎么打？儿臣愿我，儿臣愿驻守北凉，挡蛮人铁骑。什么？秦王请战？他疯了吗？殿下，北凉苦寒之地，无兵无粮无城防，如何守？6弟勇气可嘉，只是兵书读过几本，军中待过几日。北凉不是纸上谈兵的地方。北凉在，本王在；北凉失，本王提头来见。好，不愧是朕的儿子，朕准你就犯北凉。这真是敢去！丁，检测到宿主主动镇守北疆，出发主线北凉，任务奖励发放中。霸王之躯强化，霸王枪法精通。这狗系统总算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六子楚云封秦王，就藩北凉亲子。李氏丞相之女婉清贤良淑德，赐婚秦王为正妃。儿臣谢父皇恩典。恭喜6弟，封藩赐婚，双喜临门啊！多谢大哥。末将张斌率玄甲铁骑1000人，听候主公调遣。玄甲铁骑整编为本王亲卫营，3日后启程北上。末将明白。北凉一战，你做先锋。末将遵命。他凭什么封藩赐婚？他楚云凭什么？小姐，圣旨到了，圣上赐婚，你们许配给秦王殿下。秦王，楚云。母亲，女儿不想嫁。傻孩子，你是兵部尚书之女，婚姻从不由己，但你要记住，嫁过去不是去做摆设的。你父亲手握兵权，秦王需要李家支持，李家也需要一个藩王女婿。这桩婚事是互相成就。女儿明白了。青儿，嫁过去你不是去享福的。北凉是苦寒之地，是战场，你要做他的后盾。一个成功的王爷背后，必得有一个能撑住后院的女人。母亲放心，女儿知道该怎么做了。小姐，八抬大轿到了，该梳妆了。那个身披黑甲，敢守北疆，敢赴公函的王爷，值得托付。新娘子，切莫紧张。秦王殿下品性端正，你嫁过去一生无忧。我知道。替我梳妆，该上轿了。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王妃，久仰。王爷，本王知道这桩婚事是生命难违，但既然你嫁了过来，有你一人便够了。本王不纳妾。王爷说的话可要算数。怎么，王妃还在等孤请你入帐？我，今夜你无处可逃。母妃，您找我。云儿，北凉苦寒，锋刀双剑，坚实鸣枪，
但最冷的是人心。这4个人是母妃从李家宗族姻亲一脉为你一点点筛出来的，他们身上流着李家的血，绝不会背叛。到了北凉，他们就是你的手眼。母妃放心，儿臣定能在北凉扎下根来，绝不负您苦心。去吧，他们在王府偏殿等你了。北凉官吏盘根错节，如同腐木，要除尽腐木，唯有种下我自己的心根。这4人正是良种。今日召你们过来，没有客套，话我直说。3日之后，本王动身前往北凉就藩。北凉官场腐朽，官吏浑浊，当地派系错综复杂。原先所有北凉本地官员全部停职核查。你们4人随我北上，接管北凉核心要职。苏哲，你任北疆郡守，总管一郡民生、土地、流民、粮草统筹。高炳，你为郡丞，掌刑狱、查贪腐、整顿吏治、清扫污吏。周猛，你掌管城政治安，巡查关隘，清剿境内盗匪乱民。文言，你接手郡府财库，管控税收账册、屯田商贸。属下遵命。记住一句话：北凉之内军政分离，兵马兵权由本王一人独掌，民政政务全权交给你们4人。除军权以外，北凉衙门、官吏正免、律法施行、财政开支，你们4人自行商议，自行决断。我只有一个要求：最短时间内推呆旧格局，清洗顽固旧吏，替换底层人手，把北凉官场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大王，出使大前谈判失败，前帝拒绝所有条件，不肯割地赔款，更不肯纳粮。前帝扬言，若北蛮再敢南下，大前宁可举国一战，绝不屈膝。哼，硬气了。上次若不是粮草被烧，军心大乱，孤何至于撤兵？凭一场侥幸胜利，真以为能挡住我蛮军铁蹄？大前要承受孤的怒火。下次孤亲自领兵，战马齐备，全线压境，倒要看看大前拿什么挡。大王英明。大王，属下还带回一条重要消息：大前册封6皇子楚云为秦王，就是那个深夜闯入我大营的6皇子，正是此人。这小子有胆量，深夜孤军深入，天下没第2个人敢这么不要命。哼，传闻他是京城废物，看来全是假话，定是前帝故意放出假消息麻痹部落。大王，这位新晋秦王主动请封，自愿前往北凉就藩，永久镇守北疆边关。当真？千真万确。算日子，秦王队伍已离京，直奔北凉。有意思，烧我粮草，害我撤军，如今竟敢主动跑来北凉边境，真不怕死！传令，潜伏北凉的探子全出动，日夜探查秦王队伍，一有动静立刻上报。孤要活捉楚云，抓回草原，打断腿脚，贬为最低等奴隶，让他日日牧马，夜夜牧羊，受尽折辱，让天下看看得罪孤的下场。遵命。这就是北凉，比预想中还要荒凉，破败10倍，土地枯裂，连草木都难以存活。百姓在这里究竟该如何活下去？报！禀报大人，前方3000米处发现大量莽军集结，正挡在官道正中。前方有敌人，全员停止前进，准备战斗！完了，是蛮兵！我听说过，野外撞见蛮骑兵根本活不了。早知道北凉这么危险，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来。王爷，是蛮兵，我们该怎么办？别怕，乖乖躲回车里，不要出来。哼，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小瘪三，本王还不放在眼里。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来找死，那我便亲手收拾他们。王爷，不要亲自上去，战场上刀剑无眼，对方人数多于我方，蛮兵凶悍之极。您若是有个3长2短，你呀，太小看你夫君了。别忘了，我是怎么拿下北疆大捷。北疆战神4个字可不是旁人吹捧，就这点蛮骑，在我眼里不堪一击。护卫，取霸王枪！务必注意安全，千万不要逞强。放心，锦衣卫全员留守，1000玄甲齐齐原地不动，死守车队，护住所有人，不许任何人慌乱逃窜。主公，目测蛮兵3000整，清一色轻甲骑兵，无重型护甲，无长柄兵器，只有弯刀短矛。3000轻骑就敢踏入北凉，截杀本王队伍？既然来送死，那便成全他们，准备冲锋。属下遵命。一群待宰的肥羊！将军发财了，上千辆马车，物资无数。草原的勇士们，杀过去，活捉楚云！大王赏金1000两，牛羊100头，冲锋！玄甲铁骑，冲锋！
今日一个不留。杀人如割草的怪物，他就是大前秦王楚云。火烧粮草根本不是运气，绝不能让他活！所有人听着，围住那个黑甲将领，活戳不了就杀了！擒贼先擒王。拦住他！快拦住他！不可能，继续拖，等他体力耗尽，就是他的死期。那枪这么重，他挥了这么久不累吗？刚才砸飞那一下，起码上千斤力道。都愣着干什么？冲上去杀了他！他就一个人。打了这么久，体力早就透支了，他撑不住了。退者死，未战者死。怪物的正面战力太可怕，硬拼必死无疑。只要一箭射穿他肩膀缝隙，废他9成战力，人海就能活活耗死他。来而不往，非礼也。所有弓箭手全部出列，放箭射死他！将军，不行，里面全是我们自己人，放箭会误伤大量兄弟。别管了，不要顾及己方人马，不杀楚云，今天死的是我们所有人。牺牲一部分人，杀了他，一切都值。将军，快跑！这人太变态了，根本不是人。我们顶不住，彻底顶不住了！敌人骑兵全是铁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紧撤！想走，晚了。完了，司马，跑快点儿！给我留下！
跟你拼了！这力道根本不是人，秦王，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打得心畅淋漓，收获110属性点，爽！收兵，无需追击。他就是天神下凡，是我唯一的战神。王爷，你刚才太帅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一人战千军，横扫蛮兵，简直是天神下凡。婉清，告诉本王，刚才本王厉不厉害？太厉害了！夫君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男人，今日若不是夫君，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夫君不仅是大前的战神，更是我的英雄。主公，战场统计完毕，此战斩杀北蛮骑兵2327人，残余蛮兵尽数溃散逃遁。我军轻伤91人，重伤8人，阵亡将士14人。伤兵妥善医治，阵亡14兄弟，记录功勋。属下遵命。休整片刻，全军拔营，继续前行。真是搞不懂，好好的京城王爷不做，跑来北凉这种鬼地方。是啊。北凉苦寒，战乱不断，年年遭劫，谁来谁倒霉，谁来谁背锅。以往朝廷官员避之不及，恨不得离北凉108000里。这位秦王殿下刚立大功，刚封亲王，正是胜券最盛的时候，不留在京城捞权捞势，主动跑来守边疆，难道是被陛下变相贬值了？哼，看不懂。好好的秦王不当，跑来收拾这烂摊子，纯属自求苦吃。不许动，全部拿下！什么情况？人都没见着，礼都没行完，直接抓人！从今日起，尔等郡守、县城、徐兖、主簿全员核职，即刻拿下，等候彻查。殿下，臣等奉命出城迎驾，恪尽职守，未曾犯错，未曾渎职，凭什么无故革职抓人？是啊，殿下未免太过霸道，初来乍到随意罢免地官员，不合规矩。凭什么？北蛮大军压境，兵临北凉城下之时，百姓惶恐，满城慌乱。尔等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安抚百姓，不组织防御，反而携带钱粮，家眷亲信，弃城逃入深山，置全城百姓生死于不顾，置北疆国门安危于不顾。就凭这一条，你们所有人死不足惜，全部带走，单独关押，逐一彻查。王爷，会不会太急了一些？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地方官员盘根错节，官场向来讲究制衡、妥协，循序渐进。正因为初来乍到，才必须快刀斩乱麻。北凉烂根太深，这群地头蛇没一个干净。我只是在清理蛀虫，别人的官场讲究妥协，但北凉是本王的领地，在这里不讲官场潜规则，
本王的话就是北凉的王法。强龙不压地头蛇，那是别人，在本王这里不存在。我没有时间跟他们玩官场博弈，北凉需要快速整顿，快速强军。谁敢拖后腿，谁就死。杀伐果断，凶山河，这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抓得好！这群狗东西终于遭报应了，早就该被抓，祸害北凉多少年了。上次蛮人打过来，满城百姓拼死守城，他们倒好，带着钱财家眷，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我们扔在城里等死。这种官留着有什么用？这群当兵的是什么人？哼，你们还不知道，城外来了数千人马，车马连绵数里。今日是秦王殿下来北凉救藩。原来是他，我听过这号人物，那可是真正的少年英雄，战功赫赫。好好的王爷不做，怎么跑来北凉？我听城外的兵卒说，是秦王殿下主动请命，自愿来北疆守国门，替我们挡蛮人的刀兵。有秦王殿下在，蛮人再也不敢肆意南下劫掠了。这下我们北凉百姓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这位新王爷是真的为我们百姓着想。满目疮痍，毫无生气，这就是大楚的边关重镇。军要练，官要整，但如果不先恢复民生，何来根基？传我命令，锦衣卫即刻分兵，全城布控。第一，查封所有在任官员私宅、府邸、库房，清点私产钱粮。第二，传令北凉城内所有衙门、所有在岗官吏、主簿、差役、巡检，半个时辰之内，全部到郡守府门前集结候命。逾期未到者，一律按渎职逃官论处。卑职遵命。这下彻底出事了，郡守他们全被抓了。这位新来的秦王也太强势了，刚入城就动地头蛇。秦王会不会把我们也全部抓了？应该不会吧，我们都是底层办事的，没犯过大错。要是把所有官吏全抓了，衙门直接瘫痪。秦王不会这么做的，难说。听说他杀伐极重，打仗从不留情，政治官场恐怕也一样。从今日起，本王就万北凉。北凉地月之内，本王即是规矩，本王即是法度。本王知晓，北凉积弊已久，你们之中有人贪墨钱粮，有人懈怠公职，有人徇私枉法，有人平日里欺压百姓，敷衍公事。但本王初至北凉，百废待兴，不及清算旧账，不究过往私过。今日，本王在此许诺，一律既往不咎。从今往后，谁肯踏实办事、安分守己，本王保他官职安稳，前程可期。谁若依旧徇私枉法，革职、查抄、下狱，绝不姑息。都听明白没有？明白。苏哲，属下在。本王任你为新任北凉郡郡守。流民安置，粮草统筹，民生兴衰，全系你身。属下定不负殿下重托。高秉，属下在，任你总领刑狱律法，彻查贪腐积案，清扫所有污吏冗官。但凡官场住处，你可先斩后奏，全权治。遵令。周猛，属下在。命你执掌北凉城池治安，统筹城守军，清剿境内盗匪，保境内安稳，护城池平安。遵令。闻言，属下在。命你接管北凉郡府财库，统管全境税收。属下遵命。从今往后，北凉官场
民生、治安、财政。本王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具体手段、整治方法、用人调度，你们自行决断。本王只要最快速度看到改变，吏治清正，民生回暖。我等遵命。各衙门人员即刻返回岗位，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听从新任长官调度，安分做事。是。谁敢阳奉阴违，新官可直接上报本王，立惩不贷。我等遵令。你们4人，今日即刻走马上任，即刻清查全境吏治民生。3日之内，把北凉所有问题、所有隐患详细汇报本王。是，殿下。秦王府还在选址动工，这段时日，我们就先暂住郡守府，等王府建成，再搬过去。今日在广场当众立规矩换官员，不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不会老实。今日敲打过后，他们心里都有数了。接下来整顿吏治，恢复民生，阻力会小很多。王爷只管安心在外处理公务，府中大小杂事，下人调度。膳食起居都交给妾身打理，绝不会让杂事扰了王爷的心思。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奖励发放，改良无限种子，移民人口乘100万。牛逼！这奖励简直是雪中送炭。系统详细介绍一下奖励。改良无限种子，耐寒、耐旱、耐贫瘠，可在极端环境快速生长，生长周期短，产量极高，可无限繁殖。我操，牛逼！有了这种子，等于北凉所有荒地都变良田。系统，这改良种子结出来的东西能吃吗？完全可食用，口感优良，营养充足，无毒副作用。这哪里是种子，这分明是吃不完的粮食。从今往后，北凉彻底告别粮荒。农民开荒保障粮食，工匠重建城池打造军械，郎中稳定民生，商贩盘活经济。种田、经商、强军，完美的正向循环。王爷，您没事吧？没什么，只是在想，北凉很快就会不一样了。大人饶命！见过殿下。说吧，3日清查结果如何？殿下，经3日全盘摸排统计，北凉主城现存在册人口不足10万，全境3县、山野村落、残民汇总，整个北凉郡总人口不足100万，且全境百姓食不存3，大半衣衫破烂，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房屋坍塌过半，良田尽数荒芜，3县之地无一富庶乡镇，村村有灾，户户缺粮。去年霜灾，连年欠收，百姓常年挣扎在饥饿、寒冷、战乱之中。殿下，郡府官仓、备用粮库、军粮库房全部迁查完毕，库存存粮寥寥无几。若是全城百姓统一配给，撑不过半月。往年税收常年亏空，府库空虚，分文结余无存，官场彻底瘫痪，底层差役半数怠工，律法形同虚设，全靠人情贿赂办事。城防空虚，关隘失修，守军老弱混杂，军械陈旧破败。殿下，北凉如今万般皆缺，缺钱尚可慢慢积累，缺粮尚可临时调度，唯独缺人。人口之事无需担忧，无需多久，会有大批量流民陆续涌入北凉境内。这批流民到来之后，全部登记造册，妥善安置，分批开荒。本王要扩建北凉主城，
推倒残破旧墙，重筑新城，把北凉城打造成北疆第一雄城。属下遵命。新任北凉藩地秦王殿下，体系民勤，东南西北4门同时开设粥棚，无分老幼户族，无分本地流民，人人有粥，管饱免费，持续10周。老天终于有活路了！我家雅儿已经3天没吃过1顿饱饭了。以前的官只顾自己贪钱逃命，谁管我们百姓死活？听到没有？秦王10周了，4门都有，人人都能领。多谢秦王殿下，殿下救命之恩，小民永世不忘。诸位北凉诸百姓，本王镇守北凉，便会护北凉万民。从今往后，4门10周，日日不断，直至全域百姓彻底度过荒期。本王在此承诺，不出1年，必让北凉无荒田、无饥民，让所有人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短短5日，秦王殿下竟硬生生盘活了这座死寂的北凉城。大人，正南方向有大量人群靠近，来了！殿下说的流民真的来了，这批流民就是北凉崛起的第1波底气。快，大设登记棚，备名册，分区域安置。你登记的职业是郎中，专治风寒、外伤、疫症，全是20到40岁的青壮年，无老者，无幼童。大人，太奇怪了，从未见过这般流民。寻常流民只求活命，这批人看着反倒像是特意过来投奔的。不管为何而来，这些人就是上天赐给北凉的宝贝。不必深究缘由，所有人全部接纳，统一登记造册。这北凉城原本打满算也就4、5万人，可自从第1批流民到了之后，这世道全变了。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10天前，主城人口4万余，现如今城内人口突破40万。城内现在是什么样子，不用我多说，街巷拥挤不堪。大量流民只能扎堆城墙根旁凑合过夜，人口密度暴增10倍，摩擦冲突天天上演，一天能出几10起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纠纷。你们发愁安置，发愁治安，我比你们更头疼。几10万人，每天光是口粮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哪怕殿下手里有海量存粮，也经不起这样无休止的消耗。城防压力同样巨大，外来流民来路不明，人员混杂。我已经加派城防兵卒严查入城人员，依旧防不胜防。最关键的是，一旦城内爆发暴乱，几10万人乱起来，凭我手里这点守军，根本镇不住场面。参见殿下。都坐吧，何事？殿下，属下必须向您如实禀报现状。目前北凉城人口已经突破40万。按如今人口增速，再放任他们涌入，最多半月，库存粮草就会吃紧。城内人口杂乱，人员密度过大，摩擦不断，还有城防风险。一旦闹事，后果不堪设想。殿下，这批流民实在太过诡异，每日数万涌入，寻常流民尽数南下，唯独这批人，这些人到底从何而来？你们纠结他们从哪里来，毫无意义。
你们只需要明白一点，现在最缺的从来不是粮食。北蛮虎视眈眈，想站稳脚跟，彻底崛起。人力才是现阶段最珍贵的战略资源。你们眼里看到的是负担，是消耗，是隐患。本王眼里看到的是根基，是北凉未来的100万子民，是崛起的底气。城内饱和，那就不要全部挤在旧城里。苏哲听令，属下在。即刻启动新城改造计划，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拓展，划分4大外城居住区，将多余人口分批外迁，同步划分近郊荒地，规划屯田，流民1000人一组，分区统一管理。粮食问题，你们无需多虑。属下明白，我等即刻着手筹备新城扩建，人口分流，外区屯田诸事。1日一变，10日大变。北凉这片死寂之地，是时候换个人间了。历朝历代，权贵不显，官府贤贵，从未有一长敢将重心砸向这看不见的地底。排水、排污、饮水3线必须分明，密封处再加一层3合土。苏大人放心，咱们按殿下的死规矩办，绝不漏一滴水。我活了20多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拥有自己的田地。免税2年，白送2种，殿下这是硬生生把死地变成了乐土啊！别的地方，官府偏袒豪强，世家垄断良田，咱们北凉不一样，殿下说了算。殿下一句话，荒地开荒归民，不用给地主交租，不用看人脸色，好好种田就能吃饱饭，养活一家老小。朝堂讲究制衡，官员忌惮豪强，所以他们建不出一座新城。但在北凉，殿下就是唯一的规矩，无需妥协任何人。没有机械又如何？100万青壮，便是我开创这个时代最顶级的巨富。北蛮随时可能南下，留给北凉的时间不多了。殿下，目前内城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完工。所有主干道、次级街巷全部翻新，全城地下白肥水管网已100%铺设完毕。外城新区的民居、工坊、仓储同步施工，现已完工3成，进度远超预期。苏哲，你功不可没。凭100万劳力加持，只需半年，内外重城即可彻底竣工。届时，北凉将成一座能稳固承载100万人口的北疆雄城。城外开荒屯田，现在推进到了什么规模？回殿下，截止今日，近郊荒地已开垦完成10万亩良田，共计16万农夫参与开荒耕种，全员统一播种您下发的改良良种。产量核算过了吗？改良种子耐寒高产，亩产稳定600斤上下，且能1年3熟，全年总产量能突破1亿8千万斤粮食。单这批良田产出，就足以养活100万人口，日常温饱绰绰有余。很好，城建、屯田两手抓，绝不能松懈。属下遵命，后续定当开垦更多荒地，彻底消除粮食隐患。不在城墙上看了，陪我下去走一走。温饱才是收拢民心最锋利的剑。草民参见殿下。都免礼，不用拘谨，大家继续干活就行。每日干活累不累？官府给你们的待遇可还满意？回殿下，一点都不累。比起以前，现在的日子简直是天上地下。
以前给豪强白干，在外流浪，吃了上顿没下顿，遇上灾年饿死是常事。现在王府招工，管1日3餐，顿顿白米饭，偶尔还能吃上肉。每月还有固定工钱，从不拖欠，多累我们心里也乐意。本王向你们保证，只要勤恳做事，北凉境内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殿下千岁，我们早点把城建好，踏踏实实过日子。老人家，这种新良种好不好养活？这良种简直神了，咱们北凉霜寒重，普通良种根本扛不住。您给的新种子，不怕冷耐贫瘠，浇水就能长，长势比我见过的都好。最关键的是，这田地开荒后，直接归我们自己了。改良良种，王府会无偿持续下发。日后王府还将开设粮行，平价收购，绝不让大家辛苦种出的粮食烂在地里。民心已定，这片土地必将成为我最坚不可摧的堡垒。不愧是系统召唤之人，体魄远超常人，只可惜还未见过血。末将参见殿下。免礼，本王今日过来只问军务。5万新军集结完毕，训练进度如何？多久能够形成基础战斗力？回殿下，这批新兵底子极好，身体素质远超寻常募兵，且心性坚韧，训练极其刻苦，从无偷懒抱怨之人。属下按玄甲铁骑标准训练，只需1月，便具备正面作战能力。没有上过战场，没有见过流血，没有杀过人，遇上厮杀、惨叫和鲜血，心态依旧会崩，纸上谈兵成不了精锐。殿下的意思是提前安排实战？没错，如今北凉内部并不安稳，境内群山密布，荒山野岭内盘踞数十股土匪刀寇。平日劫掠村落，劫杀商队，以往官府无力清剿，只能放任。现在秦军成型，正好借剿匪一事，全员拉上战场，以战代练，让新兵见血，适应厮杀氛围，借剿匪拔高全军整体战斗力。末将明白，之后重新调整计划，分批进山剿匪，实战练兵。剿匪只是对内固本，接下来要说的是对外固边。末将知晓轻重，今日即刻派斥候北上排查，3日内完成摸排，随后分批进驻，重建北疆防线。此事非常重要，必须加快进度。800悍匪盘踞主峰，烧杀掳掠，无恶无作。今天这票干得痛快！山下那些农户，不过是圈养的牲口罢了。诸位，热闹归热闹，我提醒一句，最近山下局势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北凉来了一位新藩王秦王。此人来头极大，击溃蛮兵，战功滔天，入城数日直接清洗北凉官场，手段狠辣至极。咱们最近行事最好收敛一点，别太张扬，别主动去招惹秦王，免得引火烧身。二当家，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个藩王而已，有什么好怕的？还战神？我看都是外面吹出来的虚名。山路9曲18弯，密林遍地，易守难攻。朝廷大军来了好几次，最后还不是灰溜溜撤退，甚至被我们反杀一大批。他秦王就算手里有兵，又能怎样？说白了，北凉城是他的地盘，这座黑风山是我们的天下。他敢派兵进山，来多少我们杀多少，全部困死在山里。老二，我知道你的顾虑，但你没必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秦王又如何？他手里的兵，平原作战或许尚可，入山剿匪纯属笑话。我们背靠大山，进退自如，占据地利，以逸待劳。至于那个秦王，他要是识相，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他要是敢不知死活，派兵进山，本寨主不介意再多杀一批官兵。17处匪寨，800悍匪，
今日便让这黑风山换个主人。全军听令，急行军，目标黑虎寨。诸位听令，今夜子时，全线同步发起进攻。我军5000人，拆分6路，5路兵马分别清剿外围16座中小型匪寨，剩余500精锐由我亲自带队，直捣黄龙，主攻黑虎寨。趁着夜色，以绝对优势碾压，不给任何土匪反应依托地利防守的机会。记住，殿下旨意，除恶务尽，凡是持刀反抗者，一律斩杀；愿意投降者，全部俘虏，交由王府统一处置。所有人即刻休整，子时准时出兵。遵命。这是什么鬼东西？动手！寨主，不好了，官兵杀进来了，好多官兵！官兵？这怎么可能？前几天他们分明连山都不敢进，收拾细软，撤，从后山走！跟他们拼了！18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放箭！第73处匪窝，全都在这儿了。按图所讲，四面出击，全境清剿，一个不留。活了一辈子，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北凉能彻底没有土匪。以前天黑之后，我连院门都不敢开，现在半夜进山砍柴都踏踏实实。秦王殿下真的是菩萨转世，免费施粥，分田开荒，重建城池，肃清匪患。自打王爷来了北凉，我们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安稳啊！殿下，这里就是镇北城，能够容纳3万居民驻守，军备粮仓一应俱全。这就是曾经的北疆第一道屏障吗？废弃10来年，饱受风沙侵蚀，看着破败严重，但城池根基完好。接着说。城墙主体、地下储粮密室、营房地基都没有彻底损毁，不用重新筑城，我们只需填补缺口、清理黄沙、修缮屋舍、加固城门、重置器械，只需短期修缮，就能直接投入驻军使用。好，那就在这里，给北蛮立一道跨不过去的鬼门关。现在随我上去看看。末将在午前就已经从基建劳工里抽调了5000名擅长石匠、泥瓦活的民工，全天2班倒，日夜不停抢修镇北城。除此之外，镇北城东西2个方位还散扫着4座中小型军用堡垒，4座军堡互为角角，以前就是用来辅助镇北城，分各隘口，预警敌情，拦截小规模蛮骑。现在那4座军堡也同步安排人手开工修缮。等到镇北城与4座外围军堡全部修缮完毕，末将会调拨1万秦军，常驻北疆防线，5000步兵固守镇北城主城，剩余5000人胚分驻防4座军堡，步兵、弓弩手、轻骑相互配合，分段把守南下隘口。只要防线成型，往后这片区的北蛮骑兵就再也不敢随意穿梭边境。你的安排很不错。但是你切记，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这群蛮人贪婪暴虐，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稳固边防。在防线彻底成型之前，他们大个率会派遣骑兵。所以从现在开始，24小时轮班巡查，一旦发现蛮人踪迹，第一时间示警，全员进入战备状态。末将明白，即刻下发军令，严防死守，绝不给北蛮任何可乘之机。
殿下，北边有情况，是蛮族骑兵直奔镇北城而来。有意思，说曹操就到，正好，本王多日未曾活动京府，这群蛮人来得正好。张斌听令，末将在。即刻集结城外秦军骑兵，随本王正面出击，然他们主动送上门来，今日便就地碾碎。术后来报，前狗竟敢重修镇北城，那是断我黑谷部落的活路。前狗胆子越来越大了，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修城筑房，简直找死！真让他们把防线立起来，以后我们冬天去哪儿抢粮食，去哪儿抓奴隶？冲进去，所有男的全部砍杀，我要抓回去当牛马奴隶，女人、物资全部带走。勇士们，加速冲锋！杀！把这些蛮狗全部宰了！是殿下，殿下请出战了！哈哈哈哈！就几百人，前人是没人了吗？拿几百人来挡我们2000铁骑，看领头那人甲胄华卫，应该是个大官儿。抓活的，活捉这前人大老官，带回部落领赏。区几百人也敢出城，纯属找死！所有黑谷士听令，全员冲锋，一个不留！冲锋！去死吧！优先杀了他！弓箭手全员放箭，射死他！箭雨都射不死，这还是人吗？所有亲卫勇士，随我上，斩杀此人，扭转战局！谁能斩下此人首级，赏黄金100两，世袭牛羊牧场！全军追击，不留活口！活了一辈子，今日才算看到北凉有救了！赢了，我们赢了！亲王威武！亲王威武！亲王威武！急报！黑谷部落2000骑兵全军覆没，首领战死！什么？黑谷2000骑兵全灭，绝非小事！区500前人骑兵，全面我2000精锐。这伪梁秦王战力太过恐怖，大王万万不可让前人站稳脚跟。镇北城一旦修复完毕，军堡联动，重兵布防，我们南下的通道就会被堵死。往年秋冬劫掠是我草原各部活命的根本，断我劫掠路就是断我草原生路。陈请战，
即刻集结边境所有部落兵力，突袭镇瓮城，杀光驻守秦军，工匠民夫，彻底捣毁城池工事，捣毁镇平城，杀光守军。一个新来的北凉藩王，也敢妄想重建北疆防线？哼，痴人说梦！传本王命令，无需调动主力大军，小题大做。传令镇北城周边的草原部落集结各部士兵，1周内合围镇北城，捣毁所有修缮工事，斩杀所有驻守士兵、工匠，彻底抹平镇北城，让前人知晓北疆草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北凉防线休想重建，秦王想在北疆站稳脚跟，故绝不答应。大王英明。深秋已至，寒冬马上降临，大草原的冬天何等残酷，你们清楚。往年寒冬，我草原各部死伤惨重，度日艰难，但今年局势尚可。此次南下征战，我军抢夺了海量粮食、布匹和人口，这些物资储备足以让各部安稳倒过这个冬天。今年的战略目标并未完成，目前只劫掠数郡，远远不够。故要集结全草原之力，再度南下，一举拿下大前北方12郡，占据良田、城池、人口资源，彻底扎根北疆，而后入主中原。未来，我北蛮再不用困守困寒草原，年年饱受寒冬之苦。大王宏图伟业，千秋之志，开春南下，必能踏平北方12郡。我等誓死追随大王，入主中原，入主中原。王爷，妾身整理完了王府全部收支，向您对账报备。目前北凉常住人口含本土百姓、落户流民、工匠劳动，共计近100多万，最大开支为粮食，单日支出就是个恐怖数字。此前王府存粮结余储备几乎全部填进民生缺口。其次，为城池改造、外城新建、管网道路工程开支，还有屯田补贴、安家物资、农具营房，每一项都是只出不进的大额消耗。目前北凉百废待兴，税未稳，商未旺，全程靠着王府储备撑着。辛苦你了。偌大王府待政，千头万绪，账目繁杂，你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出半点纰漏，做得很好。王爷，目前局势看似稳步向好，但现在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最多1-2个月，北疆寒冬就会彻底降临。北凉的冬天和中原完全不同，常态气温零下20-30度，狂风暴雪，冻土3尺。妾身派人环算过，方圆100里山林全砍伐，也远远不够100万人取暖，木柴缺口极大。一旦入冬无柴，贫民、老弱、幼童根本扛不住极寒。往年小冷尚能熬，今年100万人扎堆，缺柴就会大批量冻死人。我只顾着建军、剿匪、屯田，唯独忽略了北疆寒冬的恐怖。北凉寒冬，百姓屋舍单薄，100万人的取暖是天大的民生难题。这件事是眼下优先级最高的事，你放心，本王来想办法解决，绝不会让百姓寒冬冻毙。有王爷此言，妾身便安心了。粮食够了，住房有了，军队成型了，唯独木柴不够，树木生长缓慢，短时间不可能凭空变出海量柴火，必须换思路。蜂窝煤耐烧、火旺，用量少，制作简单，完全适配现在的北凉。唯一的前提，必须找到煤矿，只要有煤矿，一切迎刃而解。来人！传本王命令，即刻召苏哲4人，火速前来王府议事。要赶在风雪降临前，造出100万人过冬的燃料。属下参见王爷。免礼。召你们过来，只有一件头等大事。北凉寒冬将至，最多1-2月，风雪降临，气温骤降。如今北凉定居百姓、流民、工匠、军属近100万人口，本王已经核实，全境山林木柴储量严重不足。就算现在发动所有人进山砍柴，日夜不休，也远远不够100万人过冬取暖。一旦入冬缺暖，大量老弱平民必死无疑，这是当下最大危机。王爷，属下正要向您汇报此事。北凉的冬天极其酷寒，零下20-30度是常态。往年人烟稀少，零散村落靠山林柴火尚且免长堕落，如今人口暴涨数10倍。
我们清点过所有仓库储柴、备用木料、工程余料，全部加起来，撑不过30%百姓过冬。属下也暗中安排民夫提前进山伐木，但方圆100里成材木柴早已绝底，新木来不及干燥，数量更是杯水车灰，根本赶不上入冬，填不上这巨大缺口。先坐吧。是。属实，木材缺口太大，人力赶不上天时。今年冬天，若是无解，必然大乱。你们发愁的问题，本王已有解法。只要找到一样东西，100万百姓过冬难题可彻底迎刃而解。王爷，是何物？还请明示，我等立刻全力筹措。煤矿。王爷，属下从未听过此物。世间柴火、干草、木炭、油脂皆可燃取暖。这煤矿到底是什么东西？所谓煤矿，就是深埋地底的黑色石块，藏在群山沟壑地层深处，储量极大。此物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直接燃烧，耐烧度极高。一块黑石头，燃烧时长抵得上数十倍普通木柴，烟火持久，保温极强，足够家家户户冬日取暖。只要我们能挖出大量煤矿，加工成型，100万百姓过冬取暖的巨大缺口，直接补齐。王爷，地底黑石可燃，此事当真？世间竟有如此奇物！千真万确，此物并非神迹异物，只是寻常地底矿藏，只是无人开发，常年闲置深山地下。现在，本王下达命令，你们4人即刻分头行动，根据地貌、土层、山形判断，梁山地底蕴藏煤矿的概率最大。深入各乡坡村、深山老林，走访当地老村民、猎户、采药人、常年进山之人，询问有没有见过黑色石块、黑色土层、地底黑石裸露的地方。但凡有一丝线索，立刻上报，优先探查。现在整个北凉过冬的命脉全系于此，必须在入冬之前找到煤矿矿点。属下遵令。王爷，属下斗胆一问，若是全境探查之后依旧找不到煤矿，该如何处置？本王早已想好退路，双管齐下，双线布局。第一线，全境探查煤矿；第二线，即刻拨发王府专项资金，派遣商队、人手，奔赴周边各郡邻境县市，大批量采购干柴、木炭、新草，能买多少买多少，不计成本，给我囤货。就算煤矿找到，木材储备也不能断。王爷思虑周全，我等不顶。但愿能在雪落前找到那救命的黑石。王爷大喜，有线索了！查到消息了。正是，属下昨日派人走访周边村落，寻访常年进山之人。他常年深入100里大山狩猎，亲眼见过您说的黑色可燃石头。你仔细回话，你当真见过那种黑色石头，深埋山中，可点燃燃烧？回王爷，小人敢打包票，绝对见过。就在北凉城外往东100里的黑武大山深处，埋在浅土层里，有的直接裸露在地面。当地山沟附近的村民早就知道这东西能烧，平日里做饭取暖，偶尔也会捡几块回去用。哎，就是这黑石头不好烧，火慢烟大，不如干柴利索。哎，老百姓不懂怎么用好它，烧着费劲，也就没人愿意专门去捡，就一直扔在山里，没人管，没人碰。小人常年进山追猎走兽，多次路过那片山沟，看得清清楚楚。村里老人也都说，这黑石能起火取暖。有了，真的有煤矿。老天终究是给北凉留了一条活路。若是没有这处煤矿，仅凭外购木材，根本撑不住100万人口的极寒冬天。一切困局彻底逆转。有原煤就能批量制作蜂窝煤，耐烧省钱，储量巨大，取又不竭。不只能解决今年冬天100万百姓的取暖死局，这更是一条源源不断的财源。蜂窝煤制作简单，成本极低，受众无限，哪怕定价奇低，保两多销，长期下来，足以撑起北凉大半财政缺口。从今往后，北方大地取暖将不用再依赖山林木材，既能保护山林生态，又能诞生新的产业，工坊和税收、民生、财政、生态一举3得，这笔买卖稳赚不赔。很好，今日你即刻随本王动身，带我前往黑玉大山，实地查看矿点。若是情况属实，本王必有重赏。
良田银两，户籍优待，任你挑选。多谢王爷。王爷到了，这里就是黑玉山，您要找的黑石矿地就在大山背面的在路山沟里。是。真的是煤矿，没想到居然是浅层覆土的露天矿脉，不用深挖，只要铲开表层薄土就能大规模开采，开采难度降到了最低。王爷，这就是您说的煤矿。此屋看着平平无奇，脏污厚重，当真能够替代木柴取暖。村民说不好烧，烟大火弱，用处不大，真能撑起100万人口过冬。你们现在看着普通，是因为没人懂得正确用法，在本王眼里，这是北凉至宝。你们等着，等回去之后，本王亲自做实验，教你们生火、取暖、制成型燃料。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东西比起木柴强100倍。王猎户，你今日引路寻矿，为北凉立下大功，本王说话算话，必定对你重重有赏。苏哲，回去之后亲自带他去王府账房，赏白银100两，赐良田20亩，免除3年赋税徭役，录入北凉功勋名册。谢王爷，谢王爷隆恩。属下遵令。来人，取麻袋，装煤齐样。是。多装一些，带回王府。本王亲自演示燃烧，制作新技术，开矿、建厂、制煤，普及供暖。这又脏又丑的黑石头，真能撑起整个北凉的冬天。殿下这是在和泥，看不出半点玄妙啊！用黄土定型，竹筒做模具，他究竟想做出什么？现在还不能烧。殿下，为何？水分太重，烧不起来，还会冒烟，必须放在太阳下彻底晒干，干透。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救北凉过冬。就凭这几坨黑泥疙瘩，真能养活100万百姓过冬。干透了，不软不散。太稳了，比柴火好用太多。柴火烧一会儿就熄，这东西看着能烧好久。真的烧起来了！这黑石头做的煤坯真的能生火取暖。原料遍地，成本极低，家家户户刚需消耗，这哪里只是过冬物资，分明是一台源源不断的吸秦机器。你们现在看见了，蜂窝煤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耐烧、好用。原料就是山里遍地的全煤，几乎无成本，少量黄土加人工就能批量制作，成本极低，普通百姓都用得起。对比木柴，优势碾压，燃烧时间长数倍，烟气少，更干净，更好存放。只要我们立刻动工，一边大规模开采露天煤矿，储备足量蜂窝煤，今年北凉100万百姓的过冬危机彻底解除。属下明白，即刻全力推进采矿造煤事业。都加快手脚，赶天冷之前把煤囤出来。王爷说了，早一日量产，我们就能早一日安心过端。以前谁能想到，这黑乎乎的破石头能救命？王爷亲自试过的东西，错不了。之前山里村民都说这石头难烧，那是他们不会法子。现在做成蜂窝煤，又耐烧又无烟，比干柴好用10倍。今年上百万百姓能不能熬过寒冬，全靠咱们山里这堆黑石。那必须卖力干，咱也是在做救命的活。记住这个湿度，太湿晒不干，容易裂；太干压不紧，烧得快，费材料。王爷定下的比例一丝都不能差。这等恐怖的执行力，我为官数十载，闻所未闻。以前北凉官府办事，修一条路能拖半年，短短数日，荒山变厂区。这般魄力，这般效率，这般民生格局，前所未有。
荒废10几年的北疆防线重新立起来了，整整1万秦军成为了这座边关要塞的新主人。安静的让人不安，风暴何时会来？敌袭！大规模蛮军南下，快，全速返回！敌人大军来袭！关城门，弓箭手登城，步军列阵布防。怎么修得这么快？前后不过10多天，居然把城墙彻底修好了！前人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本来想着捡便宜突袭，现在人家城防稳了。城上前人听着，速速开城投降，弃械不杀！我等奉大王之命，踏平镇北。你们区几千人守军，挡不住我4万大军。趁道退走，还能留一条活路。敢阻拦草原大军，城破之后鸡犬不留。北凉领土寸土不让，蛮夷寇边，只有死路一条。想要踏平镇北，先踏过我秦军将士的尸体。全军进攻，架梯攻城，踏平镇北城。启禀王爷，镇北城急报。讲。昨日上午，北蛮周边各大部落联军突袭镇北城，蛮军来势极猛，轮番对城墙发起疯狂冲锋。我镇北城守军全员列阵，死守城池，不曾后退半步。历经数轮惨烈血战，蛮军死伤惨重，攻坚无望，敌军最终无力再战，狼狈撤兵北退，遗弃尸骸数千。真以为我秦军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拿捏，随意袭扰？看来不狠狠打一次灭族教训，他们永远记不住疼。晚清，本王决定，这一次必须给他们刻入骨子里的教训，把镇城周边的蛮族落尽数拔除，杀到他们胆寒，杀到他们不敢靠近北凉边境。只要扫清外围，至少1年内。北疆再无小规模袭扰，我们能安安稳稳发展民生，稳固防线。为北凉争取足够的发育时间。王爷不可，曹爷不比北凉境内。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部落散落，危机四伏，深入草原作战，变数太多，风险太大。蛮人居于主场，熟悉地形，擅长游走偷袭。您身为秦王，万万不可亲身涉险。你放心，没有危险。本王不深入草原深地，只打镇山城边境沿线的部落，范围可控，打完就撤。这群部落常年拦路劫掠，杀我边民，扰我城关，旧账新账，今日一并清算。顺带清剿他们部落存居的牛羊、粮草物资，正好带回北凉，补充府库，补贴百姓过冬所需。晚清，你清楚我的战力，迄今为止，能在战场上胜过我，杀我的人还没出世。区草原边部散兵，奈何不了我。好，你放心去吧。暗探早已查清周边部落底细，首战就打黑谷部落，这是上次被全歼精锐的残部，今日彻底拔掉这颗毒瘤。骑兵是前人骑兵，他们杀进来了！全军突进，踏平黑谷！
敢持刀反抗者，绝无活路。所有手持兵刃、具备战力之人，就地格杀。凡持兵器者，皆斩！跟他们拼啦！阻碍已尽数扫清，搜刮物资尽数带走，全军撤退。失去了青壮与过冬的粮草，等待他们的只剩饥寒与死亡。黑谷部落的覆灭不过是个开始。按照暗探的名单，挨个点名，挨个清算。半月6部尽数扫灭。从今日起，北疆外围400里再无蛮夷刀兵。王爷杀伐果断，以战止战，唯有杀得彻底。这群蛮人欺软怕硬，唯有血与刀才能让他们记住教训。全境肃清，全军停止征伐，集结整队，预备返程。对这群蛮夷的仁慈，那便是对我们北凉百姓最彻底的残忍。大王，大事不好！讲。北凉秦王楚云亲率铁骑深入草原，半月之内横扫镇壁城周边6个部落，白羊、赤蹄、野狼6部尽数被迫，各都青壮战力几乎被屠杀殆尽，营帐被焚，粮草被抢，牛羊被掠，方圆几百里草原部落全军覆灭。活下来的只有老弱妇孺，整片边境草场彻底废了。疯了！这秦王简直疯了！敢直接跨界杀入我大草原，屠我部落，杀我族人，这是宣战！大王，此仇不共戴天，秦王太过嚣张，目中无人，完全没把我北蛮王庭放在眼里，当着整片草原的面屠落王庭属部，这是狠狠地抽在大王脸上，践踏我北蛮威严。请大王即刻下令，集结主力大军，踏平北凉，全歼那支秦军铁骑，斩杀楚云，血债血偿，为6部族人报仇。楚云，你竟敢如此辱我倾巢南下！我要碾碎镇崩城，屠光秦军！不行，冬日临近，风雪将至，大军一旦出征，必将葬身荒原。孤知道，诸位皆想即刻开战，6部族人惨死，边境草场尽毁，此仇孤比谁都恨。楚云欺我北蛮无人，践踏我草原威严，嚣张至极。但是，冬日将至，大雪不日封路，天时不利，不可妄动。此刻大军南下，补给断绝，天寒地冻，前路无援，不是出征复仇，是自毁根基。这仇不报不可能，这笔血债，孤记下了。待到明年开春，雪花草青，孤集结全草原之力，尽起北蛮精锐，大举南下，踏平镇东城，突进北凉守军，横扫北凉城池。孤要让楚云，让整个北凉为今日6部之伤付出惨落代价，血债血偿，寸土不留。大王英烈！秦王殿下回来了！这就是北凉大军第一次主动杀入草原带回的战利品。回来了，大军回来了！秦王殿下威武，秦军将士无敌！走
平草原6部，扬我北凉军威。活了一辈子，我真的等到这一天了。以前都是蛮狗来抢我们、杀我们。孩儿，你记住，以前我们北凉人抬不起头，从今天起有秦王在，我们再也不用怕蛮人了。以后没人敢随便杀我们、抢我们。打，就该这么打！这群蛮人就是欠收拾。以前欺负我们够多了，这次终于付出代价了。以后谁还敢说我们北凉弱？草原凶险，夫君一定要平安回来。来了，听见马蹄声了。谢天谢地，他回来了。王爷，您可算回来了。本王回来了，无事。这半个月，我日日都在担心。幸好王爷平安归来。放心，些许草原散步还伤不到我。此战顺利，边境6患尽除，边境至少数月安康。本王答应你，必会护好自身，护好北凉，护好你。快看，王爷王妃真好！王爷在外征战杀敌，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王妃。世人都说王爷杀伐凌厉，威严霸道，可在王妃面前永远温和耐心，这般情谊真让人打心底羡慕。恭贺王爷半月横扫草原6部，尽除边境100年边患。王爷神威盖世，护我北凉万民安稳。都坐吧。此次深入草原，连破6部，不是本王一人之功，是所有出征将士浴血拼杀、不惧凶险换来的战果。这一战，打得干脆，打得彻底，扫尽周边蛮夷，扫清边境隐患，本王很满意。今夜庆功，不谈公务，不议战事，只管放开吃喝，尽兴畅饮，不醉步不归。此战缴获的所有物资，牛羊、粮草、皮毛、军械，你们2人牵头，全权负责安置清点，分门别类，仔细核算，登记造册。所有缴获一分不留，全部纳入府库，统一调配，优先用作全城入冬储备，充实府库储备，绝不私分，绝不浪费，尽数用在北凉民生防务之上。属下遵命，定妥善安置所有缴获物资。婉清，回房。这半个月我真是日夜难安，草原太远，战事凶险，我每日守在王府，心里时时刻都在挂念你，让你担心了。我不求王爷百战百胜，不求威震四方，只求你每次出征都能平平安安，按时回家。王爷，醒了？您还是再找2个人伺候吧，妾身真的顶不住了。这木头又想糊弄过去。您不说话，妾身就当您默认了。这件事，妾身替您做主。王爷日日军务政务缠身，本就劳累，后院也不能只压在妾身一个人身上。这件事交给妾身安排便是。家里的事他素来稳妥，交给他确实省心。这王爷，说下黑玉山煤厂近况，蜂窝煤量产进度如何？回王爷，煤厂已经全面步入正轨，矿区开采、煤粉筛选、煤泥换核、压模成型、晾晒入库，全流水税打通，工人分工熟练，工序成熟，不存在返工浪费。目前全厂稳定产能，每日可产成品蜂窝煤5万块，存量每日叠加，损耗极低，品性达标，完全可以直接入户使用。日产5万还不够，王爷的心机到底有多高？北凉100万人口过冬，家家户户取暖做饭，日夜消耗，分担下去，勉强够30%人口基础使用。一旦寒潮突至，暴雪封城，存量根本顶不住消耗。继续扩产，速度再快，规模再大。属下明白。随本王走，去黑玉山实地查看。王爷，
目前每场在岗工人已突破10万人规模，昼夜2班轮换，不停工，不断产。场地还在持续扩建，模具、工具、浆糊全部加急补足。10万工人规模够了，但产能依旧跟不上需求。下一阶段，所有资源优先倾斜煤厂，全面扩产，优化流水汇，简化冗余步骤，务必在入冬之前将日产量稳定提升至10万块。日产10万，才勉勉够北凉100万百姓平稳过冬。属下遵令，拼死完成扩产任务。苏哲，你要记住，蜂窝炭不只是过冬物资，这是一门可以长久做下去的产业。煤炭储量巨大，成本极低，经久耐烧。北方诸郡冬日严寒，家家缺柴，户户畏寒。等我们北凉内部储备充足之后，直接向外倾销，把蜂窝煤卖到周边郡县、北方各州，以平价惠民，以量产牟利。王爷深谋远虑，属下不及。王爷，还有一事需向您汇报。近期北凉政策宽松，赋税减免，安居斗底，温饱有保，乱世安能。消息传遍周边郡县，大量外地流民、破产百姓、底层农户纷纷举家迁入北洋定居，几乎每日都有新流民队伍入城。属下已安排专人划分新定居点，统一登记户籍，分发土地，安置住房，全部接纳，来者不拒。北凉现在什么都缺，缺地可以开荒，缺房可以新建，缺粮可以调配，唯独人是最缺最金贵的根基。所有新落户百姓统一安置，统一管理。属下明白。王爷，臣妾有要事想向您汇报。说。近期黑居山煤厂全速扩产，蜂窝煤产量日攀升，北凉内部过冬储备便能彻底充足，继续量产，只会积压库房，浪费人工物力。蜂窝煤成本极低，耐烧使用，干净无烟。北方诸郡年年缺柴少息，士族大户取暖损耗更是极大，是一门绝对能风靡北方的刚需生意。臣妾想主动接手此事。他竟然与我不谋而合。蜂窝炭对外推广，销往北方各州郡县，打通对外商路。一来，能为北凉开辟全新的长久产业，不再依靠战争缴获与零星赋税度日；三来，能让北凉特产扬名北方，变相稳固王府在北凉的地位。爱妃的想法与本王不谋而合。本王今日巡查煤厂，便已经定对外销、产业化盈利的布局。既然你主动请缨，那这件差事便全交你负责。王府上下所有资源尽数为你敞开，无需报备，无需请示。臣妾定不负王爷信任。王爷，臣妾打算借助李家的关系网，铺开这条商路。但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哪怕是至亲夫妻，公私必须分明。这是合作的根基。那么，最关键的利益究竟该如何分配？今日召集诸位，只为一事：组建北凉商会。商会主营蜂窝煤，量产已成熟，缺的是销路与规矩。王妃，草民任会长。你在北凉经营多年，人脉账目皆精，会长一职非你莫属。7日之内立据章程，全员上岗，王府兜底，亏了算我的，赚了按股分。开办运输账房，今日上岗，章程第1条，货不二价，童叟无欺。王爷，商会已具大宗贸易之能，这是7日卷宗。仙儿辛苦，7日成型，本王没有看错人。王爷谬赞，只是蜂窝煤要扑向北京各州，还需打通北方商路。你的意思是？臣妾亲自回京找父亲，李家渠道遍布大前，有他出面，商路必通。好，本王让青龙率队护你，3日后启程。青儿，我的儿，你可算回来了。娘，女儿不孝，让您挂心了。受了，北凉苦寒，你受苦了。娘，女儿不苦，王爷待我很好。好，
你父亲在书房等你，去吧。父亲，蜂窝态量产已成熟，北凉缺的是渠道。李家出渠道人脉，北凉出矿出人，互利均分。李家想永久干股。你可知这蜂窝煤一旦铺开，意味着什么？天下取暖皆系于此，这不是生意，是命脉。女儿明白，正因如此，才要与李家共分。好，但凡大前地界有我李家一日，北凉商队畅通无阻。多谢父亲。晴儿，你可知为父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请父亲赐教。楚云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功高震主，这是原罪。身在皇家，身不由己，不争就是死。父亲的意思是，陛下给北凉军政独立，财政自主，你以为是放权？那是他在刻意培养接班人。陛下心中的储君人选，早已定了7、8分。女儿明白了。我不能只做深闺妇人，夫君的根基，我来替他稳固。来人，在。明日备车，我要入宫，向贵妃娘娘请安。领命。快坐坐，臣妾给母妃请安。云儿在北凉可好？听说她打了大胜仗。回母妃，王爷整敌不甘南下，如今百业初兴，百姓安乐。好，这孩子终究是出息了。王爷常念母妃，主臣妾入京一定替他叩安。臣妾奉旨京向陛下请安，北凉安稳，百业初兴，请陛下放心。云儿在那边没惹什么乱子吧？王爷编立新军，修筑城防，推广蜂窝煤以济民生，北凉户口3年增了2成。哦，细说。军制、税驻、商路皆由王爷亲自主持。征军能御外敌，理政能安民生，朕对他寄予厚望。王妃回李府？不回李府，去城西刘府。婉清，你何时回京的？昨日刚到，今日特意来看你。快坐，我新得了好茶，正想着你呢。柳溪，你还是老样子，满屋书香。你也是，嫁了人，倒比从前更有气度了。柳溪，我今日来，有一事求你。你我之间说什么求？什么事儿？我要你做秦王侧妃。你说什么？与其各方势力塞女人进府搞内斗，不如我自己选最信任的人。可这是终身大事，我不逼你，你想想，3日后给我答复。让我想想。天没亮就排到结尾了，这蜂窝煤真有那么金贵？1文钱10块，比柴火便宜1半，还耐烧。别急，排成队，货到即空，下一批5000准到。给我来20块。孙儿冬天不用冻脚丫子了。秦王殿下真是活菩萨，往年这时候早有人冻毙街头了。王爷，全城4城12坊售卖点已全部覆盖，蜂窝煤足量供应。周边乡村呢？均已设点，1文钱10块串销，赤贫户另有赈济煤。今年冬天不会有人冻死。百姓无不称颂秦王恩德，街头巷尾都在给王爷立长生牌。暖冬已至，该练兵了。开春雪化，蛮军必大攻报复，耶律齐不会忍这口气。主公，北凉现有兵力不足3万，分守各郡，捉襟见肘。扩军10万，10万之众，粮饷装备不强制摊派，全凭自愿，优先征召北凉本地百姓。
他们守的是自家田地，父母妻儿。末将这就去布告，保管10日之内，新兵满营。主公，各村青壮仍在涌来，大营已经扎出3里地，10万秦军可一战。婉清，一路辛苦。这位是？还给你带回了一位侧妃。你说什么？柳溪，书香柳氏之后，温婉之礼，才情品貌皆是上上之选，我已替王爷纳了。这种事你怎么不先与本王商议？王爷身边需要人照料，柳溪妹妹最合适，我这是为王爷着想。柳溪，见过王爷。心服吧，外面冷。是。李家合作已敲定，各郡商号渠道尽数打通。不做直营，控郡县核心渠道、货仓、商号、定价全握在手里，乡镇放权给地方商人，做经销商代理。轻资产、快产、快扩张，借他人之手铺全网，我们只做最值钱的那一环。你主外，开疆拓土；柳溪主内，管好王府账目后勤。柳溪妹妹初来诏，能行吗？试了便知。王府会务从今日起交柳溪妹妹全权打理。姐姐，我怕是做不好。秦王府不养花瓶，账目、人事、用度，半月内理清。柳溪领命。王爷，柳溪侧妃半天就把3年账本全理顺了，连老管制藏的大糊涂查出来了。回王妃，回王会300人，6翁部门运转成熟货通南北。北方11郡，半月内全部覆开。小人这就去办。王妃，李家管事已将拜帖递到各郡，郡守和大商人都在等。秦王威的身份比什么帖子都管用。秦王府供货，李家担保生意稳赚不赔。货仓商号现成的，铺货即卖，风险为0。互利共赢，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王妃，不到半月，北方11郡全部签约，蜂窝煤5文钱10块，上市3日受控。货运不能断，加车马，马车昼夜不息，沿途灯火绵延数10里。王妃，营收3倍。知道了。王妃还有何吩咐？冬去春来，开春了，该练兵了。王爷，年夜宴席已备好，文武百官皆已入席。辛苦你了，柳溪。府中舒适，井井有条。能为王爷分忧，是妾身的本分。诸位，这杯酒敬战死的弟兄，敬在座诸位，敬北凉万民。敬王爷！来年，本王带你们打出一个太平北凉。主公，10万秦军整编完毕。好。丁，主线任务封狼立玉，率军攻入北蛮腹地，踏平狼神祭坛，于圣山之巅立战功碑刻秦王之名。本王接了。主公，您要亲率2000铁骑深入草原，孤军深入千里，这是兵家大忌。未必。其一，时机，开春蛮军主力南下，王庭空虚。其二，兵力2000精锐，1人双马，轻甲全速突进，千里奔袭，粮道一断便是死路。本王自有办法，无需粮道。
你率8万主力死守镇百城，拖住蛮军，本王趁虚直捣王庭，打完即撤。主公，末将守得住城，可您身边只有2000人。霍去病800骑锋狼勋系，本王2000铁骑为何不能？末将遵令，诚在人在。黑风谷封锁，2000铁骑特训大漠夜行，荒野变相。20探豪乔装胡商潜入草原，绘制王庭至狼居山全图。末将这就去办。王爷回来了，菜一直热着呢。今晚不谈军务，陪你们吃饭。王爷，您眼底有东西。吃饭，等本王回来，天天陪你们。隐忍了一冬，今日孤要誓师，传孤号令，整合5大部落，集结30万铁骑。大王，末将请为先锋。半月之后，拔营南下，踏平镇崩城，屠尽北凉百姓，去楚云头楼，继我狼居富山。30万铁骑，踏平北凉。主公，1日8道加急，耶律齐集结30万大军，半月后南下。知道了。主公，末将请战。张廷听令，率8万主力即刻开赴镇北城，加固城防，死守不退。你的任务只有一个，拖住30万蛮军，越久越好。末将遵命，诚在人在。蛮军出兵之日，便是我铁骑杀入蛮地之时。将军，城防加固完毕，滚木掠石、弓弩箭矢全部到位。粮草堆积如山，够8万大军坚守半年。弟兄们，蛮军30万南下，咱秦军8万，守不守得住？守得住！诚在人在，寸土不让。千里奔袭，直捣王庭，进则生，退则死。2000人，端了耶律齐的老巢，怕不怕？不怕！出发！王爷，妾身等您回来。去年严冬，数万青壮战死，牛羊被夺，我族老弱妇孺冻死大半。寒冬已尽，冰雪消融，本王隐忍蛰伏一整个冬天，养兵马，聚粮草，如今天时已到。楚云杀我族人，毁我部落，夺我牛羊，此仇不共戴天，此番南下，本王要踏平北凉全定，取下楚云人楼，带回狼居西山，祭我死去数万族人亡灵。斩杀楚云，祭奠族人。大王，我族兵马休整完毕，战马膘肥，军械齐备，末将愿为先锋阵，攻破边关，斩尽北凉守军。传本王王令，整合北蛮5大部落，全境集结兵马，抽调精锐骑兵、部族步兵，附庸部落联军，凑齐主力30万大军，休整筹备半月。半月之后，全军拔营，直扑北凉关外防线，屠尽北凉。遵大王令，覆灭北凉。楚云，你手下多是新兵，本王30万雄兵碾压，你必死。北蛮大王耶律齐整合各大部落，举国旗征兵，整编主力30万，军械粮草草备，定半月之后全军南下，主攻北凉关外镇北城防线，目标全歼秦军，攻占北凉城。隐忍一冬，倾尽国力来犯。传令全军，8万秦军主力即刻拔营，开赴北疆镇北城驻防。末将遵令，即刻调全军，分批开拔镇北城。主力抵达镇北城之后，3件事：第一，加固城墙垛口，修补城门防御，布设巨马、陷坑、弓弩阵，完善关外防御工事；第二，运付粮草、箭矢、军械，全数运往镇北城粮仓库房，保障主力持久战补给；第三，全员不离校场，加大对抗演练，新兵依托老兵分组作战，磨合团战配合，稳住军心，死守城关即可。你的任务只有死守。末将明白，定会死守镇板城，拖住蛮军主力，绝不放一兵一卒蛮军入关。2000骑兵即刻一营，去往西侧黑风谷隐蔽驻扎。属下遵令。
满军出兵之日，便是我铁骑杀入蛮地时。春分至，冰雪融，蛰伏弋东的群狼闻到了血腥味儿。30大军收拢合一，楚云，你的死期到了！镇北城已成一座绞肉的钢铁熔炉。好了，弋东，这群北蛮狗总算动了。往年入冬，蛮兵就入关烧村抢粮，杀了咱们多少乡亲。这一次，大军驻守镇北。城防修筑的固固若金汤，敌军胆敢来犯，定然无功而返。城外壕沟层层环绕，城头守备器械充足，即便敌军人数众多，也绝难逾越我镇北防线半步。以前边关兵力薄弱，守得艰难，如今咱们秦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训练整冬，正好借着这一战，狠狠收拾这群蛮贼。往年蛮兵入关，老弱百姓逃都没地方逃，今年不一样。有王爷坐镇，有全军弟兄并肩，定要守住城关，打通北蛮，让他们再也不敢南下劫乱。放心，张军亲自坐镇城内指挥，军纪严明，补给不断，咱们耗得起，拼得起，就让这群蛮狗撞碎在镇北城城墙下。北蛮的子民，去年秋冬一战，秦王楚云杀我族人数万，烧我草场，夺我牛羊，冬日苦寒，族中老弱孩童冻饿惨死无数，这笔血债刻在每一个北蛮人的骨血里。今日出师，全军南下，踏平镇埠城，攻破北凉城，杀光秦军兵卒，劫掠城治粮草，夺北凉女子牲畜，补足不足所。采下楚云首级，带回狼居胥山祭天。此战不破北凉，誓不回草原；不破北凉，誓不回营。斩杀在血场。全军听令，南下，目标镇东城。北蛮主力倾巢南下，时机到了。边关狼烟起，北蛮大军南下入侵，本王要动身前往边关前线，带兵抵御蛮军，守住北凉坑关。前线厮杀凶险，万事谨慎。王府内务商会商事由我和希儿守住。王爷安心御敌，务必保全自身，平安归来。王爷，战场上刀剑无眼，不用事事逞强，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在王府等您平安回来。放心，我自有分寸，必会平安归来。等蛮军主力被钉死在镇詹城，便是我孤军深入，直捣王庭之时。此行凶险，绝不能让他们知晓。驾！属下骆勇参见王爷。全军筹备何？回王爷，2000铁骑全员整装完毕，1人双马，军械、箭矢、干粮、淡水足粮配齐。出关密道、草原水源绕行点位，全员熟记于心。全军随时可以动身，等候王爷下令。诸位将士，此刻北蛮30万主力尽数南下镇长城。今日本王带你们出山，绕行荒山密道，直入大草原腹地。此行目标，北蛮王庭，全速突进，端掉蛮王巢穴，登临狼居胥胥圣山。此战封狼居胥，为北凉死去百姓、边关死去弟兄报仇雪恨。追随王爷，踏平王庭。全军听令，即刻出发，目标北蛮王庭，出发。30万蛮军压境，镇北城能守得住吗？看着声势吓人，扑得漫山遍野，说到底
就是一群部落凑起来的乌合之众。镇北城墙加厚3蠢，外墙浇筑碎石夯土，坚硬无比。城外连环陷坑，铁刺一应俱全。这群蛮贼野战凶悍，不善攻坚，不可轻敌。重点护住城头弓弩兵。派人上前喊话劝降，告知城内守军，开城门投降，归顺北蛮。全城百姓、士卒可留性命。若是负隅顽抗，攻破城门之日，全城人畜格杀勿断，鸡犬不留。城上秦军听着，我家大王有令，即刻开城投降，归顺北蛮，饶全城性命。拒不投降，破城之后屠尽全城，老少不留。放箭，驱赶回去去！全军听令，首轮攻城，先锋步兵加以攻梯列阵，全力压制城头守军。反击！放箭！第2轮攻城，调集2万弓箭手，全员压前，不计箭矢损耗，全力覆盖城头，封死秦军所有射击点位。死也要顶住！啊！关外血战，2日2夜未曾停歇。日出至星夜，2日5、6轮猛攻，尸骸铺满荒原，却未能踏上城头半步。大汗，伤亡上万，将士疲惫，恳请暂缓攻城，休整兵马呀！废物，全是废物！我30万大军攻不破1座城关。一群酒囊饭袋！出征前我扬言旬日踏平北凉，如今寸步难进，再耗下去，军心必大乱。蛮贼近战一般，唯独弓箭太过难缠。他们不用近身搏杀，站在远射箭就能耗死我们弟兄。2日下来，弟兄大多是箭伤。军医药消耗极快，轻伤带伤值守，重伤只能后撤城内休养。全力救治受伤弟兄。蛮军久攻不下，定会继续强攻。接下来的战局会更加艰难。遵命，将军。王庭必须全速突进。首领，南方来日骑兵黑衣黑甲，人数上千，闯入我部落草场。区区上千大前骑兵，敢闯我赤勒部地界！来人，
召集本部骑兵全员上马，斩杀来人，抢夺战马军械，不留活口。大前骑兵敢深入大草原，找死！全军列阵，迎敌。得令，追行阵，变！顶住！给我反扑，包围他们！靠，这是人吗？一拳把人打飞，怎么会这么强？快跑，打不过，这根本没法打！杀穿他们！稳住阵型，不许跑！王爷，前路全部被封，周边7个部落结盟哈维，44000蛮骑封锁道路，无法绕路突进。潜行奇袭落空了吗？变更战术，一路冲杀，一路平推，杀到王庭脚下。遵令。这人根本不是人，一拳直接打爆身躯，怎么打得过？出墙连影子都看不见，躲都躲不开。这人就是人形凶手，太凶残了。报紧急军情！南部草原闯入北凉骑兵一支，兵力仅2000人，带队之人正是秦王楚云。骑兵一路北上，连破7个部落，屠戮部族轻壮数万，如今全速行军，直奔我王庭而来。花天下之大计啊！据2000千骑兵孤军踏入大草原腹地，秦王这是疯了不成？敢直扑我北蛮王庭？我北蛮千里草原，部落密布，兵马遍地，2000骑兵敢奔袭王庭，简直是自投罗网。我还以为秦王多有谋略，如今看来不过是狂妄自大之辈，放着安稳坑关不守，妄图直捣虎龙，偷我北蛮老巢，简直痴心妄想，不自量力，自取灭亡！找死，纯粹找死！不够草原各路塞牙缝。楚云狂妄，目中无我北蛮。既然他敢送上门，那就成全他。传令王庭方圆100里部落，调集各部留守骑兵，整合兵力，歼灭北洋骑兵，生擒楚云，押往狼居西山，当众祭秦。遵令。楚云，今日10万大军围剿，你这孤军还能往哪儿逃？王爷运筹帷幄，四方哈维滴水不漏。秦军区区疲兵，插翅难逃。王爷若是生擒秦王楚云，大王定会大喜。归来之后，必定重赏王爷，加封部族封地。本王听闻秦王楚云勇武过人，坊间传他100人难敌，近身搏杀所向披靡。哼，100人敌而已。我麾下10万将士，前仆后继，轮番上阵。他杀100人，还有1000人；杀1000人，还有10000人。血肉之躯总有力竭之时，单耗都能活活耗死他。楚云敢孤身犯险，那就成全他。此地草原就是他葬身之所。全军听令，全速进军！
剿灭秦骑兵！连日血战，200多弟兄留在了这片草滩上。报王爷，前方10里发现蛮族大军，乌龟10万蛮骑。诸位将士，10万蛮兵，人数100倍于我，你们怕不怕？不惧，追随王爷，死战不退。杀伐的应了盛宴开始了。好，既然无惧生死，那便随本王正面迎战沙川10万蛮骑，直捣王陵。沙川蛮军追随王爷。就这么点人也敢摆开阵势？末将请战，属下带1万本部骑兵先行出击，试探此人虚实，看看外界传言到底几分真假。什么肉身非人，以1敌100，老子1万骑骑瞬间就能把你们踩成肉泥。准许。末将遵令。本部1万骑兵随我冲锋，全军冲锋！受死吧！这还是人吗？随手一枪劈碎大刀，震飞大将7、8米，这力量根本违背常理。外界传言不假，他就是变态怪物。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一枪碎大刀，一枪震飞大将7、8米，人力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难怪沿途部落全被覆灭，太变态了！慌什么？怕什么？对方只剩1000残骑，我手握10万大军，人海堆都能堆死他们。不过1人勇武而已，能杀多少人？传本王呼令，第2批万人骑兵即刻冲锋，开启车轮战，不计伤亡，不计代价，不惜一切，必杀楚云，确推手进，全军迎敌。2翼骑兵合围，隔断秦军主力，拦住敌人骑兵，抽调1000人精锐，全员围杀楚云，杀掉此人，此战必胜。往前是死，后退也是死，都给我上！他只是血肉之躯，一定会力竭。围上去，耗死他！一群蝼蚁，聒噪！拦住他！快拦住他！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他根本不是人，是下界来的魔鬼，是草原宰杀。不过1人而已，我不信，不信他体力无穷无尽，永远杀不死。全军听令，全军出击！所有弓箭手上前，全员拉弓，远程激活楚云。各部骑兵全线压上，车轮不休，人海围杀。今日不管死多少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斩杀楚云。此人不死，北蛮永无宁日。今日就算拼光精锐，也要将此人彻底击溃。目标中军帅旗，斩杀蛮军主帅，全军随我冲！亲兵，王族亲兵，全部上前挡住他，绝不能让他靠近帅旗半步。挡我者死！猎物锁定，拦住他！全都给本王上去拦住！亲兵顶上去，死也要挡住他！王爷，挡不住了，彻底挡不住！他目标直指您，就是斩杀主帅的。王爷快走，速速撤离战场！我等亲兵全员断后，拼死拖住他片刻。您必须赶紧离开，大王还在前线，后方不能无主。
请王爷为大局着想，赶紧走！留在此地必死无疑，留得性命才有翻盘取地。撤，立刻走！夺旗斩旗，胜过斩杀10员蛮将。蛮军全线溃逃，要不要追击？全军停止追击，原地收拢阵营，就地驻扎休整。半日后，全军开拔，杀向北蛮王营。召集所有王族长老，即刻大典议事，即是天大吉事！前线大败，10万大军全线溃败。不可能，绝无可能！我方10万精锐，对方不过2000孤军，兵力相差50倍，怎么会溃败？不过区1000余骑兵，怎么破10万军阵？王爷，您是不是搞错战况了？是真的，不是士卒不敌，是楚云一人无敌，1000人围杀不死，万军拦不住路，一枪斩断中军帅旗。此人战力非人所能抗衡，他休整完毕后，必会领兵直奔王庭而来，沿途无人能挡，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当下唯一活路，撤离王庭。2000骑兵打败10万王庭大军，这怎么可能？是不是溃兵造谣？我们北蛮铁骑纵横北疆，怎么会输得这么离谱？完全打破常理！大王在边关攻城，腹地兵力全没了，王庭守不住了。若王庭陷落，耶律齐回来，我岂有生机？若是城破，我王族血脉难道要被他屠戮殆尽？第一，调动城内所有马车、驼队、粮草物资。王族嫡系族人，王族妇幼。长老家劝说，即刻收拾细软，由亲卫护送，先行撤离王庭，去往北方部落避难。第二，收拢回城溃兵，城内留守青壮，整编4万士兵，加固王庭城墙，搬运滚木落石，布防城门，依托王庭高墙死守。能守住就守住王庭，守不住我再弃城撤离。楚云此人战力无解，但王庭不能不守。转移王族是留后路。王爷不必多虑，秦军就1000多骑兵，人马有限。王城有城墙，居高临下，地利在我们这边。楚云再强，也只是肉身勇我。他能平地破万军，难不成还能飞上5米城墙？没错，城头弓箭滚木，火油全部备足，死守城门即可。北蛮的勇士们，城外之人是入侵我、屠戮我族人的外敌。丢了王城，我们部族勇士抬不起头。拿起兵力，死守王庭，战！困兽之斗。王爷，属下有一言，恳请王爷三思。讲。我方仅剩1370余骑，连日血战，士卒疲惫，战马劳损大半。城内留守蛮兵数万有余，依托城墙死守。我们长途奔袭，轻装赶路，未携带任何攻城器械。无云梯，无壮木，无攻城石锤，连简易攻坚工具都没有。仅凭骑兵冲锋，根本没法翻越城墙攻入城内。以属下之见，放弃攻打王庭，
调转队伍，直接杀向狼居宿神山。此行初衷，本就是封狼居宿，震慑北蛮全境。只要登顶神山，继其立威，此战大功一成，没必要硬攻京城，徒增伤亡。700属性3吨蛮力，今日正好试试极限。你们等着，无需将士冲锋，无需攻城器械，本王一人轰碎城门，破开这座王城。单人破城，徒手轰城门，这怎么可能？属下静待王爷破城。他想干什么？一个人？你们看，他孤身往前凑，到底想干什么？看不懂。放着大军不动，自己一个人上前，脑子坏了。难不成他想骑马冲上5米城墙，简直异想天开！我看他是打胜仗打飘了，分不清平地和城墙的区别。平地能杀万人，城墙之上弓箭无眼，他就是活靶子。一人攻城，从古至今闻所未闻。这人怕不是个愣头青。听说秦王勇猛无敌，看看就是蠢货一个。楚云，你孤身靠前，意欲何为？莫非知攻城无望，前来投降？若即刻下马跪地俯首投降，本王可以书信边关，禀报大王，饶你一条性命。别痴心妄想攻破王庭，你麾下就1000骑兵，就算全员战死，填在城墙之下，也踏不进王城半步。趁早认命，投求生。耶律烈，本王给你最后机会，即刻下令开城，率众投降归顺，本王可饶你王族亲兵性命。如若不然，片刻之后，本王破城而入，必亲手斩你于城头。狂妄自大，本王坐镇城头，坐拥数万将士，高墙虽在手，地利在我。你有本事就自己攻进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开这王庭城门。攻进来，有本事攻进来！放箭，快放箭！全员放箭，投石砸他，滚木落下去，不惜一切射死此人，拦住他，绝不能让他靠近城门。疯了，这不是人！破！王爷，城门碎了！完了，彻底完了！这尊杀神进来了！王爷快走，留得性命要紧！全员进阶，堵住城门！所有人持刀上前，联手斩杀敌人，拼死杀了他！王爷威武！王爷侠气霸气，举世无敌！逃者斩，退者死！杀！拦住他！找死！打不了，根本打不了！他是杀神，他是杀神下凡，我们拿命填都没用。一人破一城，一人屠一军。王爷是神吗？这就是绝对力量的快感。管你万军守城，管你高墙坚门，我一枪可破城，一拳可碎敌。谁等谁死，谁拦谁亡。这碾压的爽感，真的太爽了！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不走！我要死守王庭！王庭是我北蛮根基，我身为留守主帅，岂能弃城而逃？王爷，别挣扎了，让我回去！我要跟楚云拼了！我亲手斩了这魔头，大不了一死。王城已破，城门尽碎，军心崩了，保住性命，日后才能报仇雪恨。现在留下来，
只有白白送死，不值得。怯懦伪战，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义。干得好！这样一来，不是我弃城怯战，是部下誓死护主，忠义、名声、退路全保住了。传令全军，点火焚毁王庭。百年鲁朝，今日化作飞灰。全军听令，目标狼居西山。弃马，登山。我们要以最挺拔的姿态登顶圣山。我率孤军千骑，横穿万里草原，破蛮10万，赴北蛮王庭，焚百年鲁朝。今日登顶狼居岁，祭天地封山河。秦王威武，万古无双。大前秦王楚云率秦军铁骑越万里荒原，溃蛮骑，斩尽精锐，破王庭，焚鲁都，复蛮族根基。此战之功，非我一人，是诸位将士浴血相随，死战不退。今日石碑留我名，来日史书必记尔等忠勇。追随王爷，至死无悔。恭喜宿主，奖励梯精良明光甲10万套。我操，这奖励太爽了！10万套明光铠，足以武装一支碾压当世的重步兵，同等兵力，无敌近战。神血宝马1万匹，这几样军备随便拿出1样，都是改变战局的重宝。专属战略道具10里实时地图。上帝视角，这简直颠覆了所有的战场规则。谁埋伏，谁偷袭，有了它，敌军的算计全部透明。我的指挥将精准拿捏战局。1000余骑兵深入万里大草原，缺水少粮，不用围剿，风沙就能拖死他们。浮云不自量力，逞匹夫之勇，不用管他，猛攻镇北城。大王，平族部落尽灭，围剿兵马全军覆没，楚云兵锋直指王庭。楚云这根本不是送死，他是釜底抽薪，直击要害。一旦王庭失守，我们就算攻破镇北城，也是得不偿失。撤！全军回撤！蛮军后方出事了，绝对是王爷奇袭腹地，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开城门，全军出城列阵。蛮军仓促撤军，军心不稳，辎重拖累，正是绝佳战机。不许北蛮主力安然撤退，拖住他们，咬死他们！所有重型装备，多余行囊，全员轻装赶路，日夜兼程，全速回援王庭。怎么回事？我的右眼为何跳得如此剧烈？急报，大王！急报！何事？大王，完了，全完了！耶律烈王爷统领的大军全线溃败！不可能！10万切骑，10万精锐，就算10万头猪，
让他杀也能杀上3天3夜。区区1000余秦军骑兵，怎么能击溃我10万大军？离谱，太离谱了！1000人破10万，从古至今，从未有过这种仗，这根本不是士兵在打仗。那只秦到底是什么怪物？那个楚云到底是人是鬼？楚云，本王必杀你，扒你皮，抽你筋，碎你尸骨！全军听令，从速急行军，一刻不停歇，赶父王围剿楚云。生前此要全歼所有秦军骑兵，本王要将其碎尸万段，祭奠我战死的族人。没了，我大满100年的根基全然没了。大王，大事不好！狼居香圣山被楚云登顶了，他在圣山之巅立碑刻字，铭刻战功，昭告北疆。他以我蛮族1000年圣山祭天丰功，压我北蛮气运，辱我全族颜面。那是圣山，那是王族才能赢的图腾。快看，在那儿！所有的流血牺牲，在这一刻，全部值得。欢迎英雄回家，恭迎王爷凯旋归来。回来了，他终于回来了。这几日，我夜夜不敢合眼，总怕等来的是最坏的消息。2000人闯蛮境，换谁来看，都是必死局。也就只有王爷敢打，也能赢。2位娘娘，王爷实在太厉害了！奴婢从军报里听完所有战事，整个人都惊呆了。孤军深入万里荒原，没有补给，没有援兵，以2000人硬压10万蛮军。从古至今，哪有这样打仗的将军？哪有这样厉害的王爷？旁人9死1生的绝境，王爷硬生生打成了绝世大胜。这哪里是战神，根本就是下凡的神仙！之前全城人人揪心，人人担忧，谁都以为这次凶险万分，谁也想到，王爷竟然真的踏平蛮庭，凯旋而归。王爷，您回来了。我回来了，无恙平安，让你们担心了。你胆子太大了，那是整片草原数10万蛮人。若是输了，若是困，我们……恭迎王爷凯旋，秦王凯旋，秦王威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00骑兵深入草原腹地，那不叫奇袭，叫自投罗网。1000人怎么可能攻破王庭？简直是天方夜谭！夸大其词也没有这么离谱的，刻意夸大，怕是击溃了小股部落，故意吹成覆灭王庭。风狼孙熙，那是蛮族1000年盛帆，岂是轻易能登？太过荒唐！是真的，全部是真的。这哪里是秦王真的做到了？这是天降神将，镇我大前北疆！一定北疆，万古风狼蹄，大前第1战神秦王。北疆大捷，秦王破10万蛮军，踏平北蛮王庭，封狼兄！我的天，这是真的！2000人打崩10万铁骑，那可是称霸草原100年的北蛮呀！封狼逆婿，古来多少名将求而不得，秦王一战一成，大前第1战神，秦王当之无愧，实至名归。如今朝中6部已有3部暗中导向我们。殿下，北疆加急战报，秦王殿下他2000对10万，焚王庭，登圣山，封狼居西，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拼全力取得的这些微末功绩，在他面前简直渺小如蝼蚁。来泥烧草吧。不对劲，老六怎么可能这么……我数年苦心经营文治，自认政绩回入，他一场仗直接盖过我所有功绩，100倍1000倍娘！只要我在这军中树立威望，这大前的兵权迟早是我的。封狼住，我
费尽心思钻营的这点军中人望，全成了笑话。我如此勤恳务实，父皇定能看到我的苦心。2000轻骑，破10万，分王庭、封狼居。我日夜操劳数年，只换来一句尚可。他远赴北凉数月，一场仗直接封神。吾殿下长袖善舞，这未来的楚必定不可限量。大姐，北疆惊天大捷，秦王殿下封狼居休了。绝对的盖世功绩面前，我这些引以为傲的人脉、算计，简直不堪一击。大前第一战神，秦王威武！陛下，北方600里加急，绝世大捷！快说！秦殿下亲率2000轻骑，横穿万里草原，焚毁蛮王庭，登顶狼居寺圣山，刻石丰功。2000骑兵横穿草原，烧王庭，登圣山，封狼立虚。再说一遍，消息夸诈，可有谎报？陛下千真万确，此战详情经传遍整个北方。秦王殿下剑走偏锋，以2000孤军直捣黄龙，一锅端了北蛮的老巢。大前历朝几百年。历代帝王倾尽一生，只求稳住北疆，从无一人敢想能踏平蛮人王庭。太好了，太好了！朕的儿子太有出息了！朕竟有如此麒麟儿！传朕即整理此战全功，印发天下各州府，张贴告示，昭告万民。朕之子楚云率孤军2000大破蛮军，焚毁胡庭，封狼一苏，扬我大前国威，削我100年边事。奴才遵旨。你圣旨。快马加急送往北凉，召秦王楚云即刻回诸。此战旷世奇功，朕要当庭嘉奖，重赏厚赐。是。等等，你即刻去后宫传信李妃，告知贵妃，今日午间朕去她宫中用膳，备好酒菜，无需铺张，随心即可。奴才明白，这就去安排。朕在位半生，夜夜忧心北蛮祸乱，今日是朕帝王生涯最荣煌的一天，老六给朕挣足了脸面。喜事儿，何事慌张？背后传来了6笔加急，秦王殿下立盖世奇功，2000轻骑深入万里草原，焚毁北蛮王庭，登顶狼居寺圣山，刻石丰功。此事当真准确无误。娘娘千真万确，战报入皇城，绝无虚假，是真真切切的千古奇功。踏平王庭，动武将，穷一生及一生做不到的事，我的儿子做到了，太给我长脸了。恭喜贵妃娘娘，殿下立不世之功，娘娘福泽深厚。从今往后，威震天下，娘肉无双。好。今日大喜，河宫上下人人有赏，各取月例双倍。内侍宫女尽数赐银。谢娘娘赏赐。云儿一战称神，大势陪着我站上高处。如今这后宫想安稳度日，就必须稳住这份荣光。娘娘，总管高公公传陛下口谕，陛下今日午间驾临长乐宫用膳，请娘娘早做准备。传我吩咐，即刻通传御膳房，精选新鲜食材，备陛下御用午膳，荤素搭配，精致妥当。厉紫薇，你安分守己了10几年，偏偏生出了这么一个逆天的儿子。往日围着坤宁宫巴结奉承的人，如今全跑去长乐宫摇尾乞怜了。一群见风使舵的贱骨头！我的熊儿战尽敌场，费尽心血积攒政绩，凭什么比不过他一场边关大捷？云霓真是可笑。楚云立旷世奇功又如何？封狼奇心又如何？这朝堂号宫从来不是一战定输赢，锋芒太露，功高震主，从来都是皇家大忌。越是耀眼，越是遭人猜忌。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想凭这点资本踩下本宫的中宫正统，做梦！我不会认输的，走着瞧。紫薇，你真是给朕生了一个好儿子，朕做梦都想不到。云儿能在北疆打出这般天地。陛下圣明，都是陛下教导有方，皇恩庇佑。云儿不过是尽一份皇子本分，守一方国门而已。你就不用恭维朕了，朕心里清楚。以前，朕对老六确实冷淡了些。如今极致热禄，大家恩宠，大半都是帝王权衡算计罢了。如今的大前，朝且浮动。战火蔓延，
根基摇摇欲坠。云儿这一战稳住了军心民心，更是震慑了那些暗自观望的世家豪强。紫薇，朕召云儿回京，不只是为封赏，朕另有大用。国内叛军肆虐，但云儿麾下的秦军是能正面延绥蛮齐的硬军，国内那些乌合之众更不堪一击。朕打算任命楚云为天下平叛大将军，率秦军入关，横扫各地叛乱。朕要让天下所有藩镇豪强亲眼看看秦军的铁血战力，让他们不敢背叛楚家王朝。紫薇，这些年委屈你了。你性子恬淡，从未为李家求过私利，朕心里都清楚。从今以后，朕多来陪你。你的娘家李家若有人才有需要，你尽管开口，朕可以破例提拔。你有任何诉求藏着，尽管告诉朕。所有的恩宠、提拔外戚，根源全在云儿身上，是云儿打出的万古战绩。臣妾替李家谢陛下隆恩。伏姑起来！姑当初率主力出征，临走之前，姑怎么交代你的？姑将整个王庭尽数托付于你，你看看你干的好事！10万守军被2000秦军击溃，打散全歼。固若金汤的王庭被人一把大火烧成焦土废墟。我北蛮1000年圣山狼居心被楚云登顶祭天，刻碑辱我全族，斩断我蛮族气运，踏碎我王族颜面。你告诉姑，这般奇耻大辱，你让姑如何向万千部族子民交代？你葬送我北蛮100年基业，毁我鄙国根基，你是不是该死啊？臣该死，是臣弟无能，是臣弟轻敌，辱没王族荣光，臣弟罪该万死，请大王降罪。若非你是姑的亲弟，若非诸位长老苦苦求情，今日姑定一刀劈了你，祭奠战死族人。看你这畏畏缩缩的样子，姑看着就满心戾气，还跪着干什么？滚起来站好！是，臣弟遵命。诸位长老都看清了，我北蛮今日所受的是1000年未有之奇耻大辱，王城焚毁，圣山被踏，此仇不共戴天，绝不能这么算了。楚云毁我基业，辱我族群，姑必报此仇。大王，自然要报，但眼下局势容不得我们冲动。如今楚云功高震主，声望压过所有皇子，兵权在手，铁军在望，这般滔天权势，这般无双声望，任何一位帝王都会心生危机感，猜忌之心必然生根发芽，一丝疑虑便可无限放大，最终变成杀心。事在人为，没有绝对和睦的君臣，没有永不生息的父子。我们动用京城所有潜伏暗线、内用、探子，联动大前不满楚云的皇子派系、世家势力，多方造势，层层挑拨，必然能让前帝对楚云痛下杀手。好，就依你之计，转为离间布局，动用所有京城暗线，挑拨弟子反目，离间君臣离心。姑要看着楚云名声尽毁，众叛亲离。张斌，末将在。新到的军备全数分费全军，10万套明光铠立刻更替配发，按主力精锐、边境手足、众将部工的顺序依次发放。淘汰所有老旧皮甲，全军统一装配明光甲。1万匹汗血宝马，优先配比铁骑营、冲锋营、颤行轻骑营，替换所有老弱战马。组建专属万人精骑核心突击力量，2万具秦弩，分发各营弩兵，统一集训，统一操练，统一战法。组建专职远程弩阵部队，2军对垒，先弩阵覆盖压制，破敌阵型，
杀敌先锋，毁敌其阵。擒弩破甲墙，射程换远，这绝对是草原骑兵的噩梦大杀器。这一次，本王要彻底征服北疆草原，打散所有蛮族部落，打怕所有草原势力，让北蛮100年内再无崛起作乱的资本。末将遵令，1周之内必定完成全军换培北伐，严抓操练磨合之战法，整军备战。随时听从王爷调遣，2渡北伐，扫尽草原蛮族，彻底征服大草原。京城天使至，圣旨驾到，秦王接旨。北疆大捷的战报才传回多久，父皇的反应竟如此之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秦王楚云戍守北鞅勇冠3军，率孤军深入漠北，焚毁王庭。封狼慈勋，扬武威，学100年鞭笞，恭敬惶惶，镇受古今。唐嘉奖后赐酬功，钦此。秦王殿下，陛下龙心大悦，对殿下此战功绩赞不绝口，特意加急传诏，请殿下早日返京。这般急切召我回京，看来不只是简单的赏赐。家长，臣接旨。方才京城传旨，父皇召我即刻返回京城。此番回京，另有重赏加封，你们随本王一同回京。好，我们随王爷一同回去。一切听王爷安排。好，明日一早启程返京。殿下到了。云儿，一路归途，舟车劳顿，辛苦了。儿臣不辛苦，为国戍边，本分而已。你在北疆所作所为，朕尽数看在眼里。孤军深入，横扫蛮庭，封狼击虚，扬我大前数百年未有之国威，此等功绩前无古人。父皇谬赞，侥幸圣至。北凉交由你治理，如今局势如何？民生开垦驻军，尽数与朕说说。回父皇，经过整治，北凉全剧已彻底步入正轨，战乱流民尽数归乡。全剧推行开荒垦田，来年粮草可自给自足，无需朝廷调拨接济。北疆残蛮虽遭重创，但草原广袤，儿臣已完成全军军械换代，战力升级。下一步，整军备战，2次北伐，彻底将蛮族打怕，征服北蛮全境，永绝北方边患，让大前北疆100年无战事。好，好，有志气。云儿，你只管放手去做。陛下有旨。秦王楚云，封狼之虚，治军安民，皆有旷世之才，朕思之爱三，唯他可平定内乱。今日下旨，册封秦王楚云为天下剿匪大元帅，各郡兵马皆听调遣。赐天子剑，在外可行先斩后奏之权，敢有阻挠军务者，就地处置。你们都忌惮楚云兵权过重，无妨，朕从不强人所难。朝堂之中，谁能扫平叛匪，朕一样赐他天子剑，赐先斩后奏之权。先前秦王封狼之虚，已经是万古难寻的功绩。你们听清没？陛下封秦王做天下剿匪大元帅，还赐了天子剑，掌先斩后奏的大权。我的个乖乖，这也太猛了！天子剑在手，全国兵马任他调动。如今又手握平军权，持天子剑节制天下官吏，这是实打实一步登天。有秦王领兵剿匪，各郡作乱的叛贼好日子到头了，咱们老百姓总算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这般人物天纵奇才，陛下重用他是咱们大前的福气。前朝那些领兵王爷，最多只能镇守一方边关，管不了内地郡县，更别提什么先斩后奏。放眼千年连朝历代，
独一份的殊荣，离谱到家了。这足以看得清清楚楚，陛下心里有多信任，多看重秦王殿下。万万想不到，陛下竟舍得给出这么大的权柄。剿匪大元帅，外加天子剑，先斩后奏，这份恩赐已经超出所有朝臣的想象。从前我们还暗中观望，猜测几位皇子争夺储位，如今一看，根本没得比。秦王如今权势滔天，朝堂地位直接再升一大，文武百官没人能斥衡。往后万万不能得罪秦王，手握举国兵权，还有天子剑在手，各郡府官员都要敬他3分。咱们商行往来各地，必须提前备好厚礼，登门示好。天下剿匪大元帅，天子剑先斩后奏，这般权柄，父皇竟然尽数给他。我筹谋多年，拉拢大半文官集团，又有母后中宫撑腰，可如今拿什么和他争？我们费心钻营朝堂权谋，拉拢世家，收买言官，算计数年，到头来不如老六一场胜仗，一道圣旨。人家手握兵权，持天子剑，父皇全然放权，我们再怎么折都是徒劳。秦军战力冠极天下，军中人心只会越发偏向他。我积攒的人脉不值一提，还争什么储位？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比不上如今的老六。父皇把能给的最高权柄全都送他手上，胜负早就定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册封秦王楚云为天下剿匪大元帅，赐天子剑，掌先斩后奏之权，统筹侯各州，平莽军务。殿下大喜，陛下这般恩赏，古往今来罕至极。日后平定内乱，殿下定能再建不世之功。恭喜王爷荣封剿匪大元帅，得赐天子剑。如今王爷手握举国平叛兵权，还有先斩后奏的大权，天下无人能及。北疆一战风狼奇凶，如今又领上长天子王爷，当真举世无双。来人，传侍卫长前来见我。即刻快马传信返回北凉大营，抽调1万精锐铁骑，整理军械粮草，全速南下入京待命，不得延误半分。属下遵令，属下这就安排加急信使出发。王爷也太厉害了，天下剿匪元帅，还有陛下亲赐的天子剑，能先斩后奏。放眼整个大前，哪一位亲王，哪一位大臣能有这般权势？从前旁人都说诸位皇子争储，可如今瞧瞧王爷，战功在手，圣宠无双，手握重兵，还有天子剑傍身，根本没人能和王爷相比，实在太威武了。少在这里拍我的马屁！你们2人立刻去库房清点，备下2份厚重隆重的登门礼品，砧碗、绸缎、滋补药材尽数配齐，规格要做到京中顶尖体面。明日一早，我要亲自登门拜访李府，柳府2位岳丈。是王爷，奴婢这就去库房仔细置办，绝不会失了王爷体面。当初殿下赴北凉，9死1生，我为保前程，犹豫了，没敢站队。谁能料到，被判死刑的秦王竟能逆势翻盘，立千古第一战功。一念之差，险些万夫负。统领，我们真的要现在登门？属下心里没底。心里，当初满朝观望，我们也是冷眼旁观。如今殿下势大滔天，迟来投靠，殿下真的愿意见我们吗？不用慌，你我多虑了。我们从前虽未主动站队，对弈顺子派系，但也从未站在对立皇子派系，从未落井下石。更关键的是，
北疆血战，你我是实打实跟着殿下并肩战斗过的，有这层袍油情分在，殿下开阔，胸襟不会计较我们当初观望迟疑的小事。秦王殿下乾隆升天，从今往后，我王虎站队秦王。属下听统领的，今日登门，誓死追随殿下。禁军统领王东专政登门，求见秦王殿下，有要事面禀。二位将军稍后，容卑职通报。王虎、马东，手握帝都卫戍10券的人，嗅觉果然最灵敏。大事已定，如今登门，无非是迟来的投诚。让他们进来。末将虎，末将马东拜见秦王殿下。王统领，恭喜啊！听闻你战后擢升总领9门访务，身居要职，可喜可贺。多谢殿下挂念。今日二位联密登门，不知有何事见本王？殿下，末将今日登门，不为私事，不为请托，只为投诚，只为效忠。末将马东同样誓死效忠殿下。收下这2人，整个京城的刀兵便尽入我手。谁敢暗算我，禁军就是我最快的刀。好，本王接受你们2人的效忠。谢殿下信任。规格定为族中最高义当，哪怕出皇帝亲临慰问，也不过如此。全族上下速归主宅。今日咱们举足相候，半点怠慢不得。秦王不单单是咱们李家的女婿，是晚清的夫君，更是与咱们深度绑定的生意盟友。三老太爷说的是。当初王妃提议联手贩卖蜂窝煤，老爷当即拍板，动用北方所有商号通路配合。如今北方12郡的商号尽数铺开，府中账房核算，今年的收益直接翻了3倍，各地分号源源不断往府里送银子，族里每一支旁支都分到了红利。万冲定下这门亲事，不少族中人还暗自担忧，觉得彼时秦王的封地虎寒。谁能料到短短时间风云巨变？古往今来，多少名将毕生求而不得的功绩，他20出头便做到了。如今又封天下剿匪大元帅，手持天子剑，掌先斩后奏大权，圣宠无双。族中长辈从小教导我们，打仗辅当开疆土，震慑蛮夷。从前所谓的边关将领，处处置大展拳脚。直到见到秦王所作所为，我才明白，真正的强者不受任何桎梏。如今全京城军中子弟，谁不把秦王当成毕生奋斗的目标？同样是领兵，人家以2000人横扫草原，我们驻守边关，连小股蛮人骚扰都难以彻底肃清。高下立判。今日能亲眼见到秦王本人，这辈子都值了。往日只能听旁人讲述北疆战事，听闻王爷单人冲破上万蛮兵包围，一人一刀杀穿敌阵，不知道何等威风。朝堂皇子多是争权夺利之辈，唯有秦王才是契合我李丰风骨的真英雄。老爷，探子来报，秦王的车马已经出了秦王府，往咱们府邸这边来了，不出半炷香便能抵达府门。犹如死神瞧见
岳丈，酒后了。王爷驾临寒舍，老朽荣幸之至。王爷，这是家中三老太爷，从军50载，镇守边关多年，是我李氏硕果仅存的老功勋。这是家中族老，常年打理族中内务，军中人脉。这位杀神竟如此有气度。北疆珍稀药材，御赐珍丸入府。王爷，请入府落座。王爷此次回京，加封大元帅，赐天子剑，掌天下平叛兵权。我李氏世代从军，忠于家国，更忠于王爷。往后军中调度，地方呼应，但凡用得着，我李家绝不推回。岳丈通透。本王今日登门，一是探亲拜月，敬晚辈礼数；二是与李家定接下来的大局合作。天下叛乱四起，官军疲软，地方世家割据观望。本王即将整军南下，横扫叛乱。此战不止平匪，更是重整天下地方格局、清洗观望势力的关键。李家世代从军，底蕴深厚，人脉遍布各郡边镇。我会逐步将李家势力向外铺开，借平叛之机，让李家子弟随军立功，接管地方卫所。本王要让李家不再局限京城一隅。借此战，成为横跨京畿边镇地方的顶级世家。同时，北凉商会接下来会借平叛之势，全面南下，打通中原各郡商路、物资通路、民生渠道。李家负责地方军务庇护，人脉打通，郡县落地；商会负责财富累积，军政与商贸绑定，利益绑定，一荣俱荣，步步抬升。这不是照福，这是要带李家跨越阶层，一飞冲天啊！老朽明白。李家上下尽数听从王爷调遣，军中子弟任凭差遣，全力配合王爷布局，商会铺展。王爷光临寒舍，柳家蓬荜生辉。岳丈客气。本王需要柳家掌控士林舆论，净化朝堂风声，引导文人言论，稳固中层，配合秦军平叛治理地方。秦王布局之深，城府之沉，远超所有皇子，此人绝不逆。柳家愿倾尽士林声望与文官人脉，追随秦王殿下。文武皆已入局，这天下的大旗该收网了。求见秦王殿下，这是我家主子的百年野山参。大人放心，此事本王心中有数。这京城的风向彻底变了。秦王气度宽宏，眼光长远，跟着殿下，仕途无忧啊！老六，他凭什么揽尽天下人心？军权、文臣、商道，他全占了，我拿什么争？没有那盖世战功，你们只能看着本王登顶。入京，扬我北凉军威！我的天，这就是北凉秦军，这也太威风了！这身铠甲亮得刺眼，比禁军衣的甲胄好看100倍之。你看他们的站姿，一动不动，
稳如磐石，这才是真正的精锐。难怪能横扫北蛮大军，这股气势，寻常兵马连对抗的勇气都没有，太有威势了！这才是我大秦真正的无敌铁骑。断铠甲、选材、锻打、淬火、打磨，成本绝对超过100两白银。还有战马，全是宝具，耐力、速度、爆发力都是顶级战马，寻常边军战马10匹都比不上1匹。一个士兵，全套装备配齐，保守估算不下500两白银。养这样一支万人精锐铁马，一年最少300-400万两白银打底。秦王到底哪来这么多钱？北凉商会，而且这还只是10万秦军中的1万，全年开支妥妥突破5000万两。儿臣恭迎父皇驾临军营。恭迎陛下。云儿不必多礼，外界日日传授你秦军威名，朕今日亲自前来，待朕看一看你麾下这支横扫草原的铁骑。遵旨。没有一丝市井气，好严厉的军规。这才是真正的军队。参见陛下，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将士平身，谢陛下。云儿，朕今日算是亲眼开了眼界，你当真练出了一支绝世强军。这一支秦军，是朕此生所见最强军，无其一，无出其右。朕心甚慰，万分欣慰。名不虚传，当真第一铁骑。单凭这股军气，便可碾压天下所有兵马。北蛮铁骑号称草原无敌，遇上这般金军，溃败也是必然。秦王殿下治军之才，千古罕见，绝世强军，江山稳固，四海安宁。有秦王坐镇，有秦军扫乱，天下叛乱弹指可平。托付天下平叛，赐天子剑，受先斩后奏之权。这是朕这辈子最正确的决断。大前盛世，四海肃清，可待。父皇，儿臣请命，令全军展开实战操练，以供父皇观察。准！朕今日便好好看一看我大前铁骑的沙场真章。开始。大王万年！大王万年！大王万年！变身！火臂剑骑兵，准备接敌！没有任何花拳绣腿，这才是能为朕荡平天下的制胜利器。太强了，这才是真正的沙场强军。这般人马合一，叛军拿什么挡？王爷，此番南下平叛，转战各郡，不比镇守哪讲一隅。天下叛军盘踞郡县，地势复杂，乱兵鱼龙混杂，暗藏无数阴诡算计。军中将士虽勇，但战场凶险莫测，刀剑无眼，暗箭难防。身居主帅之位，统筹全局便可。万万不可再像从前一般身先士卒，亲冒矢誓啊！王爷，此番您手握帅印，执掌全军调度，只需坐镇中军，运筹帷幄即可。切莫逞强好胜，太过轻敌，也莫事事亲力亲为，以身涉险。你们放1万个心，此番南下对付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虑。难不成叛军比蛮军更强？本王出征之后，加快北凉商会全国商业布局，借着天下平叛的大势，
借着本王手握先斩后奏、节制地方的权柄，你们立刻统筹商会所有资源，全面南下东晋、西晋各郡叛乱平定一处，商会便即刻进驻一处，抢占各郡粮草贸易、民生百货、盐铁供销、药材布匹、河道漕运的核心市场。依托李家军方势力，保障各地商路安全；依托柳家士林文官人脉，打通各郡官府关节，简化营商规制，占据地方最优经商权限。战乱之后，各郡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正是洗牌天下商贸的最佳时机。朝廷无暇顾及民间商日，地方世家自顾不暇，正是我们北凉商会扩张的绝佳窗口期。你们要借着这一次平叛大事，彻底扎根中原、江南各地，把商会的商铺、粮行、商行、货顿、漕运码头铺满全国界限，掌控各郡物资命脉，渗透地方基层，建立属于秦王府的民间根基与消息脉络。王爷放心，妾身记下了。我与西妹定会通力配合，统筹商会所有人手，日夜推进布局，稳扎稳打，绝不辜负王爷托付，守好后方，拓好天下商路。长乐郡水陆交行，地势极其复杂，这里盘踞着大前最猖獗的叛军黑龙军，首战必灭黑龙军，打通江南咽喉。殿下，前方便是长乐郡城，可否入城休整半日，补给粮草饮水？全军不停，绕过郡城，直插黑龙军老巢。殿下，不休整！兵贵神速，黑龙军盘踞此地日久，自恃天险。他们轻视地方官军，却最怕朝廷精锐主力突袭。我若入城休整，层层铺垫，消息半日之内必然泄露。贼匪闻讯，立刻退守山水险地，分兵藏匿，坚壁清野。届时再想围剿，难如登天。不如趁其不备，长途奔袭，直捣黄龙。末将明白。传令全军全速南下，直奔黑龙军临江主寨，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战破巢。北凉秦军冠绝天下，绝非虚言。北方蛮族都被打崩了，咱们黑龙军看似拥兵6万，可大多是流民溃兵，论精锐甲械，不如蛮兵。秦王楚云年少封神，用兵如神，杀伐决绝。他带百战进军南下，咱们万万不能硬碰，那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依我之见，立刻全军后撤，放弃沿江所有营寨、渡口、外围据点，所有人马尽数退入南部深山密林，暂避锋芒，绝不正面接触，不打野战。诸位太过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秦军再强，强在何处？强在北方平原旷野，强在铁骑冲锋，正面碾压。可南方不一样，咱们这里山多、水多、林多，路窄，地势崎岖复杂，根本展不开大规模奇阵。秦军的铁骑在咱们这儿直接费1半战力。再不撤，我们全得死在这儿！无需逃窜，也不必贸然决战。我军坐拥天险，经营此地3年，工事完备，粮草充足，绝非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本帅决定两手准备，即刻抽调半数兵马转移南部深山，囤积粮草，留好退路。剩余主力留守大寨，只要秦军敢进山涉水，便就地袭扰，节节消耗，拖垮敌军。秦军战神又如何？强龙难压地头蛇，脱离北方平原，废他奇战优势。我倒要看看楚云如何破我黑龙军的山水天险。大帅英明！楚云，你的不败神话，今日就踩在老子脚下。等睡醒了，去镇上弄2坛好酒。怕什么？官府那点烂兵，借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来送死。听说南边村寨副手，过几日咱们再去捞一笔。殿下，敌营外围无任何明暗哨卡，营门守备极度松散，毫无战备。就这般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竟把地方军打得望风而逃，可见各郡军备腐朽到了何地地步。全军听令，敌军军心松散，正是我军绝杀之机。全军分4路出击，左翼2000骑封锁西山隘口，断其进山逃窜之路；右翼2000骑把扣所有渡口码头，封死水路；后队2000扎死营后退路。本王亲率4000铁骑正面碾压，冲锋！马骑兵，朝廷骑兵怎么杀到这里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可能？快拉警报，吹号角敌袭！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不是
说官军根本不敢来吗？秦王楚云，百战不败的秦军铁骑，连北蛮都能碾碎，我们拿什么挡？怎么回事？谁吹的号角？到底发生什么了？大帅，不好了，秦军杀来了！秦军铁骑已经杀到营外旷野，距离主营不足4里。怎么可能？秦军远在京城，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难道他们是飞过来的不成？千真万确，大帅，秦羽清清楚楚是秦军主力铁骑。废物，一群废物！我们外围的哨探呢？巡骑呢？安岗呢？还有郡城的内应，本帅重金安插的眼线，为什么半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大帅，怎么办？秦军铁骑太快了，转眼就要冲到营前，我军士卒全无防备，军心大乱，根本接不了阵。慌什么？我军沿江立营，木栅连绵，壁垒坚固，巨马密布，他们冲不破咱们的营寨。所有人听令，即刻赶赴各处寨门，死守栅栏，快！搬去木杖，立木杖，堵寨口。弓箭手登哨塔压阵，长枪兵列阵堵门，只要守住营寨，就能打退秦军。这破木栅根本拦不住秦军，老子绝不把命压在这群乌合之众身上。快，立刻调集所有主舰，快船舢板，全部停靠岸边隐秘渡口，随时待命，备好我的主船。都稳住，别乱！秦军骑兵再猛，也跨不过栅栏，拒马栏。等他冲他们跟着前，全都是咱们的活靶子，只管放箭往死里射。听好了，大帅有令，斩杀1名秦军，赏白银50两，绝不拖欠。50两，我劫掠3个村都攒不下这么多银子。有木栅栏挡着，他们冲不进来。只要拉开弓箭，射死他们，白花花的银直接到手。没错。秦军也就平原冲锋厉害，弓箭根本不行。就是他，前方那员黑甲大将，那是秦军主帅，死他！暗杀敌帅者，赏金100斤。咱们的箭根本射不穿他们身上的铁甲，如火轮一样的枪影，一支箭都靠不进。400斤的实木巨马，随手就挑飞了。跑，快跑！救命啊！别杀我，我投降。秦军太恐怖了，根本打不了。大帅，不好了，秦军已经杀进大营里面来了。怎么可能？外围值守的人都是一群蠢猪吗？层层屏障拦不住几千骑兵，轻轻松松就把人放进来，全都废物。大帅，挡不住，根本拦不住。那秦王根本就不是人，单人一马冲到寨门，漫天箭雨伤不到他分毫。几百斤重的巨马栏，他一枪直接挑飞，最后一枪把实木寨门直接轰塌。我们的人根本不敢上前阻拦。这楚云怎么变态到这种地步？所有人别管金银，立刻跟我去江边渡口，登船渡江，从速撤离！快，一刻都不能耽误！放下兵器，跪地投降者免死，实现顽抗者格杀勿论。将军饶命，我们投降，再也不敢作乱了。快开船，立刻离岸，不要停留！可恶！但凡能提前半日收到消息，让全军进入布防状态，依托山水屏障层层牵制，何至于败得如此一塌糊涂？大帅，这秦王根本就不是正常人，实在太变态了！一人一枪轰塌寨门，弟兄们看见他直接吓破了胆，根本没人敢上前阻拦。大营丢了，囤积的粮草、兵器、搜刮的金银珠宝，全便宜了秦军。弟兄们死伤无数，逃出来的寥寥无几，这次真是亏得裤衩子都不剩了。慌什么？全都抬起头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这群人活着，性命保住，一切就还有转机。这一战落败，不过是楚云趁咱们午后松懈，打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突袭罢了，并非咱们真的挡不住他。若是提前整军布防，依托山水地势层层埋伏，他秦军铁骑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踏平大寨。我黑龙军起家至今，遭遇过多少次官府围剿，哪一次不是险死还生？区区一场败仗，还打不垮我们？只要人还在，早晚能卷土重来，夺回地盘。大帅，
如今地盘失守，长乐地界再也容不下我们，咱们接下要去往何处落脚？我们先去投奔西王。可咱们如今残兵败将，对方肯收留我们吗？哼，我们手上尚有数千精锐，对西王而言是可用的助力，暂且依附过去，借他的地盘休养生息。等时机一到，咱们再独自拉出队伍，另寻根据地。启禀殿下，清扫完毕，黑龙军主力已被全歼，各部清点伤亡、歼敌俘虏数据已初步统计，顽抗匪贼当场斩杀，共计37000余人，投降俘虏13000余人，但未发现匪贼张龙及其核心将领。根据江岸斥候回报，张龙一行人提前登上快船，趁乱渡江逃跑。无妨，逃走便逃走。张龙麾下主力尽灭，只剩寥寥残部，一群乌合之众，翻不起什么老话。此战，我军长途奔袭，猝然破营，全歼黑龙军主力，捣毁叛匪巢穴，是南下平叛第一战，也是大胜之战。传令全军：第一，各部分区负责，抓紧时间清扫战场，收拢军械、粮草、物资、仗尸，清点所有缴获财物。第二，本次大战所有缴获金银，全军将士按职级平分，尽数下发。第三，全部集中押所押，统一押送长乐郡城，公开审理定罪。但凡手上有人命参与作乱的骨干匪众，一律公开处斩，斩立决。胁从流民被迫入伙者，侦辩之后流放苦役，终生不得返乡，公开行刑，昭告全郡。让所有盘踞各郡的叛军看清楚，我秦军之威，王法之力，作乱者必诛，负隅者必灭。末将遵令。谢殿下，秦王威武！秦王千岁，千岁，千岁！国法难容，完了，全完了！落在冠军手里，定是凌迟和腰斩，谁也保不成。秦军王师来了！果然是大前第一战神，一点不掺假，简直是神兵天降。这下好了，祸害咱们长乐郡的毒瘤拔了，以后终于能安稳过日子了。王爷，秦王殿下，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大胆！大军行军，胆敢拦路，速速让开！郡守纵子行凶，强抢民女，打断我儿双腿，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天理啊？今日之事，本王既然撞见，便绝不会置之不理。你们的冤屈，本王替你们讨回来。殿下，那郡守何止纵子行凶，他常年苛捐杂税，盘剥乡民。没错，克扣赈灾粮，侵占良田，把我们的收成大半送花走。盗奸盗匪，老丈还有一事禀报。那郡守私下与黑龙军暗通反曲，暗中给匪寇输送粮草、铁器、药草，通风报信。通资叛匪，暗助黑龙军，难怪屡剿不灭。原来背后有郡守作为内应。诸位乡亲，你们所有的冤屈、控诉、检举，本王全部记下。今日之事绝非儿戏。回到郡城后，本王即刻立案彻查。长乐郡守赖清率郡属文武官员，殿下千岁，千岁，千岁！油光肥树，气色充盈，好一个鱼肉百姓的土皇帝。赖郡守，本王率军南下，途经乡间，一路上可是频频听闻贵公子的英明事迹，强抢民女，打断乡邻子嗣双腿，横行乡里，跋扈嚣张。犬子年少顽劣，平日里的确有些轻浮胡闹，但分寸自知，绝不敢做出强抢民女、伤人致残这等悖逆王法之事。犬子纵然有错，也只是年少不懂事，绝非传闻中那般恶劣。下官回城之后，必定严加管教，闭门戒，绝不再让他滋生事端。但愿赖镇守说到做到。起身吧，地方政务辛苦诸位了。匪患出伏，郡城百废待兴，诸位各司其职，安抚乡民，清点损失，筹备刑场，接管俘虏。3日后公开行刑，震慑全境。都回去鲁职吧。下官等遵令。传令二位，连夜入城，暗中彻查赖清德3大罪证：纵子行凶害民，苛捐贪墨，私通黑龙军资敌泄密。5日之内，本王要完整铁证，桩桩件件无可辩驳。属下遵令。秦王
王今日当面点破此事，分明是盯上我赖家了。晚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爹，好好的把我喊回来干什么？我那边正玩到兴头上，一点小事也非要召唤我。爹，您这神情不对劲啊，怎么了这是？谁惹您生气了？你个混账兔崽子！这段时间在外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如实交代。没干什么，平日里逛逛街，收收丁租，还能干什么？还敢嘴硬，强抢西郊王家，当众打断人家儿子双腿。爹，您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难不成那户乡下泥腿子跑到衙门告我的状了？好一对不知死活的夫妇，竟敢越级告我！难不成这贱民背后还有靠山，有什么特殊身份不成？靠山，他的靠山就是当今秦王。今日我去清军大营带夜见，楚云亲口提起此事，当众敲打于我。你惹的这点破事儿，已经传到秦王耳朵里了，他摆明了不会善罢甘休。秦王怎么会知道这种小事？还小事？就是因为你横行霸道，那户人家直接拦路鸣冤，堵了秦军军行军大道，当面告到秦王跟前，是把整个赖家往黄泉路上推。爹，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等着秦王拿我们问罪吧？现在秦王手上只有百姓口供，没有实证，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听好了，立刻去送礼封口，今日之内必须完成，一刻都不能拖延。态度放端正，不许再耍横逞凶。此事处理干净，我们还有回旋余地，否则谁都救不了你。孩儿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安排，保证办妥。秦王楚云杀伐决拽，眼中揉不得半点沙子。这纵子害民案尚能花钱遮掩，可我私通黑龙军，自敌泄密，那是诛九族的死罪。交易皆由中间人转接，不留账本，唯一的破绽就是那逃亡的匪张龙。秦军奔袭太快，我竟来不及给张龙传信，黑龙军一日瓦解。千万不能出事，千万不能查到我头上。启禀殿下，赖一州已将王家女送回，并付寿金。王家迫于情势，已允诺和解，不再申诉，民间诉事已被抹平。倒是够快，本王许诺为他们做主。如今人归才至，这桩民案便到此为止。但这只是小事，真正的账算在赖清德的骨头上。天下为何民怨沸腾？百姓为何揭竿造反？寻常黎民所求不过温饱安身。若非被贪官逼到走投无路，谁愿提着脑袋造反？匪越剿越强，不是匪太强，是官太烂。这大钱正走在历朝覆灭的老路上。杀尽这些吸血蛀虫，肃清吏治，让百姓有活路。传令安卫司，深挖赖清德通匪子弟的全部铁证、账本、书信、物资流向，证据链闭环之日，本王当场拿人就地正法。属下遵令。总算等到今日了，这帮畜生抢光我家粮食，全该杀！听说不是全杀，被逼入伙的流民去服苦役抵债。秦王殿下英明，杀了匪首，咱们才有配日子过。2天了，毫无动静。那件民案难道真的就此翻篇了？奉秦王令谕，原黑龙军叛乱一案，经由任会审，罪证清晰，定对公示。首恶骨干1774人，杀人劫掠，混乱族口社，胁从流民11421人被逼入伙，无直接血案，免除死罪，终生流放北疆服苦役。行刑！行刑！大人饶命！秦王殿下饶命啊！小人知错了，我是被逼入伙的，我没杀过人，求殿下开恩。本王奉旨南下，
总督天下平商军务。今日，黑龙军主力尽数诛灭，匪巢捣毁，元凶伏撒。从今长乐郡匪患根除，诸位乡亲父老可安心耕田，安居乐业。本王在此立誓，贴己所至，荡尽匪寇，肃清乱象。日后大前境内，绝不让叛军再起，不让民们受兵祸屠戮。也望诸位复铭记，朝廷从未抛弃万民，王法昭公道自在。所有冤屈，朝廷必为你们伸张。匪患虽除，地方吏治不清，贪腐未除，万民依旧难安。所以，今日除审判叛匪之外，本王还有一件大事，当庭公审。来人，拿下长乐郡守赖清。楚云，你干什么？本官是朝廷任命的郡守，你擅自囚禁朝廷命官，你想造反吗？你无凭无据擅拿大臣，我要上书陛下，参你擅权越制，构陷朝臣。赖清，本王今日拿你非私怨，乃为公义，为朝廷，为天下万民给一个交代。你身为朝廷命官，反而背主叛国，暗通逆粉黑龙军，常年输送粮草铁器，泄露围剿军机，资敌助叛。在职年间，苛捐盘剥。本王奉旨平叛，持天子御剑，上可斩贪官，下可诛逆匪。逆匪首领通逆叛国，鱼肉万民，数罪并罚，斩立决，即刻行刑。苍天有眼，殿下为民做主。秦王英明，诛杀贪官，为民除害。杀得好，这狗官早就该砍了。少爷。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慌张，成何体统？没看见老子正在招待贵客，鬼叫什么？晨儿吧，有屁快放！少爷，快跑！疯了！郡守府乃是郡城中枢，重兵护卫，我往哪里跑？你今日是吓破胆子了？老爷在城南法场被秦王当众处斩啦！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我爹是长乐郡守，朝廷命官，一郡之主，谁敢杀他？谁敢？是真的，少爷，千真万确。秦王当庭公示老爷通匪资敌铁证，都是我害了爹，是我毁了赖家。少爷，别愣着，快走！秦军已经入城封府，再晚一步就来不及了。这群贱民敢打本少爷，我要杀了你们！我要诛你们九族！呸！死到临头还嘴硬！启禀殿下，赖氏一族327人，抄家已毕。超出多少赃款？总计现银、古董、地契、商铺，折合白银共30余万两。区一郡郡守。10年竟能聚敛30万两，据此大钱的官场，从上到下早就烂透了根子。百姓为何造反？就是被这群蛀虫榨干了血肉，把活人逼成了反贼。传令，所有资产算官银，分文不入军库。这可是能武装10万大军的军费，殿下竟一分不要。卒数用于难民安置、农田复耕，这笔钱一分不少。还给长乐郡万民。末将遵命，这就去统筹变卖，请点银两。完了，昨日刚杀了赖郡守，今日怕是要把我们全砍了。我那还有几笔糊涂账，我命休矣。今日召集尔等，只宣告3件事：其一，匪患已除，全力恢复民生；其二，赖清德盘踞10几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底子是干干净净的？殿下恕罪，下官知罪。但今日，本王不究旧账。本王即将南下，长乐郡的政务全交由你们，好好安抚流民，恢复生产。办得好，过往小错，本王一笔勾销。若再敢鱼肉百姓，赖清德就是下场，查出一例，立斩不赦。谨遵殿下令谕，绝不敢再扰民。张有德出列。下官在。即日起，你署理代郡守，朝廷命官到任前，全境军政财税由你全权决断。代郡守，只要办好差，这大权便稳了。谢殿下提携。下官定鞠躬尽瘁，安抚万民，绝不负殿下信任。
你虽圆滑，却有为民之心，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都各司其职，听从代镇守调队，好自为之。恭喜张郡守，贺喜张郡守啊！长乐郡终于要变天了。捷报！秦王殿下大捷，黑龙军被全歼了！我的天，这才南下几天？不愧是天下第一英军，打仗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地方官军打几年打不死的匪寇，秦王几天就磨平，这才是真正的王师。有秦王在，天下叛乱迟早全部平定，咱们大前有救了。不可能！南方水往山地，秦军竟然能完成长途奔袭。黑龙军依托水系布防，天险在手，居然一日之内被全歼主力。秦王治军用兵，已然达到鬼神莫测之境。皇权声势暴涨，我们世家的根基，怕是要被这树儿斩断了。好，太好了！楚云不愧是我大前战神，不愧是朕的擎天栋梁。恭喜陛下，贺喜陛下！秦王殿下神威盖世，首战大捷，有殿下坐镇评判，不出10日，天下叛党定然尽数肃清，江山稳固。传朕旨意，此战大捷，乃国之盛事，将黑龙军覆灭，秦军大胜的全部战报抄录制写，广而告之，让全城百姓共贺盛事，让天下人知晓秦军赫赫战功，震慑各地。奴才遵旨，即刻督办，今日之内全城张贴完毕。楚云，朕没看错你，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叛军覆灭之日不远矣。众卿，可有本奏？秦王南下平叛，擅权妄为，滥杀朝廷命官。长乐守纵使涉案，亦当押送回京，经三司会下定罪，依规处置。秦王越权专断，坏祖宗法度，臣请陛下追责秦王，肃正朝纲。臣等复议弹劾秦王楚云。臣等恳请陛下收回天子剑先斩现奏特权。老六啊，老六，你打仗心思缜密，怎么在朝堂上如此鲁莽？纯粹给朕出难题。此时削权，老六必撂挑子，叛军势必死灰复燃。若不理会，秦王斩郡守一事，确有逾矩之嫌。但天子剑乃朕亲授，岂可朝令夕改损君皇威信？此事原委，朕会钦点钦差南下彻查，核查定论前，任何人不得再议奏。退朝。臣等遵旨。偏心，父皇对老六实在是太过偏心。我串联百官弹劾他，父皇竟硬生生顶住压力，公然偏袒他。殿下，事态糟糕，当下秦王胜券无双，陛下宁可顶着满朝文官压力也要保他。此人手握精锐，总督平叛，再加无上圣卷，亦是殿下的心腹大患。我等与殿下已是同党，若秦王登顶大宝，以他恩怨分明的性子，切实殿下废黜，我等尽数清算，已成定局啊！那现在该怎么办？父皇视而不见，强行把事压下。殿下息怒，陛下绝非不分是非，更不是决意传位秦王。叛乱未平，陛下今日袒护，非偏爱其人，
而是有求于楚云的兵权与战力。一旦秦王罢兵，这是陛下绝不能承受的。父皇一生自私凉薄，唯重利弊，今日破例，却是平叛大局裹挟。秦王势大是乱世赋予的价值，但殿下切记，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江山稳渡之日，就是秦王失去利用价值之时。陛下绝不容忍威望盖主之人，届时收回军权，赐罪圈井，是必然结局。原来如此，老六看似风光无限，说到底只是父皇手中一枚暂时好用的棋子。棋子失去用处之日，便是弃子之时。那我们就等，隐忍蛰伏。殿下，市井突现隐秘流言，直指秦王在北凉大肆扩军练兵，暗中培养势力，意在争夺天下。如今北凉百姓只奉秦王令，不遵帝王诏，只知有秦王，不知有陛下。此话当真？流言仿佛凭空冒出，传播极快。殿下，要不要属下暗中派人助推，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直送陛下耳中？不可，现在这个节点，万万不可主动出手。流言无缘而起，自有幕后之人担责。我们一旦插手，必留痕迹。殿下，若此事属实，对秦王乃是灭顶之灾，我们的胜算更大了。说的没错，父皇一生最忌两点：一是兵权旁落，二是民心旁落。接下来就看父皇的心如何动摇了。若是一纸圣旨将老六强行召回京城，那他平叛大计中断，军功尽毁，圣卷崩塌，可就有好戏看了。之前散播秦王深耕北凉、图谋不轨的流言，如今成效如何？统领，成效极好，流言已遍布京城底层，人人都在暗传秦王有谋反之心。咱们全用流民、商贩代为传播，层层转手，大钱暗卫绝不可能查到咱们头上。只要流言传入钱鼎耳中，以他多疑的性子，必出日夜猜忌。等到叛乱平定，不用咱们动手，大钱皇帝自会替咱们除掉大患。这还不够，刚收到线报，楚仪南下首战，当众斩杀了长乐郡守，大皇子一党正集体弹劾他。这是眼下最热的朝堂风波，也是最完美的引火点。我们要再添一把猛火，把擅杀郡守毒成秦王迷失皇权、野心外露的铁证。今夜起全员出动，借百官弹劾的热度，重点往禁军驻地和内廷官员渗透，务必最快传入御书房，依旧借流民之口。只要楚云被废，大钱内斗消耗，我北蛮便可休养生息，伺机南下，逐鹿中原。将军，属下有万分紧急之事汇报。说，近日京城民间疯传，说秦王在北凉私去重兵，收买民心，还说殿下借斩郡守立威，野心昭然，意在谋逆。放他娘的狗屁！纯属捏造污蔑，一派鬼话。究竟是哪个卑劣之徒，敢在京城散播这种诛心谣言？殿下在前线披甲平叛，这群鼠辈只会暗中构陷诋毁。将军息怒。流言短短几日，已席卷京城所有茶肆街巷，百姓都在揣测殿下有不轨之心，事态蔓延，压不住了。寻常流言传不到满城皆知，定是有人在幕后推波助澜。将军，今日早朝大皇子一党带头发难，会不会是他？不是他，大皇子争储心切，但也最重自身名声。朝堂弹劾是堂堂正正的博弈，他没这么蠢，出此阴毒昏招。那到底是谁在幕后暗中作祟？眼下最紧要的是封住源头，绝不能让流言传到圣上跟前。即刻调动禁军暗线，暗中彻查全城，务必在殿下归来前，揪出全部幕后者。属下遵令。
高公公，近日呈弑性流言四起，皆是污蔑秦王的不实之词。如今殿下远在南方剿匪，为国分忧，从未有过半分不臣之举。这些诛心谣言纯属小人构陷，刻意离间君臣。今日李某前来，只求公公顾全大局，体恤国事，暂且压下这些市井杂谈，在流言查清、祸首伏法之前，切勿将此事禀报陛下，避免圣心方动，无端生疑。李大人放心，咱家明白轻重，国事为重，大局为先。娘娘，奴婢有紧急要事禀报。何事？这些流言当真已经传遍京城民间。回娘娘千真万确，今日奴婢奉旨出宫采买物资，历历城南，市井街巷，茶酒四铺，随处都能听到百姓私下议论。楚云势大，连朝堂都动弹不得。可如今，流言竟成了利刃。流言早已遍地开花，只是皆为私下窃语，无人敢当众张扬。真是天赐良机。帝王之道，不论心，只论事。势大压主便是死罪。只要本宫将这流言吹入陛下耳中，君臣离心，秦王，你这次还如何翻身？启禀陛下，皇后娘娘驾临。让她进来。陛下刚下早朝，您肯定累了。无妨，近日朝局顺畅，多亏楚云的大捷，朕心里踏实多了。是啊，秦王此番真是为国为民，替陛下分担了天大的压力。对了，陛下，臣妾今日听出宫采买的宫女回来说，最近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一些闲话，闹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闲话？就是关于秦王的一些流言，说秦王在北凉手握重兵，民心全部归他，不归朝廷。甚至还有更离谱的，说秦王这次南下平叛，斩官立威，是为日后做打算。陛下，这些传言闹得满城都是，只是宫内没人敢提，朝堂也没人敢议。臣妾斗胆问问，您之前没听过这些话吗？这些话从哪儿传出来的？当真满城皆是？陛下，千真万确，臣妾的宫女走了大半个京城，私下全都在偷偷议论。只是这些话太过要命，臣妾听着心里不安，怕市井谣言积少成多，乱了朝局，也污了秦王殿下的名声。思来想去，还是得告诉陛下一声。难怪今日朝堂安安静静，没人提半句秦王之事，难怪御史台再无风声。朕本属一老六，待平定叛乱便扶正储位，这破碎江山唯有他能扛起。满朝文武、世家权贵竟联手封锁消息，结党互藩，欺君避亲，他们想干什么？大前遍地狼烟，四海不宁。为了江山大局，朕绝不能冲动，简直太过分了！若不是皇后今日告知朕，朕至今还被所有人蒙在鼓里。成了，这下陛下猜忌算是彻底生根了。不过皇后，幸好你据实告知，只要再轻轻拱两句火，楚云就彻底完了。朕心里清楚，这是有人在暗中恶意挑拨君臣，离间父子。什么情况？这还是那个多疑的陛下吗？他竟无条件信任楚云。老六是什么性子，朕比谁都清楚。他一心平叛安民，从无半分私心，更无半点不臣之心。这些无根谣言，定是暗处奸人刻意造势，意图毁掉我大前柱石，打断平叛大局。朕相信秦王，信楚云忠心。陛下圣明，臣妾也是这般觉得，定然是暗处奸贼作祟，刻意离间陛下与秦王父子君臣之情，意图
乱我朝局。高福，奴才在。即刻调动暗卫，皇城巡检，全城彻查，深挖到底，找出所有散播流言、幕后操盘、刻意离间之人。无论牵扯谁，无论隐藏多深，一律严查到底，抓到之后严惩不贷。敢污蔑朕的护国大将军离间朕君臣父子，朕绝不轻饶。这分明是护着未来储君呐！秦王在陛下心里的分量竟重到了这状度，奴才遵旨，即刻彻查，绝不姑息。从今往后，秦王之事无人能挡，我必须趁早抱紧秦王大腿，半点不能得罪。所有人全部滚出去！竹篮打水一场空，他竟无条件信任楚云。楚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天下江山是我孩儿的，只能是我孩儿的，你不配，半点都不配。你以为凭一点军功，一点圣愿，就能稳稳坐长帝位？做梦！近日京城漫天流言，谣传秦王拥兵自重，意图不管。这么大的事，你们6部9卿满朝文武无一人上奏，无一人提及半字。你们想什么？朕还坐在这龙椅之上，你们就敢联手瞒报，把朕蒙在鼓里？是皇后告知，朕至今一无所知。你们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朕清楚你们打的什么算盘，怕流言动摇军心，怕逼反秦王，怕打乱你们的格局，你们自作聪明，私下控局。今日再任由你们妄为，日后便天下无君。朕告诉你们，市井无根谣言，奸人刻意离间，纯属诡狱伎俩。朕信楚云，信朕的儿子，信我大前的护国藩王，他为国平叛。凭几句市井妄言就想污他清白，离间朕，绝无可能。满城谋反流言，父皇竟半点不疑，这分明是倾力护主，我们还争什么？再有私下传谣妄议秦王，离间军人臣，一经查实，严惩不贷。革职，抄家，绝不姑息。市井流言诛心，陛下若心生猜忌，云儿该如何自处？娘娘，娘娘大喜大事！方才朝之上金銮殿出大事了，快说，发生了何事？是不是有人再度弹劾秦王？陛下动怒了！陛下当庭雷霆震怒，痛斥百官阳奉阴违，直接将那些非议全部压下去了。沉默观望，暗中制衡，收回兵权，我都想过了，唯独没想过他竟会做到这一步。陛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铁庭下信任秦王殿下。功高震主，向来鲜有善终。有陛下这份公开的维护，暗处的阴谋不攻自破，我对云儿终于可以安心评判了。陛下驾到！快随我迎驾。都退下！那些所谓秦王拥兵自重、暗藏异心的闲话，全是假的，都是暗处奸贼刻意捏造，专门用来离间朕父子，挑拨君臣关系，扰乱我大前朝局的阴毒伎俩。紫薇，你记住，楚云心性、格局、忠心，朕比谁都清楚。朕对他极为看重。谁都休想污蔑他、构陷他、离间他和朕的父子君臣情分。谁敢乱嚼舌根、暗中作祟，朕绝不轻饶。臣妾多谢陛下圣明，多谢陛下信任云儿。云儿远在南疆，一心为国剿匪、为民平乱，从未有过半分私心杂念。不止如此，楚云年轻有为，能担大事，能镇乱世，能安江山。往后，朕还会给他更大的担子。我大前的未来，需要他扛起来。不立楚，孤立却行楚君之实。不官宣，一定江山归属，这是陛下对云儿最大的保护。臣妾替云儿谢过陛下隆恩。朕还有奏折待批，先行回御书房。你安心在宫中待着。有朕在，无人能动楚云分毫。夫人，
今日朝堂一事，当真称得上大快人心。你是不知道今日金銮殿上的场面，我直到现在心里都还震撼不已，依旧不敢相信。陛下今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硬生生护死了秦王，满城流言，朝咬猜疑，百官隐瞒，皇子安流，这么大的风波，换作以往，陛下早就心生忌惮，出手制衡，敲打藩王了。可这一次，陛下不仅半点不依，反而当堂怒斥满朝文武。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陛下真的变了，他心里早已敲定储君人选。晚清是秦王正妃，若是楚云登基，女儿便是皇后，母仪天下。我们李家这一次赌对了。如今有陛下毫无保留的支持与信任，有帝王暗中铺路栽培，只要秦王平叛归来，稳住大局，他日登顶95，简直之轻轻松松，水到渠成。我女儿真是嫁了天底下最好的夫君。将军，稳了！这一手等于直接给全天下亮了底牌。公开当城维护秦王，怒斥百官瞒报，摆明了就是要重用殿下，力挺殿下。储君之位10拿9稳，基本没有任何悬念了。陛下公开死保，这信号再明确不过。只要殿下平叛归来，95之尊非他莫属。咱们这些最早站队的从龙救助，荣华富贵，世代勋贵。现在局势明朗，殿下胜券无双，越是这时候，越要帮殿下扫清后患。京城散播流言的幕后黑手必须揪出来。属下明白。现在宫里有高福带着暗卫在查，朝堂世家也在私下溯源，好几波势力同时动手追查流言源头，所有人都想抢着立功的机会。咱们是殿下的嫡系心腹，守着京城禁军，手握全城巡案脉络，占着最大的地利。如果我们能抢先一步，提前揪出幕后散播谣言、暗中构陷殿下的那一伙人，就是实打实的天大功劳。届时殿下归来，必然会更加信任、更加重用你我2人。咱们在秦王麾下的位置，将会稳如泰山。将军放心，末将即刻调动所有案线，全员加急排查，扩大搜查范围，深挖每一条线索，日夜不停，溯源追踪，保证一定抢在所有人前面，把这群躲在暗处阴险构陷殿下的鼠辈连根拔起，全部揪出来。去吧，抓紧时间，务必要快准狠。查清源头，揪出主谋，替殿下扫清这一场无妄之灾。诺。殿下，京城飞鸽急报，呈上来。当庭震怒，硬刚满朝文武。看来父皇是真的变了，他心里清楚，如今风雨飘摇的大钱根本稳不住，宁愿得罪满朝文武，也要死死护住我。这兜底我接了，有了绝对支持，南方的局是时候收网了。秦军再强，进了这深山老林也得变成瞎子，耗光他们的粮草，咱们就能死灰复燃。在我眼里，你们毫无秘密可言。传令全军弃马，分批进山，定点猎杀。等秦军主力入谷，立刻四面杀出。老大，这可是我们最后上万精锐了。闭嘴！利用地形近身围杀，赢下这一波就能翻盘。上万伏兵的红点，密密麻麻，一览无余。哼，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竟敢主动聚在一起送死。挑3支精锐步兵大队绕开正面。末将遵命，请殿下示下包抄路线。后山两侧山脊，堵死峡谷所有出口。
还没来？怎么回事？秦军怎么在我们后面？我们埋伏他们，怎么反过来被包围了？秦王饶命啊！我等投降，再也不敢反了。求殿下开恩，留我等一条狗命！秦军来了，秦王殿下来了！这群杀千刀的叛贼剿灭了，我们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多谢殿下为民除害，救了我们梁山数万百姓。压在梁山百姓心头的巨石，今日本王替你们粉碎。治军先治民，杀恶树善，赏终一步不可乱。被迫从乱者发劳役，改过自新。从今日起，梁山郡全域必须全速恢复生产，重整秩序。本王给你们定下期限，限时1月，1月之内，流民归乡，田地复耕，县衙归位，治安稳定。所有逃难的百姓必须安抚，所有瘫痪的政务必须运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殿下，战后百废待兴，府库空空如也，粮仓见底，银钱全无，根本没法安抚流民，恢复生产，实在是有心无力呀。没钱，你们跟本王哭穷？朝廷拨的赈灾粮、安抚款、免税银全部去哪儿了？百姓上交的赋税、田粮、杂捐又去哪儿了？本王不管，没钱你们自己凑，没粮你们自己补，没人你们自己争。本王只要最终结果，不接任何借口。你们借着乱世疯狂贪墨，大肆敛财，中饱私囊，搜刮了多少血汗，吞了朝廷多少钱粮，你们自己最清楚。如今也是时候把吞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限你们1月重整梁山，到期本王亲自巡查，达标留任，不达标尽数革职问罪。怎么办？秦王这命令根本就是死局，我们去哪凑这么一大笔钱粮恢复民生？您得拿个办法出来啊！我们总得有条活路。是啊，大人，恢复农耕，安抚流民，重启集市，哪一样不要大钱？这要是1个月完不成指标，秦王怪罪下来，那可是直接掉脑袋的大事儿。长乐郡那群贪官的下场，说革职就革职，说砍头就砍头，半点情面不留。刚才秦王的态度，你们又不是没看见。找借口更没用，现在唯一的路就是听话，赶紧想办法凑钱凑粮。大人，可我们真没钱啊！没钱，你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梁山乱世，你们谁干净？借着赈灾贪墨，借着职权捞好处，你们一个个口袋塞满了。现在把这些年贪的、捞的尽数吐出来。听好了，秦王这是在给我们机会赎罪，愿意吐钱，愿意干活，愿意弥补，他就给我们一条活路。谁敢揣着侥幸心理，等着糊弄过去？钱没了，以后还能再捞。命要是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们一个个是要钱还是要命？你们傻！秦王只说了不许搜刮百姓，半句没说不许动世家豪强。咱们就找本地豪门，地方士族化。你们各自回属地，去找境内的世家大族富翁，态度硬一点。告诉他们，现在梁山重整民生、安抚流民是全郡大事。让他们主动捐银、捐粮、捐物资，先借着世家的钱来，把这1个月的难关糊弄过去。现在秦王势大滔天，胜券无双，我们谁敢跟他对着干？大人高明，这法子可行，有世家兜底，这难关绝对能扛下去。
家里所有私银、积蓄，甚至内眷攒的私房钱，全都掏出来，不管多少，出来安抚难民，修缮村落，重启农耕。钱财乃身外之物，命保住了，一切都还有机会。殿下，方才您在郡衙大堂实在太霸气了，那群梁山大小官员，一个个平日里在地方作威作福，端官架子，傲气十足。结果在您面前，全部吓得大气不敢喘，头不敢抬，呆若木鸡。看着他们束手无策的样子，属下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解气。对付这帮混迹官场的老牛条、蛀虫贪官，就是这样。你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跟你耍滑头；你跟他们讲规矩，他们就钻空子玩套路。阳奉阴违，想要镇住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他们更硬、更横、更不讲理，压得他们喘不过气，逼得他们没有退路，他们才会乖乖听话，老老实实干活。整个梁山郡民生凋零，田地荒芜，流民遍地，百废待兴。这种烂透的局面，常规的安抚，慢慢的调理，根本太慢。乱世重症，必须下猛药。本王今日不杀他们，也不翻旧账，不查旧贪，不是不知道他们这些年在地方贪了多少，祸害了多少百姓，而是现在大局为重，没时间一个个清算旧罪。留着他们，就是要给他们压死担子，扣死责任，用他们的人脉、财力、权力去快速恢复民生，重启生产，安抚流民。这群人心里有鬼，身上有罪，头上有把柄，他们比谁都惜命。只要压力给够，底线卡底，利剑悬头，他们绝对不敢弄虚作假，不敢偷懒糊弄，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的小命全程握在本王手里。殿下英明，用贪官治贪官，逼贪官做事，这手太绝了！不出1月，梁山全境必定焕然一新，到时候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会感念殿下恩德，更加拥护殿下。传令下去，暗中安排暗线探子，全部撒出去，1对1盯着梁山所有在职官员，谁要是敢阳奉阴违，表面应付，暗中糊弄，谁要是敢贪功偷懒，强梁私吞，敷衍民生，不用禀报，不用请示，直接拿下，当场处置。属下遵命。本王倒要好好看看这群梁山的蛀虫，谁敢顶风作案，谁会是第一个跳出来找死的人。县尊，战乱连年，我们庄园损耗巨大，哪里还有多余钱粮往外拿？此事恕难从命。秦王定下死规矩，限期恢复民生，任务完不成，我脑袋保不住，你们也别想独善身。现在遇上死局，不肯掏钱出力，那咱们就鱼死网破。我直接上报秦王，大家一起去死。秦王楚云，那是个杀伐果断、专斩贪官污吏的活阎王啊！短短几日，梁山郡变了天。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那些地主老爷居然愿意接济我们。往年闹饥荒，就一口粥都要被放狗咬，今日怎么如此大方？哪里是良心发现，是秦王殿下下了死命令，完不成赈灾，当官的要掉脑袋，地主也要重罚。说到底，还是秦王殿下厉害。若没殿下施压，这群人哪会管我们死活？他们今日破财，纯属活该。往日欺压乡民积攒的黑心钱，现在吐出来，理所应当。殿下，己方叛军中西南的西王根基最稳，只要彻点碎它，余下的小王必会望风而降。西王对外号称拥兵20万，但据情报看水分极大，算上伙协的民金壮丁，撑死10几万。兵力好说，最难打的是地形，他们盘踞西南大山深处，林密道险，易守难攻。以往朝廷围剿屡屡失败，他们熟门熟路，打不过就钻山游击。我们想要全歼，难度极大，地形险隘，游击退守。这一次，本王要让这10万大山成为你们的埋骨之地。不管他们藏得再深，钻得再偏，只要还在西南这片地，本王就能把他们一锅端。单凭主力不够稳妥，传令周边所有郡守全部动起来，封锁所有外围隘口、山道、渡口，断绝逃窜路线。主力进山，外围锁死，一网打尽。
彻底覆灭西王势力。遵殿下令。大军原地休整，多派探子深入山区，等情报齐全，我们再大举出兵，雷霆平叛。殿下，属下有要事急报。进来。殿下，梁山郡安宁县令把您的死命令当成了耳边风，为了躲避考核，他不愿出钱安置，竟下令暴力驱逐全县流民出境，难民全赶去了隔壁县。他这完全是掩耳盗铃、敷衍整令，祸害百姓。终于有自作聪明的蠢户主动跳出来找死了。本王正等着杀鸡儆猴，偏有人主动送上门。既然他不怕本王的规矩，那就送他上路。要精兵连夜奔赴安宁，把这狗官拿下，押回郡城当众审判，让所有世家官员看清，敢对本王阳奉阴者，必死。属下遵令。秦王要的是梅兰敏，别人掏钱掏粮，纯属蠢货。本老爷一招清空，难民全赶走。现在咱们县多干净，月底考核我必是全郡第一。秦王只会夸我会办事，大人咱们安宁县这次稳了，前途无量。妈了个巴子，谁敢深夜擅闯县衙，找死！完了，秦军怎么会来这里？奉前王令，拿安宁县令渎职其上，即刻押回郡城候审。你们无权抓我，我是朝廷命官，来人护驾，拦住他们！我要告状，这是滥用职权，我绝不认罪！放开我！敢阳奉阴违者，必死！秦王令，全员即刻前往法场，不得缺席。大清早行刑，昨晚半点风声没有。要杀谁？难不成又查出谁贪腐了？秦王这是又要动刀了？这么多高官到场，绝对不是小事。今日公开公审安宁县令渎职重罪，拿安宁县令开刀，他疯了吗？多年贪赃枉法，压榨乡民，驱逐全县难民出境，嫁祸邻县。好一个狗官，杀了他！带上来。跪下！王爷冤枉，王爷饶命啊！下官知错了，求殿下再给我一次机会，往后必定倾尽家财，恢复民生。殿下，安宁县令虽然渎职，但念在初犯，未成大乱。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还请殿下从轻发落，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晚了，不听欺瞒阳奉阴会者，杀无赦。既然他一心找死，本王便亲自送他上路，行刑。行。杀得好，秦王威武，殿下英明。他不知人情，不讲规矩，他是个疯子。看到了，安宁县令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榜样。恢复民生，安抚流民是死任务，谁敷衍，谁偷懒，谁拿百姓糊弄本王，下场和他一模一样。别以为你们背后有靠山，就算把陛下搬出来求情，本王该杀依旧照砍不误。想当第二个安宁县令的，尽管站出来。秦王千岁，殿下威武霸气。殿下，臣妾好想你。好了好了，快松开，外面还有亲卫看着，成何体统？看就看嘛，臣妾想夫君又不丢人。你怎么突然跑到军营来了？不在后方安稳待着？臣妾跟着北凉商队一路辗转来到梁山郡的。如今北凉商会打算拓穿版图，南下拓业，臣妾便亲自过来开辟南方商户，对接本地渠道。夫君，你现在可是整个梁山郡的大英雄、大恩人，所有人都说是秦王殿下扫平叛贼、整治贪官，救活了梁山百姓。就你嘴甜，最会说话。一路长途奔波，肯定累坏了吧？你先坐着歇会儿，我等会儿让伙房炒几道小菜，好好犒劳你。对了，北凉商会最近运转的怎么样？各处渠道生意都还稳定吗？
殿下放心，如今北凉商会早已站稳脚跟，中原全境、北方各郡的市场，我们已经完全打通，和各地大小经销商、商行都签了长期合作批约，渠道极其稳固。眼下商会正稳步向南扩张，全力进军江南市场。正好臣妾这次过来，顺势对接梁山本地资源，铺好南方的第一步根基。除此之外，我们南北互通，转运各地特产、稀缺货物、名贵物资，低收高卖，互通有无。如今商会每日流水极高，每月赚取的利润极勤厚，稳稳蒸蒸日上。北凉商会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力根基，养兵、养民、布局天下，都离不开这份财力支撑。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一直劳心费力打理商会大小事务。不辛苦，能替殿下分忧，能帮殿下稳住后方财力，是晚清的福气，也是臣妾的荣幸。王爷，你也太厉害了。你还差得远，多练练吧。哼，夫君，我该走了。商会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安排，今日便先进城打理事务。去吧，在外行事多加小心。殿下放心啦，我李家人漫步朝瑶，再加上如今北凉商会声势浩大，整个大前境内还真没几个不开眼的敢主动招惹我李家，招惹北凉商会。夫君，你在南方打仗，一定要千万小心自身安危。还有，往后做事切莫太过刚莽，不留余地。官场有官场规矩，朝堂有朝堂的平衡。你昨日当众斩官，铁血立威，手段太过凌厉。这一次朝堂风波，若不是陛下极力压下满朝非议，死死护着你，你必然会被百官群起而攻之，少不了一番责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过锋芒毕露，容易招致朝野集体忌惮。你千万要收敛几分。官场的规矩，那些制衡权衡，是用来约束庸臣的。谁贪赃枉法，祸乱民生，我就杀谁。我就是最大的规矩。路上慢行，试试稳妥。夫君保重。这不是寻常的草寇，这是割据西南，足以让大前官兵闻风丧胆的百战汉族。连灭3度，秦军竟凶悍至此。大帅，局势不容乐观，秦军战力恐怖至极，寻常军队在秦军面前根本撑不住一轮冲锋。梁山那群人不算弱，依旧被尽数剿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秦王现在在梁山休整，看似按兵不动，实则必然是在统筹布局，调兵合围。等他休整完毕，必定会再次出兵。本帅清楚，秦王必然会来。梁山已平，下一站大概率就是我西王军。传令下去，全境戒严，所有隘口加派岗哨，层层布防，各营人马全员整训。既然秦王要战，那本王就依托天险，跟他好好周旋一场。张龙，在座所有人，唯独你亲身跟秦军打过仗。你来说说，秦军真实战力到底如何？不要夸大，如实道来。诸位听我一句劝，秦军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普通官军。他们最擅长高速突袭，骑兵冲锋极快，配合极稳，冲阵碾压，势不可挡。哪怕弃马步战，秦军步兵的单兵战力、结阵厮杀能力依旧恐怖至极。我黑龙军数万主力，就是被秦军一波精准偷袭，硬生生打崩打没的。我实话告诉大家，千万别跟秦军打平原野战，千万别！一旦拉到开阔地形正面硬碰，我们就是自取灭亡，多少人都不够填。秦军单兵素质碾压各路叛军，但秦军也不是无敌的，他们最怕复杂山地游击战。只要我们死死守住大山天险，依托密林峡谷层层周旋，不出去野战，拖也能拖垮秦军。
天下第一幸军，半点不虚。张龙，你的情报至关重要。接下来，你残部尽数编入我军序列，听候调遣。随我大军驻守大山，一同抗衡秦军。遵命，大帅。各司其局备战，严加布防。大王，那张龙就是个丧家之犬，手下区4、5残兵根本不成当量，咱们何必对他这么客气，还划拨营地粮草供养？你不懂，本王哪里是养他，本王是吞并他手里的老兵，他那4、5千人都是跟着他常年厮杀，见过血不怕死的老卒，这种老兵最是珍贵，人数虽少，但兵战力却堪比我军精锐，我不收就是白费。劫他的人，吞他的兵，化他的战力，何乐不为？再者，我善待张龙，也是做给天下所有叛军看的。如今秦王势大，各路小势力人人自危。我现在敞开大门，就是告诉所有人，走投无路可以投我西王。等秦军压境，他们自然纷纷来投。大王英明，属下浅薄，不及大王远谋。即刻备笔墨，本王亲笔写密信，派人快马送往南疆各路义王手里。我要组建南方反秦联盟，抱团取暖，共抗秦军。大王，那些人自私自利，心怀鬼胎，未必愿意结盟听您调遣啊！哼，他们一定会答应。秦王已经把所有人逼上绝路了，单打独斗，迟早被秦军屠灭。与其等死，不如抱团依附我，借大山天险拼死一搏。比起死，他们更愿意低头妥协。退下，退到10步之外警戒。大帅，刚才在西王大帐，您为什么要答应的这么干脆？还要全盘听从调遣，这根本是变相吞并。西王就是想一点点吃掉我们。大帅，咱们手里还有4、5精百战老兵，凭这实力，去哪儿不能重新扎根？何必留在这里寄人篱下，看人脸色，最后被人慢慢吞干净？咱们走。你以为我傻？西王想吞并我们的心思，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可现在，我们没地方去了。整个南疆，能容得下我们的，只剩西王。你真以为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西王心机深沉，杀伐果断。刚才只要我敢当众拒绝，半个时辰内，他的大军就会把这里围死。我们这4、5千弟兄，全部都得死在这儿。他根本不可能放我们安然离开。这老狐狸早盯上了我们的精锐，困死我们了。大帅，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您下令，弟兄们悍不畏死，绝对能杀出大山，另寻生路。算了，现在不宜硬拼，先忍，蛰伏，走一步看一步。西王坐拥10几万大军和大山天险，是南疆唯一能和秦军掰手腕的人。借他的大势和地利，只要能跟着他打败秦军，那就能给我死去的数万弟兄报仇雪恨。被吞报无所谓，只要能报仇，一切都能忍。李管事年轻有为，做事缜密细致。北凉商会名声红彻大江南北，信誉无人能及。能与贵商会达成合作，是我高家的机缘，也是梁山商贸的福气。高老爷客气了，梁山历经战乱，百废待兴，商贸复苏是重中之重。我北凉商会深耕南北通商，此次南下布局，也是为了打通江南商路，盘活地方经济。往后两家精诚合作，互利共赢，既能让百姓得实惠，
也能让彼此生意蒸蒸之上。哈哈哈哈哈！李管事所言极是。哈哈哈哈哈哈！契约既定，往后便是合作伙伴。高某必定恪守契约，全力配合贵商会的所有布局。有高老爷这句话，我便放心了。我的乖，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好看的女人，比郡城所有的名鸾都要惊艳100倍。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女管事，这女人，本少爷一定要拿下。李小姐留步。高三公子，今日商会与我高家顺利契约，往后便是长期合作。商铺选址、渠道对接，多多少有些琐碎杂事。李小姐初来梁山，怕是诸多不便。往后这些杂活，若是李小姐信得过我，尽可以交给我来打理。我在梁山土生土长，人脉路子都熟，能帮李小姐省去不少麻烦。那就多谢高公子费心了。后续对接事宜，确实还要多麻烦公子。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好香，清纯端庄又自带风情，简直是云泥之别，比那些庸脂苏散强太多了。这女人，我必须搞到手。高公子，公事公办即可，私下无需如此殷勤往来，免惹闲话。往后若无正经工作，请高公子不必再来打扰。李小姐误会了，我只是想帮衬合作事宜，并无。一个外地来的商会管事，也敢在我面前摆架子，从来只有女人巴结我，给脸不要脸！既然你不肯乖乖顺从，那就别怪我用手段。等老子把你弄到手，看你还怎么装高冷！今晚老规矩，给我动手，把北凉商会的李婉清抓回来，直接送到我的卧房，手脚干净儿，别留下痕迹。是，公子，小的明白。娘娘，你也太敬业了，这些琐碎公务何必事事亲力亲为，累坏自己身子？殿下把整个北凉商会交到我手里，我就得担起这份责任。凡事只有亲自经历，才能真正吃头规则，稳稳驾驭商会。若是事事依赖下人，早晚要出纰臭。娘娘真厉害，奴婢打心底佩服。你呀，也要多学多看，等你以后能独当一面，我便放你去主持一方事务，闯出自己的前程。奴婢这辈子只想安安稳伺候娘娘，就心满意足了。都注意，目标马车马上就到，动作要快，出手要稳，外围护卫指迷晕，不准出人命。主要目标带走，得手立刻撤退。冲！你们是谁？胆敢拦路行凶！糟了，娘娘被抓走了！醒醒，快醒醒！完了，大意了！别愣着，快，立刻去城盟找秦军，通知殿下救娘娘！我竟然被绑架了！谁敢在秦皇眼皮底下公然掳走我？老大，这小娘子也太漂亮了吧，长得跟天仙似的。反正抓来了，不如咱们先乐呵乐呵，再送给公子交差。你他妈疯了！找死是不是？这是公子亲自点名要的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咱们都得死。为了一时快活搭上全家，值吗？老二、老三，赶紧换衣服，收拾妥当，人立刻送去府邸交差。叫什么叫？再敢乱哼乱断，老子现在就收拾你！老老实实安分点儿，不然不等送去府上，先办了你。
公子、府上、交差领赏，他们只是拿钱办事的打手。对方目的是把我送人，暂无性命之贼。小丫鬟定然已经去报信了，夫君就在军营，他一定会来救我。有人要闯城门，立刻拦停！快救人！快去救我家王妃，出大事了！你家王妃是谁？到底发生何事？是秦王妃李婉清娘娘，刚刚在城内小巷被人绑架掳走了。敢在秦王眼皮子底下绑架王妃，找死！传令，全城秦军即刻出动，封锁所有街道、巷道、城门出口，一不冷，掘地3尺，务必找到王妃下落。你跟我回营面见殿下。殿下，大事不好！急报，天大的急事儿！讲，何事慌张？殿下，娘娘被人绑架了，深夜在小巷被蒙面歹人掳走了。大胆！一群鼠辈蝼蚁，竟敢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掳劫本王的王妃！传令，全军即刻披甲，整军入城，封锁全城，掘地3尺也要搜出来。婉清是怎么被绑走的？回殿下，我们回宅院，途经偏僻小巷时，暗处突然冲出蒙面黑衣人，他们释放迷药放倒护卫，奴婢和娘娘猝不及防昏迷，醒来娘娘就不见了。一群藏头露尾的杂碎，今日不管是谁，背后有何势力，本王就算杀得血流成河，也要把婉清完好无损地救回来。婉清近日在郡城，可曾得罪过任何人？可有异常之人纠缠？有，这几日梁山郡城高家3公子高明杰天天往会跑，刻意纠缠。娘娘察觉不对，已当众拒绝过他。除此之外，娘娘从未得罪任何人。高明杰这种仗着家世横行霸道的纨绔，除了他，再无他人。本王知道了，目标高家府邸。怎么还没来？都过去这么久了，一群废物，办点事磨磨唧唧。少爷别急，算算时辰差不多了。那些人手脚利索，肯定不会出岔子，很快就把人送过来。小爷我一刻都等不住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这么惦记过一个女人。今晚必须得尝尝，这等绝世美人到底是什么滋味。少爷，人已经稳妥送进房内了。小样儿，在我面前装高冷摆架子，屡次拒绝我。现在落到我手里，我看你还怎么傲气，还怎么给我装冷淡！果然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真是色胆包天。小美人儿，醒了，你不是很高贵吗？不是看不起我？哼，这2天对我爱答不理，哼，任你再怎么装清高，到头来还不是落在我手里。高明杰，现在收手，放我离开，你还有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你可知你今夜做的是什么事？私掳良人，绑架朝廷众员眷属。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不只是你，整个高家满门抄斩，无一活口。还想吓我？你一个外地来的小管事，能翻起什么风浪？还想拿话压我？你以为我会怕你？我并非普通商会管事，高明杰，你听清楚，我是秦王妃楚云的正妻。
呦，笑死我了！你是秦王妃，就你一个跑来做生意的女子，还敢冒充王妃？如果你是王妃，老子就是皇帝！别装了，今晚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你是我的人，逃不掉。我的天！大半夜这么多骑兵进城，出大事了！看着阵仗是秦军主力，全部披甲持刀，杀气腾腾。秦王殿下铁血公正，今晚必定又是有人作死撞窗口了。全军听令，包围高家府邸，封锁所有出入口，一人不准放走，一人不准漏网。官爷，到底发生何事？为何深夜重兵包围我高家府邸？滚开！殿下，深夜大驾光临韩，不知有何要事？我高家上下必定全力配合，绝无退位。高明杰在哪？让他立刻滚出来见本王！是那个混账三儿子，肯定是不知天地厚的畜生惹怒了秦王。快去，把高明杰立刻带来前院！快！带路，后院。完了，若是清白尽火，我绝不苟活。大不了一死，以死谢罪。今晚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你注定是我的人。少爷不好了，出大事了！敲你娘的丧！谁敢打扰老子好事，找死！啊！公子快跑！外面全是官兵，整个高家都被重兵包围了。秦军包围高家，怎么可能惊动秦军？难道她真的是秦王妃？王爷，您终于来了，臣妾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救我。婉清，对不起，是本王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不晚，还好王爷来得及时，若是再晚一步，臣妾唯有以死谢罪。别怕，有本王在，从今往后无人再敢伤你分毫。妥善保护王妃，先带王妃回营休养。是。你们好大的胆子！纵子作恶，目无王法，私戮朝臣眷属，绑架当朝王妃。你们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屠尽你们高家满门？殿下命，秦王殿下饶命啊！草民不知情，真的一无所知啊！逆子高明杰色迷心窍，私自犯下滔天大错，绝非我高家手艺。若我今夜再晚来片刻，婉清便会清白尽毁。甚至会为了保全名节，以死谢罪。我高家愿倾尽所有，府中良田、商务、金银全数充公。只求殿下开恩，饶恕我高家满门性命，给草民一条活路。子不教，父之过。你身为家主，教子无方，纵容子嗣横行乡里，目无王法。高明杰敢胆大包天绑架本王王妃，整个高家都要付出代价。全员拿下！无论老幼尊卑，尽数打入大牢。属下遵令。高家家产全数抄没，分发梁山百姓，全员交由三司从严处置。动我逆鳞，辱我挚爱，只有一个下场：谁敢碰他，谁就满门覆灭，连根拔起。听说了吗？梁山第一豪门高家一夜之间没了。我的天！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能让秦王满门拿下。高三公子色胆包天，深夜绑架了秦王妃。我操！绑架王妃，这纯粹是找死啊！北凉商会那位气质绝尘的李管事，就是名正言顺的秦王妃。都给我安顿守己，收起你们往日的嚣张跋扈。高家就是前车之鉴，从今往后，谁敢在外惹事，家法伺候。孩儿不敢了，绝对不敢出门半步。爹，您息怒啊！秦王一怒，百年世家灰飞烟灭，整个大前再无人敢触碰那片不可饶恕的逆鳞。婉清，往后商会的琐事，你不必再亲自操劳奔波了，太过凶险。你安稳待在本王身边，商会事务自有专人打理。不行的，王爷，这是您交给臣妾的重任，是臣妾的职责所在，岂能因为一次凶险就半途而废？江南市场刚打开，臣妾必须管到底。那4名护卫护主不力，本王已经下令，每人重领军棍100丈，严加惩戒。往后本王再加派精锐暗卫，寸步不离护你左右，绝不让你再受半点惊吓。多谢王爷，昨夜真的多亏王爷来得及时。若是王爷再晚片刻，臣妾清白受损，无颜面对殿下，只能以死谢罪。婉清，别怕，都过去了。高家涉案之人已尽数入狱，家产充公。王爷，会不会罚得太重了？高明蝶并未得逞，高家中人也大多不知情。不重，谁敢动本王的人，不管有没有得逞，都要付出惨痛代价。本王覆灭高家，不只是为你出气，更是要借此事昭告天下。谁敢与本王为敌，触碰本王逆鳞，下场只有一个：覆灭。雷霆手段方能震慑枭首，高家注定要成为秦王立威的祭品。7日时间，足以为梁山郡剜除腐肉，重铸秩序。全军拔营，西进，讨伐西王军。张宪坐拥16万大军，麾下10大金刚皆是狠角色，数次正面硬刚前军，次次大胜。王爷，这根本不是普通叛军，他们有完整的官府和经政体系，深山、村镇、隘口全被他们牢牢掌控，这简直是个扎根大山的山中王朝。哼，朝廷官军只能龟缩大城，出兵必败。难怪历届朝廷派兵围剿，次次无功而返，甚至全军覆没。最致命的是民心，张宪不饶百姓分粮济贫，山里百姓死心塌地倒向他，官军一动，百姓就报信，兵力路线敌军了如指掌，我们进山却是两眼一抹黑，处处陷阱埋伏，被动挨打，数次围剿全被拖垮，耗死。得民心者的山中王朝，本王倒要看看你这10万群山能不能挡住我大秦的铁蹄。放弃大城，扎根深山，建立基层统治，好一个农村包围城市，一点点蚕食渗透，最后困死官军。这西王是个懂战略的狠人，有点手段，有点格局，算是个像样的对手，但也就仅此而已。他这套路对别人有用，对本王没用。大帅，大部分南方大型义军全都直接拒绝了联盟提议，他们傲气十足，不需要抱团冲短。只有几家地盘零星的小型义军愿意归入咱们麾下，这群人不知好歹。大帅牵头是给他们活路，他们还揶良自大。哼，不急，现在跟他们说再多都是白费口舌。这群人割据一方惯了，谁都不想屈居人下，等着就好。等秦军大举南下，屠营灭寨，他们就知道什么是恐怖了。到时候走投无路，自然会放下傲气，
哭着来求我收留。黑龙军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动？张龙安分吗？回大帅，极其安分。张龙严令将士配合调度，从不擅自行动。看模样，张龙是彻底认怂，真心想要依附大帅了。张龙这点心思还想瞒我？他天生就不是屈居人下的性格。他现在听话是走投无路，只要有一丝机会，绝对第一时间跑路。传令加大监视，明暗探子盯死，四周暗部伏兵。但凡有半点异动，直接出兵合围，绝不给半分逃跑机会。他手下那几千精锐老兵，这块肥肉，老子吃定了。帅实在忍不下去了，张显没安好心，摆明要吞了咱们。营地四周密密麻全是他们的探子，防我们跟防贼一样。弟兄们进出交谈，转头就传到西王耳朵里，跟坐牢没区别。不只是监视，他们还专门派人来挖咱们的人。西王麾下部中层将领，天天借着创门、唠嗑、切磋的由头往咱们营地钻，对着底层弟兄各种画大饼、灌迷魂汤，张口就是跟着西王有活路，跟着西王才能安稳过日子。这帮蛊惑人心的手段玩得贼溜，不少底层弟兄本来军心就不稳，现在真被说动了心思，私下偷偷议论，觉得投靠西王是好事。再这么耗下去，不用人家动手打，咱们军先散了。大帅，属下还听到小道密闻，西王最近一直在疯狂联络各路大小叛军，打着联手抗秦、组建联军联盟的幌子。但依我看，他哪里是想抱团抗秦？他现在建官制、设体系、管民生、统兵马，搞得有模有样。摆明了就是割据称王，打算日后登基做天下。所谓的反秦联盟，就是他收拢势力，壮大自己的棋子。他监视我们，分化我们，拉拢我们的人，蚕食我们的根基。这些手段，无非就是想不费一兵一卒，吃下咱们这4、5千精锐老兵。但想要活下去，想要日后报仇，想要重振黑龙军，就必须忍。都管好自己手下的弟兄，约束好军心。等时机成熟，我自会带弟兄们脱身自立。我等明白，定管好麾下弟兄，隐忍蛰伏，静待时机。这些年西王叛军断绝商路，祸乱四方，咱们苦日子终于要到头了。秦王亲率大军南下，清剿叛军，平叛乱，斩贪官，稳地方，百战百胜。秦王殿下何时才到啊？这就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百战之师。来了，秦军来了！这就是天下第7兵，果然名虚传。不愧是秦王亲手带出来的兵，和那些叛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蜀郡文武百官恭迎秦王殿下驾临。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今天绝不能让这尊活阎王跳出半点毛病。诸位免礼。本王奉旨南下，全权负责南疆平叛战事。此前长乐郡、梁山郡叛乱已尽数肃醒，祸乱皆平。此次大军南下，目标直指盘踞西南大山、割据作乱的西王叛军。接下来所有军事部署、行军度、地方配合，还需诸位各司其职。臣等谨遵王令，全力配合殿下平叛大业，绝无半点推诿懈怠。殿下千里行军，一路风尘仆仆，劳苦功高。我蜀郡大小官员、地方士乡绅，素来仰慕期盼殿下。下官已在城内备好接风宴席，略尽地主之谊。一来为殿下与秦军将士接风洗尘，二来也让郡内众人拜见殿下。不知殿下可否赏脸入城赴宴？还请殿下应允，也算我蜀郡上下一片心意。接下来大军驻扎、情报搜集，皆需这帮地头蛇配合，赴宴立威，正当其时。
既然诸位盛情相邀，那本王便应允了。这下好了，秦军主力终于来了，有前王亲自坐镇，西王叛军肯定蹦跶不了多久。这些年真是熬够了，西王盘踞大山，到处劫掠，封锁山道，截断商路，我们的货物根本运不出去。是啊，稍微值钱的货物一出城，10有8九就被叛军盯上劫绝，多少商户家族亏得家底都空了。再这么耗下去，蜀郡的生意彻底作死，田地也没人敢安心种。现在不一样了，秦王带兵南下，人数看着不多，但全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精锐。之前长乐、梁山那么嚣张的叛军，秦王一到，直接碾压覆灭。这次剿灭西王军，绝对也是摧枯拉柳。只要能彻底平定西南叛乱，商路重新打通，我们蜀郡就能恢复往日华，大家的日子才能真正好起来。怎么秦王殿下还没啊？我都等半天了。今天终于能亲眼见我这辈最大的偶像了。传闻秦王殿下年少英武，容貌绝世，气度无双，战场上杀伐果断。要是能被秦王下多看一眼，哪怕只是说一句话。你可别做梦了，就你这普通样貌，秦王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哪里差了？我容貌身段、才强品行，在蜀郡世家女子里也算拔尖。万一呢？万一殿下就喜欢我这一款呢？秦王殿下到！参见王殿下。诸位免礼，都坐吧。又是那种繁文缛节的奢靡排场。罢了，粮草温稳，尚需他们出力，稳住人心，才能稳战局。多谢冯郡守、许郡尉以及诸位蜀郡同僚、乡绅世家。今日盛情设宴，本王奉旨南下，职责便是扫清南疆叛乱，还西南百姓太平。此前长乐、梁山之乱已尽数平定，此番大军重驻蜀郡，目标只盘踞10万大山，割据作乱的西王叛军。西王军割据数年，祸乱3郡，堵断商路，侵扰村镇，残害性，罪无可赦。接下来一段时日，大军驻扎蜀郡，所有剿匪、粮草征调维稳，还需要在座诸位鼎力配合。只要诸位恪尽职守，安分守己，配合平叛，战后恢复商贸民生，本王必让西南重归安稳繁华。草民代表蜀郡属所有世家宗族，叩谢秦王殿下驾临西南。这些年，西王叛军盘踞10万山，割3郡，四处作乱，劫掠村镇，截断对外商道。我蜀郡百姓、世家、商户苦叛军久矣。外头山路全是贼匪，商队不敢出，货物运不走，跨郡生意彻底断绝，良田荒废，家家苦户苦不堪言。往日朝廷数次围剿，皆是无功而返，无人能制止这西南乱局。今日殿下亲率天下精锐进驻蜀郡，便是西南万民之幸。后续剿灭西王叛军之战，但凡我蜀郡世家能用得着的地方，钱粮、人力、物资，我等技术无偿捐献，全力阻助大军。花钱消灾，投资殿下。只要商路重开，今日付出的钱粮，来日定能成倍赚回来。本王此次南下，唯一目的便是扫清叛贼，平定西南乱局。本王必会以最快速度踏平西王叛军，肃清山野贼口，打通所有商路。我的天，也太帅了吧！我
完全长在我心坎上。原来战神根本不是传言里的粗满模样，这风度，这气质，简直绝世无双。不愧是我唯一的偶像。要是能嫁给这样的人，哪怕只是远远追随，我都心甘情愿。秦王亲率秦军主力已然进驻蜀郡，没休整，没打其他弱小叛军，剑锋直指我西王军。大帅，秦王心思极深，他是打算杀鸡儆猴，只要一举击溃我军，剩下所有杂牌叛军必将闻风丧胆。此战若被他得胜，后续扫平叛乱将再无阻力。没错，所以这一战避无可避，也无需再避，即刻传令全境，全面铺开舆论宣传。秦军残暴嗜杀，只要入境，必会清算万民。告诉他们，只有拿起兵器配合我军，才能活下去。遵大帅令。从今日起，全境布控，构建全民眼线。我要让秦军踏入大山那一刻起，就彻底陷入百姓的汪洋大峡。他们在明，我们在暗，随后全军佯败，诱敌深入。世人都吹楚云战神，吹秦军天下第一，本王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百战无敌。一旦全歼秦军主力，生擒从秦王楚云，那将是对大前朝廷最致命的一击，南方必大乱。届时，蜀郡那些观望的世家大族再也不敢首鼠两端。只要灭了楚云，整个西南的底蕴、钱粮、人口尽归我手。此战只许胜，不许败。赢了，割据西南，问鼎天下；败了，全军覆灭。诸位，随本王死战到底，覆灭秦军，奠定帝业。誓死追随大帅，覆灭秦军，奠定帝业。此战目标全歼西王主力，西王坐拥16万大军，盘踞3郡山野，村镇连片，地势错综复杂，仗不好打，任务极重。此战秦军为主力，进山清剿，正面破敌；蜀军为外围封锁主力。传本王令，即刻调10郡、云郡2地守军全线联动。本王只要一个结果：西王军主力一个都不准跑，全部锁死在大山之内，就地援歼。你们无需进山作战，无需跟叛军打野战伏击，只需要把外围封死，守好关卡，严防死守。遵殿下军令，我等必定严守外围，绝不让一贼一卒逃窜。殿下，外围封锁不难，难的是大山内部战局，这就导致一个致命问题：我军只要踏入山区，一举一动全程暴露。大军调动，粮草路线、驻扎地点、兵力多寡，随时有人偷偷进山报信。往年大军围剿，次次都是这样吃的大亏。每次正面打到关键节点，西王军总能精准绕后偷袭粮草，截断补给，偷袭后营，军心一乱，大军必溃。久而久之，西王越打越强，地盘越扩越大，最后彻底割据3郡，成了气候。无妨，西王想靠百姓情报全民眼线伏击秦军，做梦！我有上帝视角，任你全民报信，层层埋伏，在绝对的先知面前，形同虚设。年轻一路顺风顺水，狂妄至极，你真以为天下无敌了？西王玩的可是全民战争，等秦军深入大山，损兵折将，大前气数便尽了。我在观望，若你败了，我协列蜀军彻底倒戈。通龙之功的滔天富贵，可比这大前郡尉强100倍。方才许郡尉所言，本王尽数听在耳中。山区百姓被蛊惑，这些难处，本王一清二楚。但难处从不是推诿懈怠、敷衍应付的借口。此番作战，秦军主攻清剿，诸位麾下军队负责外围全线封锁。本王只有一个要求：往后半月筹备期，所有人务必竭诚合作，不折扣贯彻我下达的所有部署。上下一心，同心协力，务必将西王叛军死死困在群山之内，一个都不许放。另外，本王丑话说在前头，军法大于天，谁若是心存杂念，暗中敷衍、阳奉阴违，背地里搞小动作耍幺蛾子，或是私通叛军、泄露军情，坏了全盘围裹大计，那就休怪本王翻脸不认人。军法面前不分文武，一律从严处置，绝不姑息。殿下，探子查到了不少隐秘情况。讲。
蜀郡境内众多本地世家大族都在跟西王张夫暗通诡取，两头下注。西王为了拉拢他们，秋毫不犯，不征粮，处处给足好处。这些世家表面忠于朝廷，背地里却悄悄跟叛军来往。目前虽没人敢明目张胆投靠，但都在暗中观望局势，随时准备倒戈。朝廷养着他们，乱世以来，他们反倒偷偷勾结叛贼，太过分了。世家历来如此，他们从来不在乎谁做江山，谁当皇帝，他们只在乎两件事：家族地位能不能保，利益能不能续。老牌世家为何能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乱世压住，墙头抱抱。阿对了，从龙功臣，世代荣华；阿错了，便是满门倾覆。乱世求生，人之常情，观望、犹豫、暗藏私心都可以，但是敢实质性资助叛军、破坏平叛大局者，必杀！你立刻调动暗卫，暗中彻查蜀郡所有世家。中立家族不用管，重点查清谁在实打实给西王输送粮草军械，暗中资敌，趴在大钱身上吸血几百年，乱世反手资敌，祸乱大局，那就该死。等我剿灭西王，所有摇摆不定、暗藏异心的世家，全部统一清算。世代忠良、安分守子的，本王大力扶持；至于心怀二心、暗中资敌的，直接连根拔起。属下遵命，即刻暗中彻查，绝不放过一人。皇位登基，我从来都没有多大兴趣，但大钱江山，绝不容许叛军割据、世家分裂。谁想颠覆大钱，裂土称王，我便灭谁。父亲，今日秦王当众下令，半个月后大举进山围剿西王主力。您看，秦王这一次真的能灭掉盘踞大山多年的西王军吗？不好说，秦王战力凶悍，所向披靡，绝非浪得虚名。但他之前打的都是平原野战，利于骑兵冲锋，大军铺开。可西南10万大山，群山连绵，密林交错，道路崎岖，在山里根本施展不开，等于自废一半战力。西王军常年扎根深山，熟悉每一寸地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依我看，秦王大概率会惨败收场。不过秦军个个都是百战精锐，真拼起命来，变数极大。父亲，那我们许家暗中跟西王的联络和粮草交易，要不要直接切断，还是暂时停一段，等大战分出胜负？停！所有私下交易、暗中输送、人情往来，全部暂时叫停，一刀切断，绝不能留半点尾巴。是，儿子这就去办，绝不走漏风声。万一秦王真的创造奇迹，一旦被查出来，就是满门抄斩，我赌不起啊！孩儿还是觉得西王胜算更大。西王手握16万大军，经营西南数年，根深蒂固。秦军不过万余精锐，进山之后兵力分散，怎么看都不占优。孩儿觉得秦军未必啃得下这块硬骨头。输赢先不论，稳妥第一。你忘了，秦王是什么人？那是杀伐果断、杀人从不手软的主。高家何等底蕴，被秦王直接满门拿下，家产抄没，彻底覆灭。一旦让秦王查到我们许家暗中私通叛军，资敌助贼，根本不需要证据确凿，单凭疑心就能摘了我们100年根基，绝不能因为一时贪心侥幸毁了世代基业。哪怕西王赢面有90%，这一丝风险我们也万万冒不起。不求战队最快，只求不倒，不炸不翻车，暂时彻底撇清所有关系，老老实实配合朝廷平叛。等大战落幕，谁赢谁定乾坤，我们再顺势投靠新主。是，父亲教训的是，孩儿立刻下去安排，连夜切断通道，清理一切痕迹，绝不留下半点把柄。这保全家族的长久之道，终究是个忍字。这一战根本不是单纯的平叛，而是决定整个南方乱世格局的生死对决。所有人都在闭门观望，不通音信，等那少年战神。秦军进山，就是要抢大伙的粮，霸占你们的土地。山里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喜闹中，把王师当成了外敌。谁敢给秦军留一滴水，全家当众处死！这分地分粮的骗局到
到底还要让多少人送命？断绝去路，围而不漏，10万大山已成死局。这就是西王军最后的屏障。全军弃马，布阵进山。全军进发，直奔叛军主营。来了，秦军进山了，好多兵，全部是黑甲精兵，人数极多，往大山腹地去了。快报给守军，快传给大帅！哼，找死！本王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原来也只是个仗着连胜、目中无人的毛头小子。中原大仗赢了几场，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敢孤身率军闯入大山？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那本王就成全你，全歼秦军，生取楚云，让天下所有人好好看看我西王军到底有多强！传令，调第2、第3、第5、第7、第9五路主力大军，共计5万精锐，全员进入御室埋伏阵地。遵大帅令。楚云不是想直捣黄龙吗？本王就让他有来无回。张宪自以为靠眼线和地形就能玩弄情报，殊不知在上帝视角前全是笑话。正面大军保持正常行军节奏，装作毫无察觉，稳步向前，吸引敌军注力。调4支1000人精锐小队，共4000士卒，由4名千夫长各自带队，脱离主阵，从左右两侧引密林穿插绕行，绕至敌军埋伏阵地后方。来了，秦军入套了，所有人准备，等他们主力再往里走一段，全部进入伏击圈再动手。撤！快撤！后面被包抄了！慌什么？都给我稳住，结阵迎敌！等着看吧，最少能重创秦军2、3千人。首战打崩秦军士气，接下来新王心态必炸。什么天下第一强军，进了咱们西南大山就是没牙的老虎，任咱们揉捏。啊！报，大帅，大事不好！前线伏击部队，国军提前埋伏山道两侧，全程紧盯秦军正面主力。万没想到，秦军根本没掉进陷阱。芒京大人战死沙场，麾下1万伏兵，死伤惨重。什么？芒京刚死了？1万伏兵全没了，这怎么可能？咱们占尽地利人和，提前埋伏1夜，怎么会反被偷袭？秦军怎么精准知道我们的埋伏位置？怎么敢精准绕后？难不成咱们内部出了内鬼？有人偷偷走漏了情报？满山都是咱们的眼线百姓，秦军怎么做到悄无声息穿插绕后的？都闭嘴！不用猜内鬼，也不用纠结缘由。这一战足以证明，我们彻底低估了秦军，低估了楚云。对方的侦察、战术、应变能力远超我们的预料。常规的埋伏对秦军已经没用了，只会白白折损我们的精锐。传令全军，接下来放弃大规模军团伏击，各部化整为零，拆分小队，依托山林地利，分散布防。在秦军所有必经山道、峡谷隘口，层层布置小股伏兵，只做骚扰、偷袭、截杀、赤袭。秦军远道而来，不熟悉山地，不适应密林，行军疲惫。我军熟悉每一寸山川密林，进退自如，来去如风。我们的优势不在硬刚，而在游击拖耗，一点点拖慢他们的行军速度，一次次消耗他们的体力精力，把秦军脱皮、脱漏、脱灶、拖垮。都下去准备，接下来本王就让不可一世的秦军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山林游击战。遵大帅令。左翼第3锋，悬崖夹缝，调甲字营一小队。末将遵命。
这鬼地方，秦狗就算把山翻过来也找不到。队长英明，咱们先在这儿躲着，别出声，等天黑再摸出去偷袭营地，一个不留。为什么我们去哪儿他们都知道？出来，秦狗，有种正面打呀！这到底是谁的主场？这里是我们经营数年的大山，是我们的地盘。凭什么我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秦军反倒如履平地，来去自如？邪门，简直太邪门了！秦军明明是北方之师，常年在平原和北蛮打硬仗，压根儿不擅长山地作战。可这2天打下来，他们对山林地形的熟悉程度，比我们土生土长的兵还要变态。这2天大大小小战死的弟兄，已经足足2、3千人。从头到尾，连秦军一根毛都没伤到。短短3天，我们已经白白葬送1万4、5千精锐，打不着，摸不着，藏不住，耗不动，这仗根本没法打。他们难道是开了天眼吗？我的一举一动竟然全被看穿了。世人都说骄兵必败，但在我们秦军上下心中，骄兵必胜。殿下，末将现在是彻底服了。什么山林天险，什么游击战术，什么全民眼线，在您面前全都不堪一击。西王军现在怕是懵了，怕是这辈子都想不通，他们经营数年的主场，怎么就成了他们的葬僧之地？不管他们怎么藏，怎么躲，怎么算计，怎么偷袭，您总能精准锁定，提前预判，反手绝杀。殿下真是用兵如神，一次次创造奇迹，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没有一人敢质疑您的任何道军令。您说往东，全军绝不往西；您说围剿，全军绝不留守；您说决战，全军死战不退。在所有将士心里，您的命令便是天理。您的决断便是胜局。路还没走完，仗还没打完，区区游击骚扰不过是小打小闹，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主力决战。全军听令，一鼓作气！本王带你们直捣黄龙，全歼西王军主力，此战大胜，覆灭西王军，全员论功行赏，人人重赏，谨遵殿下军令。踏平敌巢，全歼叛军。耗不下去了，连日缠斗，屡战屡败，被动挨打，如今偷袭无用，骚扰无效，小规模交锋尽数溃败。你们所有人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说说眼下还有什么应对之法。大帅，事到如今，再无迂回之计。继续分散兵力，只会被秦军逐个点名，白白送命。属下恳请大帅，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所有沿线防线，全线收拢兵力，死守大本营。就算是以命换命，贴身血战，我们用人头堆，也能活活把这支秦军彻底耗死，全歼在此。若一再进攻，我军无需对战，便自行溃败。唯有决战，方能翻盘。10倍兵力，主场作战。就依诸位所言，传令全境，即刻放弃所有外围村镇、山道防线、沿途据点，所有分散游击驻守、巡防的兵马全部放速回撤。是，定要全歼秦军，生擒楚云，一战定乾坤。遵军令。手握10几万雄兵，兵力碾压10倍，我就不信还打不赢你区1万秦军。10万大军全线收缩，管你是主力还是残兵，在那个名为秦军的梦魇面前，都得夹着尾巴往主营逃。总算不用东躲潜藏打游击了，这回10几万弟兄凑一块儿，堆也堆死秦军，老子就不信万把人还能翻了天。可前几天那些伏击队
游击小队，去多少死多少，连蟒金刚都折了。秦军邪门的很，万一咱们也打不赢，那不就全完了？放你娘的狗屁！仗还没打，就先灭自己威风，长他人气。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多少弟兄，10几万大军，一人吐口唾沫都能淹死秦军。之前是分散开被他们阴了，这回咱们主力全聚一块儿，正面硬刚。秦军再能打，还能一个打10几个。赶紧走，磨磨蹭蹭的，晚了功劳都被别人抢了。大帅有令，决战之日，斩军首级1颗，赏白银50两，多斩多赏，上不封顶。征擒秦军族士者，赏格再加。我操，50两！1颗脑袋50两银子，我没听错吧？妈的50两啊！老子当兵3年都攒不下5两。干拉的，这仗必须干！50两。能买10几亩地，能盖大瓦房，能娶个漂亮媳妇了。运气好，砍2颗脑袋，老子回去直接娶3个婆娘。都别跟老子抢，秦军的人头老子包了。杀秦军赚银子，搏一把富贵。13、14万主力尽数归位，重赏之下，军心可用。楚云，你死期到了。传令全军养精蓄锐，明日大营列阵，恭候秦军。本王要让楚云有来无回，葬身于此。张宪这是铁了心要跟秦军主力决一死战了，10几万大军全往主营凑。您觉得这仗西王军能赢吗？西王军派出去那么多伏击队、游击队，去多少死多少，连蟒金刚都直接折了。秦军太邪门了，真的太变态了。深山老林里，西王军藏得再深，都能被精准揪出来，跟开了天眼似的。就冲这本事，我怎么都觉得张宪未必是秦王的对手。大哥，依我看，这就是咱们的机会啊！两边主力死磕，大营必然大乱，咱们正好趁乱带着弟兄们冲出去。总好过在这寄人篱下，天天被西王的人盯着防着，跟坐牢似的。这仗西王赢点大，秦军大概率要栽。秦军再强再邪门，也只有1万把人。西王呢，10几万主力，主场作战，粮草充足。我思来想去，实在想不出西王有输的道理。秦军再能打，难道还能一个打10几个？真当他们是天兵将将不成？所以，这是咱们报仇的机会。当初秦军把咱们逼得走投无路，丢了地盘，损兵折将，这笔账老子记到现在。等决战开打，秦军被西王主力耗得死伤惨重时，咱们就从侧翼捅上去，狠狠咬一口，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雪恨。对，报仇！当初的账该算算了。秦军再厉害，被10几万大军耗残了，咱们补一刀，绝对能啃下一块肉。咱们得做2手准备。决战开打后，所有人马随时整装待命，兵器不离手。西王占优，咱们就冲上去补刀，抢功劳，报旧仇。一旦局势不对，西王军有溃败之势，咱们立刻掉头就走，什么都别管，直接往深山里撤，绝不留在这儿给张宪陪葬。老子的400战老兵是最后的本钱。前几日折损上万精锐的耻辱，今日我要用你们的血来洗刷！传令，前军5万主力即刻发起进攻，正面压上去，先耗一波秦军的体力与锐气。两侧密林伏兵全部待命，秦军与前军缠斗焦灼，立刻从两翼包抄。今日本帅将这万余秦军尽数埋葬在这大山中。遵大帅令，杀！
砍下秦军脑袋，换荣华富贵。10倍兵力又如何？秦王说能赢，我们就一定能赢。杀！今日我要以绝对实力正面碾碎你们！前排长枪兵出阵，刀盾兵紧随其后。狂妄！区区5000人，竟敢主动冲我5万大军！楚云这是连胜冲昏了头，真以为自己的兵是铁打的不成？别停，往前推，杀光这群杂兵！稳住，节奏别乱，他们人多，都是送死的。5万人打5000个人，居然被正面碾压了！什么情况？5万人打5000，被压着打！是秦军太离谱了，你看，一碰咱们兵直接断，甲也砍不动。这根本不是正常军队，战力简直变态，前排军心崩了。这1万秦军到底是什么怪物？真是笑死我了！刚才一个个吹得震天响，说10几万大军要踏平秦军，结果呢，5万先锋被人家5000人正面乱杀。现在一看，叛军是真的要凉。张宪还觉得自己主场优势，人数碾压就必胜。人数多有屁用？兵是乌合之众，将是庸将一堆。凭什么赢百战秦军？没本事上去就是送人头。10倍兵力，居然被摁着揍，再拖下去全得崩！废物，全是废物！2亿伏兵全员杀出，何为秦军？杀秦狗！兄弟们冲！50两一颗头，发财就在今天！围住他们，别放跑一个！人多，在绝对的铁血面前，只是多送命而已。弓箭手列阵中央，全军2翼铺开，4000刀盾兵分左右2线，护住侧翼，死战拦截。放箭，覆盖2翼敌军。挡不住，根本挡不住，这还是人吗？他们怎么不怕死？被包围了，居然越杀越疯！我的刀破不了甲，他们一刀我就没了。这玩个屁呀！10几万人围1万人，结果我们被屠杀。修罗军，继续，一个不留。大哥，西王已经全部压上家底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是上，还是直接撤？秦军确实变态，但动作滞缓，呼吸急促，已到极限。撤！机会来了！秦军强归强，但是已经打废了，体力彻底透支就是空架子。西王10几万兵力全员压死，秦王再逆天也绝对顶不住。弟兄们，报仇的时候到了！当初我们被秦军追杀，死伤无数，这笔仇今天清算。不用怕，秦军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全力压上，一举全歼秦军。火车楚云，此战必胜！好，听大哥的，报仇雪恨，踏平秦军。殿下，撑不住了，叛军所有兵力全部压上，将士们体力透支严重，阵线快顶到极限，再耗下去，伤亡会失控。
所有将士听我号令，本王亲自带你们直捣黄龙，冲穿敌军中军，斩敌帅旗，终结此战。将士们，随本王冲！杀呀！50元首级不要了，戳戳他可是天大的富贵。根本靠近不了，1丈之内必死无疑。老子不冲了，富贵再好也得有命拿，我不去送死。弓箭，放箭射死他！完了，箭都射不动，近身死，远攻也无效。这就是天下第一战神，简直是战场凶兽，变态到离谱。拦住他，拼死拦住秦王！9人合力，不信拦不住他一人。短短时息，一碰就死，一招就没。这天不是人，是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快，所有人上去挡住他，拼死拦住，绝对不能让他碰到帅旗！帅旗不能倒，倒了我们全完了！快走，赶紧溜！你别过来，再往前一步，我们不客气了，我们砍死你！滚！你倒了，大帅没了，我们输了！还打个屁呀！赶紧跑，保命要紧！想跑？晚了，弟兄们，追杀，一个不留！跑得掉吗？他追过来了，人怎么可能跑这么快？快，你们全都给我上，拦住他，干掉楚云！斩杀秦王者，赏金万两，封侯赐地！都给我顶住！谁敢后退，战后诛九族！你们这群废物，关键时候全都怂了！上啊，拦住他！我是西王，你们敢违抗军令，想找死吗？你倒是说的轻松，你怎么不自己上？秦王那是正常人能挡的，上去就是死。你的命是命，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依军令，这仗早就输透了。谁爱效忠谁效忠，不陪你送死。我跟你拼了！还打个屁炮！你们这群白眼狼！快跑，再快点！只要钻进深山就有活路。天哪，这怎么可能？你还是人吗？放开我！你放开我！再乱动，现在就杀你！传令下去，让你的人立刻放下武器，全员投降。谁敢再反抗，格杀勿论，全属途径。都别打了，全部停下！所有人放下武器，立刻投降！秦王到底是什么怪物？强的根本不讲道理。还好我们没真的冲上去合围，咱们2000弟兄早成烂尸了。大帅，10几万大军全军覆灭，主帅都被活捉了，我们接下来往哪儿走？别慌，眼下第一件事，活着跑出这片10万大山。大帅，不好走啊！主线到山道山口全封死了，正规通路出不去，一旦漏通，100%被截杀。大路被封，我们就走小路。官兵人手再足也封不住整片大山，我们走无人荒路。大前地界待不住了，留在这早晚被追杀殆尽。我们去西域，远离大前腹地。只有离开这片地界，我们才有活路。听大帅快的，去西域，赶紧走！完了，彻底完了！刚才好不容易冲出战场，以为能钻进深山跑路，结果没跑多远就被秦军追上，一点活路都不给啊！别说是你，我们这帮老卒都没辙。这秦军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抗衡的，太变态了，完全不讲道理。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打赢了吃香的喝辣的，打输了就是阶下囚。
认命吧，只能祈祷秦王心善，别把我们全部处死。殿下大获全胜，平定西南巨患。殿下今日神威盖世，孤身冲阵，破10万大军，生擒西王。有殿下坐镇，我秦军百战百胜，无人能敌。此战大捷，威震天下。诸位不必多礼，这场大胜不是本王一人之功，若是没有全军将士殊死拼打，上下一心，仅凭本王一人，也难破此绝境。连日血战，所有人都辛苦了。此战所有缴获的金银，全数清点，平分给全军所有将士，人人有份。殿下，如今叛军主力覆灭，主帅被擒，尚有6、7万俘虏关押营中，该些如何处置？分批次筛查处置，绝不滥杀无辜，也绝不姑息恶徒。第一件事，彻查所有俘虏身份，但凡手上沾过百姓血债、劫掠乡里、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核心叛军、骨干士卒，全部筛选出来，将这批恶徒押往蜀郡闹事，公开审理，当众定罪，斩首示众。本王要让西南所有人亲眼看到叛乱者的下场，震慑四方宵小，让所有人知晓，叛朝廷、乱天下者必死无疑。至于首恶张宪，暂且留命，严加关押。即刻派人押送回京，交由陛下亲自定罪发落。生擒天下最强反王，这是送给陛下、送给朝廷的天大功劳，足以扬我大前天威，稳固朝堂。第一，快马传信外围驻守大军，即刻派人进山，接管西王军全境营地，分批转运，看押所有俘虏，有序接管地盘。第二，派遣文部官吏、随军宣讲士卒，前往西南所有州县、村落，安抚百姓，告知万民：西王叛乱已彻底覆灭，战乱终结，从此再无兵祸侵扰。朝廷会减免赋税，安抚流民，恢复民生，给百姓安稳度日的活路，同时澄清谣言，击碎西王往日散播的蛊惑言论，让百姓归心朝廷。真的离谱！西王经营大山多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往朝廷大军几次进山都无功而返，结果秦王这才进去几天，硬生生压着10几万叛军暴打！哈哈哈哈哈！秦军也太猛了，山地作战最吃亏，他们反倒越打越凶，简直无敌。照这个势头，西王军撑不了几天，覆灭是迟早的事儿。都安静点儿，别得意太早。秦军连胜不假，但西王军10几万主力还在，占据主场天时地利，死守顽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方底蕴摆在那儿，大战没彻底落幕，胜负就没有定数。谁敢轻敌，最后大概率吃大亏。我们守好外围，盯死防线，做好本职就行，别瞎乐观瞎吹嘘。外面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决战结束了，秦王殿下昨日亲率秦军正面硬刚西王大军，一战碾压全军，斩杀叛军数万，俘虏6、7万，西王军当场被生擒活捉，西王军主力全军覆灭，我们赢了！啥？赢了？彻底赢了！我的天，这才多少天？不到10天，10几万大军啊，说灭就灭了，1万打14万。还正面全歼升旗主帅，这简直跟天书一样，太逆天了！消息属实，千真万确，没有误传，绝对属实。山里传出来的捷报已经传遍各营，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好，干得漂亮！秦王殿下，当真不愧是大秦第1战神，千古罕见。秦军更是天下第1强军，名副其实，无人能敌。恭喜将军，西南大患彻底也根除。我军外围驻防配合有功，人人都能记功受赏。完了，他若是乱要把我许家勾结叛军的黑料抖出来，整个许家都要满门抄斩，株连9族。传我军令，全击课整队开入大山腹地，配合秦军接收俘虏，接管营地，清剿漏网残内，全力协助秦王善后。遵命。10几万大军说没就没，张宪，你偏偏被活捉。你一开口，我
家100年基业就全毁了。立刻快马赶回许家，传我密令，调动家中顶尖死士暗杀高手，不惜一切代价，找准机会刺杀张宪，务必在他被押送回郡之前让他死，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开口作证的机会。属下遵命，张宪必须死。大姐，真的赢了，叛军没了，10几万叛军全灭，秦王太牛了，真的太牛逼了！爽！这几年受够了这群反贼的气，秦军硬刚14万叛军，直接全歼！哈哈哈哈！秦王这战绩千古第一，我们彻底活过来了。秦王这一来，直接给我们蜀郡续了一命，以后路通、货通、财通。这次真的赚大发了，还好当初我们果断站队秦王，眼光没错。从今往后，我家族在蜀郡彻底站稳脚跟，蒸蒸日上。全城上下9成9的人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解脱的喜悦之中。快，所有人立刻动手，销毁所有账本，烧毁所有往来信件，私通叛军的信物、凭证、交易记录全部烧干净，一点痕迹不留。所有跟叛军接触的下人、管事严密管控，封口禁言，谁敢乱说一句，直接处置，立刻切割所有关联。从今往后，我家族和西王叛军毫无半点关系。一旦查到半点证据，私通叛贼，株连9族，满门抄斩，没有半点活路。吓人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只虎狼之师？这才是真正的绝世锐士，高下立判。秦军威武，以1万入军破14万叛贼，一战覆灭西王主力，千古大捷，威震西南，末将佩服至极，殿下神威无人可及。有心了。殿下连日施战，将士们劳苦英高，身心俱疲，请殿下带领全军回营休整，好好休养，犒赏3军。可以，连日厮杀，将士的确需要修订。接下来，西王就地所有交县全部交由你们蜀配合地方官府后，你派人深入乡里村镇，宣讲朝廷政令，安抚百姓，把西王多年洗脑百姓、蛊惑人心的歪理全部破除，让所有民众明白谁在害民，谁在安民，让西南万民知晓，朝廷才是真心护佑百姓、安本山河的根本。末将遵令。善后诸事，全交你负责。这件事，你能不能做好？请殿下放心，末将拼尽全力，绝不负殿下信任。讨王信，此次俘虏数万的叛军，你即刻连夜审讯。但手上沾满百姓血叛匪，一律挑出来。3日后，蜀中陈王拜场，当众行刑，震慑四方，安抚西南民心。末遵命，即刻办理，公正处置。有刺客戒备，全员列阵，绞杀刺客，一个不留。殿下，急报！押送西王章那些队伍半路遭遇黑衣死士暗杀，刺客全数被我军斩杀，无一逃脱。张宪安然无恙。意料之中，张宪活着，有的人就睡不着觉。殿下，谁敢这么大胆？秦军重兵押送重犯，居然还人敢半路截杀，到底是谁？非要死盯着张宪灭口？还用猜？除了蜀郡这批两头少昌暗中勾结叛军的世家大族，还能有谁？西王居数年，能安本割据这么久，靠的就是与这些世家暗中互通往来。他们一边捧着朝廷的饭碗，一边偷偷养着叛军，两头压住，坐等渔利。现在西王军败亡，张范被捉，这群世家心里慌了。他们怕张宪被审讯扛不住，把所有勾结内幕、通叛证据全部一股脑吐出来，所以迫不及待派人半路暗杀，就是为了死无对证，彻底堵死张范的嘴。真是胆大包天！战乱刚平，大局初定，这群蛀虫居然敢在我秦军重兵护送途中公然动用死士刺杀范，太猖狂了！不用猜了，人是他们派的。等押解队伍回城，立刻把张宪提出来，连夜出去训，严刑彻查，
让他把蜀郡所有暗中勾结、私下交易、暗通西王的世家名单，所有罪状全部一字不差吐干净。是，末将即刻安排牢狱重兵布法，连夜审讯，彻查到底。暗杀失败，30名死士全军覆没，张掖安然无恙。完了，彻底完了！张献义一定会把所有世家的底交代干净。快把少爷给我叫来，连夜叫来！爹，怎么了？深夜急着叫我过来，出什么事儿啊？别问那么多，没时间解释了。现在立刻收拾东西，什么贵重物件别带，走，越远越好，一刻都别停留。爹，好好的为什么要跑？现在大局已定，秦军大胜，刺杀失败了，我们派去沙县的死士全军覆没。张宪没死，只要今晚必定连夜审讯。他知道是我们许家要灭口，他一定会把我们所有事情全部抖出来。到时候秦王发怒，我们想跑彻底来不及了。那爹，你跟我一起走，我们父子一起跑，趁着秦王还没动手，我们连夜出城，远走高飞。我走不了。我是蜀军主将帐，目标大，所有人都盯着我。我一旦消失，就是立马封锁搜捕，谁都跑不掉。你不一样，你只是许家少爷，无人关注，好脱身。爹已经安排好了出城密道和接应的人，你出去之后立刻改名换姓，这辈子再也别提许家半个，再也别回西南。好好活着，也要保住这条命。爹，秦王杀人不眨眼，就是等死啊！要走一起走，我绝不留你一个人。听话，爹还有周旋的办法。还有，你赶紧走，再晚一步，父子俩全都要死葬身之地。记住爹的话，出去之后低调做人，好好活着。只要逃出城，只要出了城门，就能摆脱这场灭顶之灾。许大少，这么晚了，鬼鬼祟祟，打算往哪儿去？你们是什么人？敢拦我去路？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许家大柔许丽，速速让开，不然我爹定然治你们死罪，把你们全部斩首。哼，许大少，今时不同往日了。秦王有令，今夜全城戒严，许家上下所有人一律禁止离开蜀郡半步，不用挣扎了。少爷快跑！蜀将拦住他们，动手，拼死少爷突围！放开我！我是许家少爷，我爹是蜀军主将。伏击灭口，这群世家根本没想过救我，他们怕我泄密，怕秦王追责，非要让我死无对证。既然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想让我死，我拖着你们所有人陪葬。蜀郡许家、石郡赵家、云郡王家。所有隐秘勾结，所有肮脏交易，我一样样全说给你们听。审讯完毕，希望张献义全盘招供，所有勾结叛乱的世家尽数在册。好，哼，好得很。本王倒是没想到，西南3郡藏了这么多吃里扒外的蛀虫，传我将令，名单之上所有涉案世家一个不留，无论家族底蕴多深，势力多大，名声多响，无论背后有没有靠山，有没有朝中官员求情，今夜即刻行动，全郡封锁抓捕，所有涉案人员一律羁押查抄，彻底清算，一并论处。遵命，末将调动全城兵马连夜抓捕，绝不放过一人，不漏掉一家。出动这么多军队，这是出大事了！从来见过这么大动静，连夜封城抓人，绝对不是小事。乖乖，看这阵仗，怕是要翻天。乱世用重线，平乱必除根。不许动，束手就擒！奉秦王令，全家压压，谁敢反抗，就地斩杀！你们是想造反不成？奉秦王军令，查办通判重犯许云飞及许家全族。谁敢阻拦办案，反抗者杀无赦！动手，全员拿下！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秦王的动作快到这种地步。还好，
还好我提前送走了许力，满门覆灭，至少还有一根独苗，来日或许还有转机。许云飞奉秦王令抓捕通叛要犯，束手就擒。不必动手，我自己走。我的妈呀！城东、李家、城南、谢家全抓了！活该！借着战乱欺压百姓，秦王连夜抓人，绝对是通盘的大罪。赌命失败，代价就是整个许家陪葬，一切都结束了。他没逃出去，还是被抓回来了。完了，全都完了！老爷，大事不好了，出天大的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到底出什么事了？大人，秦军连夜全城出动，大大小小的世家全城都乱套了。全城这么大动静，我这个堂堂正印郡守，居然半点风声都没听到。秦军私自调动兵马，大肆抓人，人心惶惶，最后收拾烂摊子，只会是我。备马快，备马车，本官立刻去秦军大营。冯郡守深夜远道而来，不知有何急事。殿下，下官斗胆请教，秦军今夜大肆抓捕各大世家，如此天大事，为何下官全城毫不知情？把东西拿给冯大人过目。简直放肆！这群世家大族誓受朝廷恩惠，居然背地里资敌通叛，鱼肉百姓，两头下处，坐观天下大乱，简直狼子野心，丧尽天良！殿下，此事下官有莫大失之罪，属下未能查这些通叛蛀虫，险些酿成大祸。冯大人不必自责，此事与你无关。这些世家盘根错节，你外来任职，难以深挖猫腻，你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超说出来的全部家产，本王分文不取，尽数用于蜀郡战后重建，减免赋税，全力恢复西南民生。看这恐怖的天文数，他居然分文不取，全数归还地方，对外铁血无情，坦荡无私，心怀苍生，这才是真正的帝王胸襟。私通西王，暗中资敌，输送粮草军械，泄露朝廷布防。我靠，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这几年战乱不断，山贼叛军杀不完。原来是这群本地杀在背后养贼，吃里扒外的狗东西！朝廷养着他们，百姓供着他们，他们反手勾结反贼，坑我们。难怪我们年年年地，年年交税，日子还越过越苦，全都被这群蛀虫掏空了。之前我就纳闷儿，西王躲在大山里，怎么吃喝不愁，兵器不断？合着都是这群世家送的！该死！该死！真的该死！早就该杀！三郡联动，同步清盘。西南盘踞数十年的世家毒瘤，这一刻被连根拔起。这帮狗东西早该有今天！平日里欺压我们，战乱坑害我们，今天终于报应了！叛军杀完杀世家，秦王这一手太公道了！这才是真正的为民做主，谁害百姓，谁就得死。罪大恶极者已然伏诛，该清算的也清完了，剩下不少人只是跟风依附，被动参与，罪责较轻。能不能稍稍收手，少杀一些，给地方留几分生机，免得杀气过重，民心惶恐。不能停。冯大人，你要记住，乱世用重刑，治亡用狠刑。这群人为什么敢两头下注，敢通叛冒国，敢坑害百姓？就是因为以前敢罚得太轻，顾忌太多，杀得太少。所有人都觉得勾结叛乱风险低，收益高。哼，就算败露，也能花钱赎罪，找人求情，从轻发落。今天本王若是手软，从轻处置，放过这批从犯，明日就会有更多世家、更多官员、更多势力心存侥幸，效仿跟风。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依旧敢背叛朝廷，祸害地方，鱼肉万民。本王今日大开杀戒，不是嗜杀，
是要杀得天下所有蛀虫胆寒，杀得所有心怀异心者不敢妄动，杀到没人再敢吃里扒外，杀到没人再敢勾结叛犯。主场群山险地，居然被人家一锅端了！我一直以为秦军北方无敌，是占了平原地形的便宜。北方平原开阔，适合骑兵冲杀，他们骑兵厉害，打赢很正常。可谁能想到，到了南方群山密林，山路崎岖，骑兵受限，他们居然还是无敌，照样横着走，照样碾压10几万大军。这秦军到底是什么怪物军队？平原能打，山地能打，骑兵冲锋无敌，下马步战无敌，全方无死角，没有半点短板。秦王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群兵？根本就不是凡人军队。再留在这里，等秦王收拾完西南，转头南下，我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西王就是我们的下场，全军覆没，首领被抓，连根拔起。打不过，根本打不过，没有任何胜算。立刻撤，放弃所有地盘。还打个屁，赶紧跑，晚一步就是人头落地。西王10几万大军说没就没，我们这点人手，人家一轮冲锋就杀光了。秦王太恐怖了，根本不是人，惹不起，惹不起！这辈子我幻想过无数次自己入京的场面，或是率领100万雄师踏破城门，或是兵临城下逼得天子退让。万万没有想到，我第一次真正站在京城门外，竟是阶下囚。我不服，我不服！大前朝堂腐朽，官吏腐败，气数早已耗尽。只要再给我几年，我绝对可以杀出西南，横扫天下。我完全有自信改朝换代，坐云万里江山。可偏偏半路杀出个楚云，一招落败，满盘皆输啊！没有如果，造化弄人，天意难违，最后终究败给了天命。